在末世挣扎了10年，却在丧尸围城中被基地背叛。一睁眼，我回到了末世前半个月。此刻我的老爹和奶奶还在为我哥结婚的事逼我腾房。近期流感频发，请大家注意个人防护，减少公众场合出入，非必要不聚集，注意保暖。韩明，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一切。30多平方老旧装修的大客厅，沙发上坐着满满当当一群中年男女，中间那人是我的奶奶，旁边则是后妈李玲和哥哥韩英。这一幕不就是末世前半个月一家人来逼我腾房子的场景吗？我明明刚刚在东部基地的丧尸围城尸潮中。韩明，你妈走后，你后妈一直把你当亲生的看，谁都说她好。现在你哥要结婚了，借下你的房子，你有什么好抠搜的？简直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妈，明明他不是白眼狼，他肯定会感恩的。赶紧把房子腾出来！你哥说了，你这房子租出去太久了，东西太破，不换点新家具没法结婚。你到时候这钱你报销一下，他是你哥哥，他结婚你当弟弟的不得置办点东西。要我的房子，还要我出钱买新家具，这也太可笑了。更可笑的是上辈子的我竟然真的照做了，甚至是老妈留给我的唯一一套房子，我竟然答应给韩英做婚房。可末世来临之后，我不止一次被他们丢弃，后来为了登上救援车，他们更是一脚把我踹开，为自己争取逃生时间。我才真正懂了什么叫虚情假意。我从始至终就是他们所有人的餐盘上一直吃的肉，没了利用价值就一脚踹开。这些人里面没一个把我当作真正的亲人。我真想狠狠扇当初愚蠢的自己几耳光。我当着他们的面，一把把茶几上的廉价水果甩进垃圾桶，一屁股坐在他们面前。韩明，你要干什么？这是我妈特意给你买的进口苹果，她说你最喜欢吃苹果，你怎么能把它们丢了？我最喜欢吃苹果，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啊？你有资格跟我谈房子的事？此刻韩英看着充满杀气的我，默默低下头。这是我被他们抛弃后，独自一人在末世打拼10年磨出来的杀气。明明，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觉得不舒服？要是不舒服，我们改天再来。妈知道你委屈，但毕竟韩英是你哥哥，不是你哥哥对象一定要市中心的房子。现在市中心房子有钱都买不到，还得摇号。哎，就当妈求你了，你就帮帮你唯一的哥哥吧。以后你结婚，大家再想办法给你弄一套还给你。还什么还？真当这房子是你的了？作为弟弟占这房子算什么事？这个房子给你哥，以后你结婚自己攒钱再买一套。上辈子我还要怀疑一下韩老爹为什么对我这个亲儿子这么差，对继子那么好。那是因为韩英本来就是他亲儿子，在他跟我妈结婚前，他就在老家和李玲结过婚，有过儿子。我在他眼里就是个屁，更别说末世之后，他那副嘴脸要多丑陋有多丑陋。我默默说了句200万。韩明，你说什么呢？这房子是我妈的婚前财产，后面公证过赠与我，房本所有权是我的，想要吗？那就拿钱，便宜点200万给你们。你要把房子卖给我们？你开玩笑呢？而且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我拿起手机上的电子表，给你们5个数考虑，不同意我就卖给别人了。5。韩明，我们是你长辈，你跟我们谈钱。4。你这个白眼狼，看我不打死你。3、2。我看你敢。1。韩明，你真是胆肥了，连爸你都敢打。李经理你好，我要卖房200万。这房子之前一直委托给中介出租，直到我18岁才能拿到钥匙，这也是为什么这套房子能一直留下来的原因。你们就想收呀？那行，我就……别说了，我们同意。明明卖给我们。开玩笑，这套房子市价300万，200万那真是轻轻松松卖出去。而且市区的新房限制太多，又要户口又要摇号，我的这房子抢手的不得了。虽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没按照我们预计走的来，但是最重要的是便宜不能叫外人占了。这200万我买了，就是倒手卖都能多挣100万，傻子才不买啊！好，就卖给你们了。200万的价格，我虽然是亏了点，但是短时间真的没那么快出手。时间就是钱，我又需要时间又需要钱，最重要的是房子卖给他们后，他们就没钱了。我算准了，他们手上也就200万。要知道末世来临前3天，政府就有预警囤物资，我倒是看他们囤什么。第一，银行卡到账200万。这几天房管局放假，等上班了，我再跟你们去过户吧。没事的，明明你我们还不放心吗？过户的事不着急，等后面我们通知你。老狐狸，他哪里是放心，他是防着他那要过门的儿媳，生怕房本上写了他的名字。现在房本是我的名字，他还能推诿一番呢。
韩明，既然房子我们家买了，你赶紧给我滚蛋，把你家那些垃圾破烂赶紧丢出去，我一件都看不上。等下我要接我老婆过来重新买家具。英子，你让你弟弟这么短时间搬哪里去？让他多放几天吧，他那么懂事，肯定会给你一点保管费，还会给你换点新家具。你是哥哥要让着一点。妈，你还心疼他干什么？就他那副唯钱是图的嘴脸也配？赶紧给我滚！对了，还有你屋里那条傻狗，赶紧给我牵走，等下回来还看到他，我把他宰了吃了。傻狗，我的夏天还活着。我不再想跟这些人周旋一秒，立马跑回了自己家。此刻的我正在安市郊区的一处隧道防空洞前。你租防空洞做什么？创业，种蘑菇。这里位置僻静，远离人群，地方够大，还有一套完善的通风系统和大铁门，这正是我所需要的。1年才2000，20年起租，一次性交3年租金。这真是傻子太多，光看价格便宜了，也不看看这位置多偏，以后他运输都不方便。那我们把合同签一下吧。我淡漠看着眉开眼笑离开的中介，真实目的一个字都不可能跟他讲。在末世摸爬滚打10年，我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向愚蠢的人预知灾难，因为愚蠢的人本身就是灾难。我进入防空洞，发现除了一整套原始的通风系统外，还惊喜地发现这个防空洞里有一口前租客留下来打好的井和一根电线。井的水质我尝试了一下，是地表山泉水，和城市的管道水系不通。丧尸爆发后，水处理厂被污染后，自来水根本没法用。这口井能给我提供可用水源。还有就是电线，这根电线虽然没通电，但是这意味着这里面铺设过电路，只要我买来发电设备，就可以将这里面运行起来。这时，我脑海中又响起了声音：超级领主系统开启，请加固原始基地，系统将视加固程度给予奖励，倒计时15天。D. 检测到基地战犬1只，奖励战犬战力提升100倍，身体素质提升100倍。我惊奇地看着面前的夏天，身体开始变，体格强大了1倍，爪牙变长变得锋利无比。原本因为年纪大了而显得老态全都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由生威的猛兽之光。我的妈呀，这他喵的直接无敌了！随后找到一家铁丝网厂，订了2000平米的圈状铁丝网。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加固大门。加固完成后，我迫不及待地想听听这次的加固奖励。检测到铁丝网加固，奖励防御效果提升100倍。瞬间，原本一扇比较淡薄的铁丝门，这个时候也升级成为钢铁升降大门。这下就算有人开车硬闯，或者说几千只丧尸一起围攻过来，都撕不开我的铁丝网。我把冰箱放了出来，打开冰箱后，我惊奇地发现，果然里面就算没有通电，也是冰的。这意味着系统奖励的空间是一个没有热量流失的封印空间。这下我可以疯狂囤物资，不用担心过期问题。接下来囤货第一样就是食物，我直接购买100吨大米、1000箱各个口味的泡面、200箱玉米肠、100箱乌姜榨菜、100箱自热锅、2万袋预制菜料理包，粮仓充足才能准备其他。而我今天一天不知不觉已经花了快70万，之前自己就有30多万的积蓄，如今卖房得了200万，现在还剩下170万，这肯定不够花。好在我还有这个。你好，我想抵押房产，借点钱。行啊，来我公司当面谈。从借贷公司出来的时候，账户里又多了150万。我跟他们签的是7天还款的借条，7天内我要归还200万，否则他们就把房子收走。不过不要紧，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还钱，更是压根就没有房子。刚好在末世来临之前，借贷公司就能找上韩英一家，到时候就能看两边狗咬狗，狠狠掐架起来了。钱充盈之后，我去了一趟建材厂，继续加固我的堡垒。我先购入40-50个摄像头，1台发电机设备。不过我买的最贵功率最大的，因为我的系统奖励可是会根据等级提升。回到基地，检测到1000千瓦发电机，奖励永久不坏最低能耗发电机。我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发电机外表，好像镀上了一层荧光，强度质量一下子跟之前不一样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永久不坏。我紧接着把摄像头安装在自己昨天的铁丝网上，这样就可以监控意外闯入的所有生物。检测到监控系统和电网系统，奖励监控系统升级，电子眼监控范围提升10倍，自动检测一切活体和非活体。电网系统升级，最高电网攻击1万伏特。这时，一只飞鸟想要落在铁丝网上，瞬间飞鸟直挺挺地落了下来，这防御力提升很高。我倒是要看以后谁来闯我的基地，触之即死。我发现收拾防空洞也是有奖励的，
比如清理防空洞内的水井和杂草。检测到水井升级，奖励独立山系洁净水源，优质土壤，种植作物产量提升100倍，作物生长速度提升10倍。洁净水源，优质土壤，这种最基础的资源保证可以让我种植一些新鲜果蔬，日后可以自己生产，自给自足。随后我又到农林种苗场下单了常见的作物种子和树苗。末世还剩下最后3天，再去买一些鸡鸭鱼自己养殖，以后随时可以开荤。于是来到农贸市场，买了几十只鸡鸭，有公有母，30多条鱼，40斤鲜虾，4头猪，4头牛，4头小山羊。剩下的钱去运动装备店购买了手电筒、头盔、护甲、护具、帐篷、防护服等等，去药店囤了一大批药物。所有东西放到空间后，就在我继续逛街的时候，忽然瞥到2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正是被我坑了一波的韩英和他老婆吗？老婆，你消消气，今天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就原谅我，别生气，小心动了胎气。韩英，你就是一直骗我吧？你家根本没有那套房子，故意骗我。那套真的是我家的。那今天那波人是怎么回事？讨债的都讨到你家门口了，说房子是他们的，把你奶奶都气进了医院。老婆，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那套房子我妈真的花了200万从韩明手上买下来的，找到他马上就得过户。不对啊，你妈不是说那套房子还是韩明的吗？是他赠送给你住，所以不能加我名，怎么现在又是你家买的了，还能过户了？老婆，反正这房子以后就是我们的，我家就我一个儿子，以后什么不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你信我就行。韩英，你要我怎么信你？你之前说了有装修，可以拎包入住，后面就是一个毛坯，说了是你家的产权，现在又来了讨债公司，我算是看清了，你们家就是坑我，这孩子我绝不能要，我现在就打了去。老婆，这才过去几天，韩家就这么精彩了，他奶奶还住院了，韩家精彩的还在后面呢。韩明，你他喵的，把韩明抓到我老婆面前解释，老婆肯定会原谅我，顺便教训韩明这个家伙一顿。冲啊！敢背地里坑老子，看我今天抓到不把你弄死！刚好我也有这个意思。奶奶的腿，我可是你哥，你敢打我？在末世摸爬滚打10年，收拾韩英就如同收拾一只蚂蚁这么简单。半个小时后，韩英胳膊腿全断，身份信息和手机也被我拿走，这样第一时间医院报警也没办法确认韩英身份。我回到提前订好的酒店休息，今晚就在这过夜，等第2天再离开。Tomorrow。第2天清晨，房间外传来奔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敲门声。什么事？先生您好，我是客房通知，接到好多客人反映，他们有晕倒求助，请问您还好吗？我没事。那您现在请耐心在房间里待一会儿，暂时不要出去，酒店会免费给您延长休息时间，打扰了。末世，怕是提前了，现在必须离开。先生，你怎么了？809客房有人晕倒了，快来人！这熟悉的声音，丧尸病毒果然提前爆发了。现在是凌晨6点，这个酒店和商场相通，商场还是关门状态。这个时间，商场才是真正的无人区。透过商场的小窗户，可以看到街面上已经出现了暴动。我在商场窗前看着这一幕，这是末世，我最熟悉的末世果然提前了，提前了整整1天。此时要赶紧前往停车场开车离开这里。突然面前琳琅满目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么多物资摆在眼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超级领主系统启动，限时2小时，每收血弹满1万元物资奖励1立方随身空间。这系统果然神助攻，所到之处洗劫一空。最新款的菠萝手机、菠萝电脑全是我的。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菠萝手机。这一趟还把奢侈品店老板的兰博基尼钥匙拿了出来。刚刚共计收获14800多立方空间，相当于一栋10层大楼的大小而已。现在还只是早上7点多，末世初期，还有大量的小伙伴没睡醒，现在逃离是最好时间。这条路不对，怎么这么多丧尸？这条路不对，怎么这么多丧尸？我拿起手机，发现自己在医院附近。奶奶的，医院！我刚刚就在想，这条路上怎么可能会爆发这么多丧尸？原来有个医院，医院是个重灾区，但是冲破医院的范围就安全了。这他喵的啃不到我，你还急了？看我的！
我一个漂亮漂移，原地360度转了一整圈，直接把他给甩飞。丧尸没什么好怕的，我见得太多了。就在我眼看着就要逃脱医院范围，前方几辆车堵住了我必经的路口，看来不得不扔下这辆车了。干他喵的！现在才初期，丧尸脑子里没有晶核。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找准一个丧尸方向少的地方，一路冲过去，把车祸现场尾部的路扫通。这时我突然听到：呀，老公，他好残忍啊！我没有理会，继续向前撤离，等下还要找辆车离开，找不到也要脚跑出城。就在这时，我身后的车辆门打开了。你能不能带我们？你带我们去安全地方，我给你钱。我爸是东平集团的董事长，我家有的是钱，你要多少给你多少。我连个眼神都懒得搭理他，继续向前跑。老公，你跟他说什么话啊？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地上躺了这么多，好多人，我们要报警把他抓起来。闭嘴，快跟上！离开了医院范围，这是一片居民区的小巷。此时的居民区因为绝大多数人被困在家里，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丧尸病变。我一路偶尔碰到几个丧尸，轻轻松松解决掉。我一边走一边在找车辆，有点倒霉的是，一辆车都没见到，而我身后此刻跟着2条小尾巴。老公，这条路太难走了，我穿着高跟鞋走不动。走不动你就滚。老公，不要这样对人家。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没用还没脑子的女人？什么都不会还拖后腿，你想死别拉老子，滚！这时我终于在一家便利店前看到了一辆卸货车，要是再没有车，我都得要钻进车行里去偷车了。我跑到这辆车面前时，惊喜地发现车竟然没锁，进去后钥匙还在里面，估计车主下车送货遭遇不测了。大哥，你能不能带我离开，送我到城西的万家公馆，送到那里我给你钱100万。你还觉得这个时候钱有用吗？现在钱没用了，一点用都没有。他眼睁睁地看着我开着送货车离开了这里。老公，你看他都不领你情，你说什么他也不搭理你，我们就该报警。蠢货！1个小时后，我倒在从商场扫荡下来的超柔软沙发上，打开一瓶可乐，和夏天一人一狗在超大电视机前看着现在的新闻。紧急播报！紧急播报！京城出现暴动事件，下面请随本台记者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这一处被警戒线拉住的区域，便是我今早逃离的酒店附近。离开，快离开！京城出现暴动事件，下面请随本台记者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离开，快离开！画面彻底消失，采访直接中断。此时在家观看新闻直播的市民全被这一幕吓呆了。我看着中断的直播，不由得感叹，自己撤得非常及时，但凡晚一点，绝对没这么顺利了。这一天，所有机构都在相继沦陷。我接连换了几个台，发现除了几个设定好固定播放动画和电视剧的台还有信号，其他的全都黑屏。而很快，中断的信号全都被切换到国家台，一行纯黑底的字幕出现大屏幕上。紧急通知，全国大范围出现攻击现象，请所有民众不要出门，所有高校停课，所有商场机构停业，关好门窗，等待救援，等待救援，等待救援。国家台把所有信号给掐断，统一播放通知，等待救援连续写3遍。我对这一幕熟悉的不得了，上辈子末世爆发时，电视台也出了这样的公告。前期所有人都对公告内容深信不疑，觉得这场危机马上就能化解。但是殊不知，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丧尸病毒根本无解，除了在第一时间封锁一切，杀掉所有感染者，包括受了一丁点伤的患者，其余没有任何办法。等到上面反应过来，丧尸病毒已经全面深入爆发，而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真正的末日开启了。我上辈子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在爆发的第一场地医院目睹了变异，知道了丧尸病毒的可怕，就立马让韩家人紧闭门窗，不开任何门，这样幸运地避过了第一时间的丧尸爆发危机。当时我所在的小区连着尖叫了3天3夜，任何开过门的人家全都团灭。后面大家逐渐发现了规律，不要发出声音，紧闭门窗是可以暂时避开丧尸的。大家都苟着的时候，我果断出门抢物资。这个时候的丧尸攻击力还比较低，而且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跑过，一路有惊无险，顺利回来。当我回去的时候，韩家人原本还不想开门，因为他们担心我变异。是夏天一直在门里面叫，他们担心叫声吸引丧尸为了他们家，才把我放了进来。事后再确定了，我没受任何伤，还带着一大堆物资回来，全都换了一副表情。别的人家里早就弹尽粮绝，
他们看到我的行为，陆续开始学。末日再度进入了第2个阶段，抢夺物资。很快，楼下小区商店的物资被抢完了。这个过程中，又死了一大批居民。我从始至终一直小心谨慎，一直护着韩家人等到了救援车里。末世来到第3个阶段，有救援。我得知救援车要来，想要带着全家前往救援点，但是韩家人都不情愿去，他们觉得有我在，待在家里也挺安全的。因为救援车队不是你人在哪里，他们开车冲过去救你们，而是他们报出几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让居民向着那里集合，救援车队路过就会带上他们。这样的话，那得是多危险！尤其是韩家众人在发现救援点距离他们还挺远的时候，更是无比抗拒。而我则是晓之以情地劝他们别贪图短暂的安逸，去了救援点，他们才能真正安全。那里肯定有国家发放的食物，以后韩英老婆生孩子也能生，韩老太这样的老人也有安全地方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猜测这波救援绝对不会一直有，趁着这个机会赶紧上，否则后面他们想去都没人要他们。韩家众人商量很久之后，决定听从我的建议，带上全部物资离开。事实上，我所有的预想都是正确的，他们赶上的就是最后一波，且是唯一一次的救援。丧尸太多了，只能救援一波人群，然后划出一片安全区作为基地，基地作为人类聚集地，对抗丧尸，这就是后期的大势所趋。来到末世的第4个阶段，基地文明。我们早点加入基地都是幸运至极，不仅前期有免费物资供应，还有房子免费住。后来基地被丧尸攻破后，我被韩家一脚踹出去抵挡丧尸，后来流落到了另一个基地，我的心态也彻底变化。我再也不需要爱和被爱，绝对冷血和我骨子里的叛逆。很快进入末世的第5个阶段，异能崛起时代，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异能的自卫队队长。我以普通人的身份，在一群异能者中站稳了脚步，甚至我的小队常年第1。老大，但凡你有点异能，别说自卫队了，怕是整个基地都能是你的。只不过到了后期，人和丧尸的对立越来越难，各自割据的基地更是一团乱麻，人多的地方阴谋诡计也多。我最后牺牲在了我所在的基地的丧尸围城中。不想了，反正我是不可能去别人的基地，现在这里就是我的基地。我看着自己搭建起来的防空洞，暗暗发誓自己要把基地越建越强，把这里打造成自己真正的钢铁城堡。我和夏天配合着，把丧尸赶到基地附近。我来到菜地边上，划出来一片区域，用一堆树枝枯木搭建起一个简易的鸡鸭笼子。小手一挥，之前买的20几只鸡鸭都进去了。我还安排了一个羊圈、猪圈、牛圈，把小羊、小猪、小牛放了进去。1. 检测到农畜，奖励农畜繁衍力、健康力升至最高，永无疾病。我突然看到一只母鸡当着我的面下了鸡蛋，给力的金大腿。继续干。接着我又挖了池塘，把鱼虾都投放进去。为了避免虾被鱼霍霍，池塘中间是隔断开来的，鱼和虾分开养。1. 检测到鱼塘虾塘，奖励鱼虾繁衍力、健康值升至最高，永无疾病。现在鸡羊鱼虾都安排好了，抓紧时间再来加固一下基地。目前最基础的防御工事已经建起来，有高压电铁丝网、大铁门和基础的防空洞防御，现在也需要一些攻击性的设施。比较大的攻击性设施我搞不到，但是挖个简单的陷阱是没问题的。我让夏天看着家，自己在防空洞外500米的山林处开始布置陷阱。等到我陷阱挖完，我脑海里传来了响声。1. 检测到陷阱，奖励陷阱攻击力提升100倍。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另一道声音传来。1. 基地基础防御完成，基础战力配置，基地战犬1只，完成度50%，奖励全基地安全度提升100%，精品炮塔1个，无限火力，最先进高功能装甲车1辆，无尽燃料。等等，先别着急走。粉丝说夏天外表太丑了，可否变帅一点，像我一样帅？本系统不可无缘无故奖励，既然是粉丝要求，你删自己2个大逼都本系统开个后门。你这系统太狗了吧，自己删自己，我怎么可能？这次可以了吧？奖励已完成。随着系统奖励落下，我抓紧回到防空洞看夏天。哇塞，我的修狗狗好可爱，好勇猛，好帅！你闭嘴，真恶心！我的妈，你竟然会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你闭嘴。今天早上你没刷牙，臭！看来系统不仅改变了模样，还赠送了语言系统。好了，不跟你闹了，爸爸还有事要忙。空间中多了一辆非常漂亮的豪华装甲车，来到门口把我的装甲车放了出来，开着这车在丧尸群中横冲直撞都没问题。好宝贝，
接着直奔自己的塔楼。防空洞内部已经拓展出一个2层楼梯，我从楼梯往上走，便进到了系统最新奖励的炮塔。一架360度旋转的精品炮在塔楼中央位置，瞄准领域范围内一棵大树。只见树木直接2截，声音非常小，穿透力非常强，这简直是再适合末世不过的武器了。我这时想到了刚刚系统发布奖励自己缺失的那部分，基地战力配置方面只有50，因为只有夏天1条狗，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养的狗不够多？看来后面找机会得多收留几条狗来。第2天，我照常突破身体极限。第一，提升体魄时间结束，宿主体能提升100%，获得体能翻倍、力量翻倍，受伤后愈合速度翻倍，奖励超时代格斗术。我直接冲到基地外面，双手抬起装甲车离地1厘米，别小看这1厘米，足足20多吨。之后又把空间中的格斗术取了出来，所有招式精准狠辣，全部是针对人体和丧尸这种机体的杀招。5天后，城市断电，我站在自家塔楼上，看到我的领地竟然游荡了几个丧尸，本想直接射杀，转念一想，丧尸又不是什么威胁，而且有丧尸在我领地周围游荡，这不就是天然的卫兵吗？应该多找一些丧尸。我开着装甲车出发，我和夏天配合战，把丧尸赶到基地附近。第2天，突然楼上响起警报声，来到塔楼，看到一群人正准备入侵基地，从车上下来了4、5个大汉，其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跟着老大，吃香的喝辣的。你这傻狗，放个屁这么臭！那人不就是租给我防空洞的中介？大哥们，里面就是防空洞，我1个月前把它租给了一个男生种蘑菇，咱们这么多人，弄掉一个男生还是轻轻松松的。做得不错，我们顺便把他收作小弟，脏活累活以后全是他的，等攻进去就连你一起嘎了。末世下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吃饭，天天把老子当狗屎，真以为我好欺负吗？等着吧。看来我的丧尸卫兵已经被这群人干掉了，让我来陪你们玩一会儿，好久没活动了。老大，有大佬在附近，我们这是进入别人的领地了，该怎么办？妈的，你怎么搞的？不是说这里就一个男生吗？我真的记得就一个男生租了。你他喵的糊弄鬼呢？一个男生能搞出这些吗？可能已经被别人占了吧。转，我们静待时机，趁其不注意冲进去。不用等待时机，我已经来了。一个毛头小子也敢如此猖狂，恐怕是子弹用完了，来向我们老大臣服了。你知道吗？反派通常死于话多。哦，我操！敢得罪我，就得100倍还之。1. 检测到基地保卫战，顺利击败敌人，恭喜获得26积分，系统商城开启。回到基地，我惊奇地看着自己脑海里的一个商城面板，一堆物资出现在眼前，食物、药品、武器以及基地建设的东西，应有尽有，每一样后面还有属性，就是价格太贵了。如果有人接着入侵我的基地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获得积分。来生意了，只见从车上扔下来了一群狗，接着车就离开了。这是在干什么？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军犬。我猜的不错的话，应该是去拯救城市幸存人群的部队。如果不是身不由己，事发紧急情况，他们绝不会抛弃自己的狗。我开车来到狗子所在地，从空间中拿了一些食物给他们，吃吧，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虽然我现在很需要多养一些狗子，但是我知道这些军犬格外的忠诚，认定主人之后不可能抛弃背叛，即便身处末世。第3天，警报声再次响起，狗子们等来了自己的主人。福宝，我对不起你，我们接到了基地的命令，要给幸存者留足空间，舍弃狗子，这是命令，我们身为军人必须执行。啊，怎么有狗？快滚快滚！有病毒，可怕的狗，快滚！末世里，基地要保障最大的利益，人和狗要做选择的话，基地那边肯定要人。你们运气好，碰到了我，以后你们就安心跟着我吧，我是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跟着老大，吃香的喝辣的。你这傻狗，放个屁这么臭！反正你们也没地方去了，都来吧。1. 检测到基地战犬15只，忠诚度100%。奖励：基地犬健康值恢复满级，基地防御增加1倍，积分150分。我立马就进入商城，超创可贴，贴治一切伤口，快速修复伤口，包括动脉。这也就是说，脖子要是割了，贴起来都能好啊。急救单，只要还有一口气，
就可急救回。这个也必须备着。丧尸病毒抑制剂竟然还有这玩意！什么1亿积分？要怎么才能获得1亿积分呢？抑制剂必须攒积分买一个。1. 完成系统任务奖励可获得积分，拓展领地面积可获得积分，增加领地成员可获得积分。好，从今天开始拓展领土面积。狗子们，今天赐予你们新的名字，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大吉大利，长命百岁，东风南风西风北风红中白板2条。夏天担任你们的狗队长，夏天带着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大吉大利，长命百岁，从左边开始跑。我带着东风南风西风北风红中白板2条，从右边开始跑。最后整个后山区域被我们用绳子包围了起来。1. 检测到领地面积拓展1倍，奖励1000积分，初次拓展领地，奖励领地连心。这时脑海里清晰地感受到防空洞和后山土地发生的一切。夏天南边600米有丧尸，你去击杀了。从今往后，我不需要监控报警，就能第一时间知道领地内的风吹草动，继续扩大领地。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领主。是的，领主大人。我带着大吉大利红中白板去曾经的富人别墅区扩展领地。夏天带着剩余狗狗留守基地，有丧尸出现就击杀。扫荡到第9栋别墅的时候，我发现里面反锁着，所以这里一定有人，要不然活着，要不然已经变成丧尸了。突然房间内传来一个声音，我确定了里面就是人。里面的人听着，除了你这里，其他地方都是我的地盘，不许进去，否则嘎了你们。走吧，狗子们，我们去10号别墅。那路面有吃人的丧尸，别去。你见过？我见过。那天别墅在开 party， 一群年轻男女通宵玩，直到凌晨的时候，那路忽然传来了惨叫，好多年轻人流着血从里面跑出来，但是他们都没跑多远，就被丧尸扑倒。你们当时在做什么？我们当时很害怕，一直紧锁房门，待在房间不出去，后面才知道这些都是丧尸。记着，除了你们家，其他地方不准踏入半步。老公，那个人是谁呀？不知道，但是他应该有物资。那等下我们能找他要点食物吗？爸爸，我的。我们先看看，不着急。来到10号别墅，狗子们快速散在两边。3只饿了很久的丧尸从里面冲了出来。来到楼梯口，4条狗狗对着前面做出了战斗姿势。我感受到了一片冰冷的死寂。突然一阵新风扑面而来，速度极快，速度快到出现残影，速度型变异丧尸。上！击杀后，眼前出现了一枚黄白色的透明晶石，这是丧尸晶核，高等丧尸都有。到了末世中后期，很多基地都是以晶核作为货币单位，而我上辈子就混到个小队长，因为没有异能，很多事情接触不到，我只知道这东西有用。1. 检测到丧尸晶核，开通全新积分兑换，一枚普通1级丧尸晶核价值100积分，是否兑换？首次兑换奖励大礼包1个，后续每100枚晶核奖励1个大礼包。我果断选择兑换。1. 奖励云南白药1份，急救单1粒，作战服1套，左轮手枪1把。光是云南白药和急救单就价值120积分，作战服套装我没看到标价，但是那枚左轮手枪好像是价值5000多积分。这时别墅群除了9号别墅，其余全都加入了我的领域地图。老公，那个男的从10号别墅出来了，你不是说里面非常危险吗？他比我们想的还厉害，好在我们一开始表现的比较善意，要不然凭借我的异能未必对付得了这个人。这位小友，我叫王友民，能跟你做笔交易吗？我是一名植物学家，能培育新型作物，我们想跟你换一些食物。你就不怕我把你这些东西都抢了？培育对我来说并不复杂。什么木系异能者？怪不得这家伙能在丧尸危机爆发1个多月还能安稳生存。之所以暴露异能，第一是告诉他我是个有用的人，能够给他一定的资源；第二也是震慑他，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对我的家人不利，我是有自保能力的。你们自己吃吧，我不需要这玩意。不会吧，新鲜蔬菜在外面绝对非常有市场，这个绝对是可以交易的。对方竟然完全看不上，我们大人光吃菜还能坚持，可是孩子早就营养不良了。小友，你需要什么？钱吗？我家也有，你要什么只要我们有都可以交易。我要你们的房子，我可以给你们500斤大米，50斤肉，100枚鸡蛋，10箱奶，你们把房子卖给我。小友，我们把房子卖给你了，以后还可以住这了吗？我们全家都可以给你干活，每天生产的青菜可以送1半给你，也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工人。这个人一看就不简单，每天只需要上交1半的青菜产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能得到他的保护。1.
检测到领地居民投靠，接纳领地居民将获得300积分和领地居民特种属性。特种属性，我同意。韩冰随后手向着王佑明那才抓去，只见菜长势比王佑明掌控的还快。原来人家也是一位木系异能者，而且比我强大多了。从今以后，我就是你们的领主，你们给我看着这片土地，不许任何人进入，我会给你们保证安全，以后还会根据你们的贡献给一些奖励。是的，领主大人。这一对男女真的好强。短短几天下来，我领地大了4、5倍，积分也达到了近7000积分。突然脑海领地忽然出现了一群红点，红点代表是活的入侵者。此时几个士兵正在向我基地靠近，夏天立马带领狗子们冲到现场，包围了他们。给老大把这群娘们押回去当压寨夫人，老大肯定重重有赏。只警告一次，1分钟之内滚，否则咬死不负责。我们是 K1 基地的卫兵，现在遇到困难，能不能帮个忙？最后1分钟59秒，帮个忙吧，我们真的遇到困难了。58秒，你这人怎么这样？我们可都是因为救你们才遇的险。废话真多。30秒，老大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活该单身，不像我，聪明能干又有情商。里面的同志，算我徐静求你们，我们所有人都不进你的基地，你救救我们队长就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弄到。徐静，没想到我还能遇到她，这个女人是我重生前最好的手下，因为军人出身，无比忠诚。行，进来吧。先生，只要你能救我们队长，你想要什么，我能做的都给你做到。什么都能做到吗？简单，我就要你。先生，我是一个人，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留下来，做我的手下，以后只给我一个人卖命。放心，给我打工，不用加班。那不行，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回部队。想救他，就留下来。你真的能救吗？有口气，我保证他不死。你要我吧，我妻小薇豁出去了，你放过徐静，我跟你。我王丹也愿意，用我来换我们队长。我唐简从了你。你们都去一边，我李玲家里没人了，这条命无所谓。我上，你个老色批，你要我吧？要不你们我都要了，都留下来吧。我开玩笑呢，我只要你徐静一个，其余我谁都不要。秘制小药丸，你队长吃了100%恢复，吃了之后你就是我的。100多积分1颗的急救丹，要不是为了得到徐静，我才不舍得。队长伤势全好，准备返回 K1 基地。你真的想好了吗？是的，队长，我答应过救你就留在他身边。如果想回来，随时可以。1. 归属居民徐静拥有水系异能，异能已复制至宿主身上。我在基地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居民产出的粮食在我这可以兑换积分，积分可以兑换稀缺的食物或物品。我他喵真是个天才！我和徐静外出猎杀丧尸，获取金核，再用金核兑换积分，很快就攒够了1万积分。在商场兑换了净化液提取机，可以将金核内的能量100%无害提取出来。净化液可用于提升异能。要知道上辈子各个基地早就开始收集金核，看来他们也是发现了金核内的能量，只不过提取的净化液不纯净，含有毒素，导致末期很多异能者变异。我和徐静喝了后，异能实力提升数倍，堪称3级异能者。为了获得更多的丧尸金核，我和徐静出发食品工厂，里面肯定布满了丧尸。老婆，看来我们今天就要交代在这了。老公，下辈子希望我们能平平淡淡的度过余生。你们他喵的别煽情了，他喵的丧尸要爬上来了！你们看，神明下凡了。这一对男女真的好强。诸位听着，我建了一个基地，你们愿意跟我走的，就是我基地的居民。从今以后，我会保护你们的安全，在我韩明领地范围内，你们将是最安全的人。不愿意的，直接离开就可以。你救了我们，我和我老婆愿意。我们也愿意。我也愿意。 16人中有3位异能者，分别是力量型2位，速度型1位，全都复制到我身上。今天收获了一个超大的食品工厂，外加10余吨粮食，16个人口，以及1000多枚金核。把新居民带到王佑明所在的9号别墅，你带着他们种植粮食，搞生产。好，大家都过来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基地规则。在领主大人的基地，积分就是货币，1枚金核兑换10积分，1斤粮食兑换1积分。先停一下，我补充一点，你们所有人每天需要10积分作为居民税费，拖欠1天增加10%滞留费，拖欠满10天逐出基地。发现有逃税人举报有奖，他的财产分1半给举报者，
此项规定新成员进入基地满1个月后实行，老人小孩除外，这样就可以让大家都变得勤快一点，努力的为我打工。营主大人，我们基地还没有一个名字，我们就叫民邦基地。1. 超级领主系统开启，领主领地命名成功，开启繁荣度，当前繁荣度60，称号乡土小村，繁荣度提升至500，解锁称号城乡结合部，赠送大礼包，新任务攻占 A 市西部联合药业研发厂，奖励宿主电子管家。我看着眼前和我一模一样的电子管家，人都傻了。我和徐静驱车来到 A 市西部联合药业研发厂，正好偶遇来执行任务的陆婉晴小队。队长，你们怎么在这里？我们来执行任务。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丧尸尸潮，陆婉晴无奈下使用了3种异能，但是由于等级不高，坚持不了多久。我用我加强后的水系异能救了他们一命。老大，你竟然也有水系异能，和我一样，只不过你的好强啊！傻姑娘，我的水系异能还是复制你的，只不过通过大量服用净化液实力猛涨。不过陆婉晴竟然是拥有3种异能，我记得上辈子丧尸王就拥有3种异能，而且丧尸王好像就出自西部联合药业研发厂，可谓是超强存在。难道后来陆婉晴被感染后进化成了丧尸王？我这辈子竟然救了他2次，也避免了丧尸王的出现。韩明，你有电台吗？当然有，按你电台频率给我。回到基地，恭喜完成攻占联合药品研发厂任务，奖励领主超级电子管家。我亲爱的主人你好，请你为我赐名。我看着眼前和我一模一样的电子管家，人都傻了，这他喵系统可真会整活。你就叫小夏吧。是，我亲爱的主人，小夏即刻为主人服务。主人，我已经连接上基地内的所有电子设施，我将为您时时刻刻监督管理基地内一切工作，爱你哟。一个大男的说爱我，怎么这么恶心？造孽！从此基地内的一切事务都交由小夏打理。我回到基地建设了一个直营超市，居民积分可以购买日常用品。随后，我和徐静前往养猪场，准备给基地添加一些小猪仔。解决掉周围的丧尸后，忽然身后出现一个身影，躲在暗处算什么英雄？出来！小哥哥，我是来投靠你的，我觉得你们很强大，我想要加入你们，只有你们才值得我加入。秦雅，竟然是秦雅！末世10年，整个东部地区10大风云人物之一，半人半丧尸的秦雅。这家伙在末世里凭借自己丧尸不咬的奇特体质，在丧尸爆发的末世到处横行。只不过出名的并不是他独特的能力，而是他干的那些坑蒙拐骗的事。上辈子几乎每个基地都被他坑过。你就是秦雅对吧？小哥哥，你认识我？我实话告诉你，我感染过丧尸病毒，但是并没有变异，我可以在丧尸堆里随便走动。怎么样？我这样的人才能不能加入你们？这2个人这么强，看他们俩身上有没有我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人才怎能不收？况且我收下的所有人都会将他们的特殊属性复制过来，这种半丧尸之躯必须收下。行，我同意你加入。1. 检测到新居民归属，由于居民忠诚度不足60，目前忠诚度19，系统忠诚度加成40，综合新居民忠诚度59，无法复制特殊属性。这他喵，忠诚度19也敢投靠我？不过这个特殊属性我要定了，看来只能再提升1%忠诚度。把小猪仔放入空间后，秦雅带着我和徐静来到一个废弃的超市。秦雅说里面物资丰富，我让徐静看守装甲车，毕竟秦雅不值得我信任。刚进入超市内部，突然前方传来一个声音：你们是 K1 基地的卫兵吗？你们怎么才来？快带我们出去！奶奶，你快看他身边跟着谁？那个小3生的贱种。是他没错，他怎么还没死？奶奶赶紧把他赶走，我还要打游戏。你让他们把我手机充上电。行了，我的大宝贝，听到没有？赶紧给我们安排起来，别委屈我孙子。还有，赶紧把这个烂人赶走。你们竟然收留这种人，我告诉你们，我们秦家小儿子是毕氏副省长。你带我们出去，找到他们，好处少不了你们。小哥哥，这里交给我吧，你不要管了。我们说的本来就没错，他妈是爬上我老公床的贱小三，他们母女和乞丐一样，天天赖在我家骗钱。你今天敢伤害我们，等我出去弄死你们！你这男的也是个烂人。奶奶，他竟然是个丧尸！别过来啊！收拾完这家人，秦雅走了过来。小哥哥，你在这里先等我一会，我去个厕所就回来。不一会我就听到徐静声音：
老大，老大，你快来！老大，秦雅是个空间异能者，趁我不注意，把物资都带走了。我一不小心让他跑了。秦雅竟然还是个空间异能者，幸亏留有徐静在装甲车上，不然装甲车估计也被顺走了。没事，不怪你。从此以后，秦雅就是我们冥邦基地的第一死敌。遇到腿打断，我要给他虐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知道了，老大。回到基地，我亲爱的主人，您回来了。怎么了，小夏？您有一个电台信号发来的新留言，来自 K1 基地陆婉晴，是否读取？读取。我们 K1 基地监控到月底有一波超大寒流，不知道你们那里物资够不够？如果不够，我想邀请你联合完成一个任务，攻占东部毒区储备粮仓。这次任务是我们 K1 基地和希望基地联合，我可以带几个小基地加入，我想带你去，危险程度不高。陆婉晴有大肉吃，这是想到还我人情了，特意拉上我，这种纯好处的事必须去。来到 K1 基地，突然看到前面熟悉的身影，他们竟然还活着。英子，你不能这么对我们啊！你爸在你刚出生，为了给你好生活去大城市打拼，不惜上门入赘，忍辱负重，你都忘了吗？我们可都是你的亲人啊！亲你们个头！要不是你们无能，我至于过这样的苦日子吗？没事前连个房子都给我弄不好，害得我老婆打胎跟我分手，让我一直过苦日子。就你们这样的废物也敢说是我的亲人，一点用没有，都是废物！畜生，我是你爸！你个老废物，我还是你爸呢。那以后咱们俩单过，不跟这两个老废物凑在一起。你说的对，我们踹开这两个没用的废物。韩明，韩明，仙啊，你竟然还活着！之前你差点把我打挂了，今天我让你全部还回来。陆队长，你们基地面对这种好吃懒做、不懂得感恩、还聚众闹事的人，都是怎么处理的？基地内部管理不归我，但是如果出了人命，凶手即刻死刑。还好我刚才下手不太重，不然完蛋了。你个老太婆，你可不能赶了，撑住啊！陆队长，你还不赶紧抓人？你看这两位，可怜的呀，肯定没几天了，你还是把人提前抓起来，关在一起，到时候出了意外，得给人家受害者一个交代，总不能到时候再抓人，万一人跑了，让受害者含冤而死吧？你说的有道理，把打人的人抓到受害者房间，受害者一旦赶了，他们即刻受刑。我真是个好人，别人遇到这种事，肯定是袖手旁观，甚至还要落井下石，哪里像我，还帮忙伸张正义。第二天早上7点半，车队准时出发，来到集合点，分别有未来基地、星河基地、百胜基地、星火基地4个小基地。他叫韩明，来自冥邦基地。韩队长，你们冥邦基地来了多少人？算上我2个。我嫡亲娘只来了2个，这个基地得小成什么样子？就这还想来分物资？这时最后一个基地赶到，这个基地我知道，3大大型基地之一的希望基地，尤其是基地管理者齐桑，荣登10大狠人榜之一。在他眼里，所有人就跟物品一样，可以从他们的年龄、身体状况、能力、消耗、产出计算出他这辈子能创造的财富价值，这些就是他命的价值。陆队长，不是说今天只有我们6个队伍吗？还有一个冥邦基地，跟我一起来的。我们基地都是高知识分子，军事实力略差，不然怎么用得到你们这些人？那好，今天不早了，我们原地整顿一下，明天出发东部储备粮仓。这次是希望基地出地图，你们出武力对吧？是的。那你告诉我，物资怎么分？希望基地和我们 K1 基地各4成，剩下2成其他基地按出力程度分。在车上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附近传来沙沙沙的声音。因为我本身是精神系异能者，其余异能均是系统复制手下居民的。果然基地周围出现了大量丧尸，我拉着徐静不让他下车，准备看一场好戏。丧尸消灭后，各个小基地损失惨重， K1 基地拥有强有力的火力储备，基本没损失，而希望基地则是全程躲在车里，根本没参团。你们冥邦基地是不是没有出来杀丧尸？睡着了。你睡着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所有人都在浴血奋战，我们牺牲了好几个兄弟，你们竟然在里面呼呼大睡。这次我看你还好意思和我们分物资？不然呢？还有事吗？我操，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这次行动是按照贡献度来分配物资，你们要是没有任何贡献度，
将不会有任何物资，不管是谁带来的人。既然冥邦基地不用说了，冥邦基地并入我们 K1 基地，他的物资我们 K1 基地分。既然陆队长这么说，那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陆婉晴真是个傻子，这样一个废物基地管他做甚？陆队长怎么会看上这个基地？不管了，少一个基地就能多分一些物资。没有陆队长保你，有你好看。韩明，你别生气，大家不用解释，总归你带我来白嫖，我生什么气？陆婉晴这人情还的已经够意思了，只不过其他人，尤其是那个希望基地的齐桑，很好，他成功得罪我了，今天的事10倍奉还。第二天来到东部储备粮仓，到粮仓了。粮食，我们快要有粮食了。一个粮仓5000吨，这里有10个，那岂不是5万吨？足够我们所有基地人加在一起吃100年的。发了！来到仓库，各位，刚才我们也看了一遍，10个粮仓真正完好的粮仓只有2个，末世几个月没变的没变，甚至好几个变成老鼠的天堂，粮食还剩1万吨。我再跟各位讲一下粮食分配，我和 K1 基地各占4成，我们先拿，你们剩下的基地按照我计算的比例分配剩下的2成，冥邦基地除外，各位没问题吧？没事，我单独分你200吨。忽然，一个巨型丧尸出现，这是变异丧尸，全都向入口撤退。大家应人如此撤逼，对巨型丧尸根本不起作用。看来我们今天交代在这了。我媳妇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带粮食回去呢。这种变异巨型丧尸以前从未见过，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你们看，这是什么？后墙。从现在起，粮食由我分配，各位没意见吧？爆杀！我学的可是系统奖励的格斗技法，远超这个时代。巨型丧尸的晶核果然大。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所有人都只能凝聚出拳头大小的水球或者火球，他竟然能凝出手臂粗的高压水柱，太强了！他动动手指估计就能碾死我们，这绝对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的最强异能水平，没有之一。怪不得陆队长对他那么好，那么迁就，那么惯着，这就是一个超级大佬，我们整个基地估计都打不过。现在我来重新分配粮食，大家有意见吗？韩队长今天贡献很大，大家有目共睹，理应给你多分。不如这样，我们重新分一下，我们 K1 基地还有你各3成，其余小队平分1成。你叫齐桑？是的，韩队长，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齐桑，来自希望基地。小齐，不用特意来套近乎，我这人最不公平了。不过我觉得你的提议还可以，你们4家听到了吧？刚刚小齐很不是人的说，就给你们4家分1成，你们能接受吗？可以。那好，就按照小齐说的，你们4家就分1成。陆队长，刚刚小齐说分你3成，你能接受吗？可以。韩队长，现在轮到我们了吧？小齐啊，我觉得你这样分配不妥。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我这人最不公平吗？你想怎么分？剩下的全是我的。韩队长是在开玩笑吗？小齐啊，你最终还是太年轻，把握不住啊。怎么，不服气吗？韩队长你自己说呢。行吧，看你年轻我就教教你。那我先按照你的规则给你算算，让你服气。你之前说按照贡献度来计算分配值，那你们希望基地在这次行动中贡献是什么？是昨天丧尸包围出过力，还是今天杀了一只丧尸？我们出过地图。请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希望基地杀过一只丧尸吗？一个，任何一个都算。这样吧，我还记得小齐你昨天跟我说过，别人替你把活干了是不算的，没有自己贡献就是不算奖励。但我这人和你不一样，我很宽容，再给你一次机会，你问问现场的人，有哪队愿意出来说替你们干了丧尸？要是有人替你们说了，我也给你们算贡献。看到没有？就算我愿意给你算贡献，大家也不愿意啊。可是这里是我们带你们来的。纠正一下，不是你带着我们，是你带着他们。齐队长，你不会失忆了吧？你找死！给我把希望基地所有人武器卸了，赏粮100斤。这个韩明太豪横了，竟然敢得罪希望基地。再次多说一句，谁得罪我了，不管什么背景，他就完蛋了。恐怖如斯，简直恐怖如斯，怪不得韩明的异能这么强。把6000吨粮仓收入空间后，空间几乎就满了，以后再碰到大量物资都放不下了。第一，超级领主系统开启，请宿主提升基地人口，基地人口提升1倍，奖励空间面积翻倍。来到 K1 基地，韩明，这是我们的证件和传呼机，有事你可以亮身份，没人会拦你，或者用传呼机找我。K1 基地人口这么多，挑选一些有技能有特长的居民挖走，赶紧把陆婉清打发走，我可不要小尾巴。谢了，陆队长，我自己去转一转。来到居民区，你们这些废物全都滚！
干个活慢吞吞，屁用没有？我们老师年龄这么大，你们怎么能对一个老人家动手？我打的还就是你们这群废物，你们还当这是末世前呢，还尊老爱幼。现在是末世，谁拳头硬谁说了算。今天就收拾你们这些垃圾，你们能拿我怎么样？他们应该都是参加基地建设工作的工人，但是老人做事特别慢，拖整体后腿，年轻人心里不平衡。住手！你算什么东西？滚一边去！长官，对不起，我有眼不识泰山，我没有打架，是他们自己不想干了，他们自己要走。你胡说！走吧，别给人家管理者添麻烦了。这次管理者能出面制止，不可能每次都在。只要管理者一走，这些人对我们只会变本加厉。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我们以前是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是我们的王教授，他很有名的，出过很多研究成果。你们是研究什么的？高分子材料。高分子材料应用领域很广，包括不限于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电气等等。但是这些研究需要专业研究设备研究室，这对于还在温饱线上的 K1基地来说，一点也没用。管理者，多谢你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基地添加任何麻烦。我让你们以后继续搞研究，1日3餐，顿顿有肉吃，还提供科研设备。长官，你们是要搭建研究院了吗？ K1基地终于需要我们了。不是 K1基地，是民邦基地需要你们。民邦基地怎么没听说过？算了，反正 K1基地也不需要我们科研院，万一真的如他所说可以继续搞研究呢？先生，我们还有家眷和学生。没问题。然后学生还有家眷，只要肯干活也没问题。然后学生还有学生，学生的学生还有家眷。我操，你他喵的在这套娃呢？总共多少人？总共28人。我全要了，不过我不要无用之人，他们去了也要工作，可以种地养猪等等，只要踏实做事，顿顿大白米饭，顿顿猪肉，零食新衣全都有。老头子，这某些人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骗子？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待遇？他是谁？你们弄清楚了吗？可别一出基地就被卖了，而且他就这样把你们带走，跟谁说了？他有这个权利吗？看着就不像好人。史真香，他可是你老师的老师的老师，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反正你们去吧，我们一家都不去，路上嘎了都不知道怎么嘎的。韩先生，你在哪里？我在居民区，你现在在哪？我有事找你。你在那里等着，我过去。老师，这是我们的陆队长吗？老娘看出来了，你就是来装牛波一的。什么带他们去你的基地，什么找陆队长要人，我们陆队长日理万机，你这吹牛靠谱点，还弄个假录音，装你苗的大头鬼。你们也是读书读傻了，一点脑子都没有。韩先生，我找你要点人，带到我的基地去，你开个价。这不必，只要他们愿意走，韩先生带走即可，不过他们的物资都要留下。可以，你们所有东西都不用带，人明天跟我走就行。你们能跟韩先生去他那里是好事。我这次绝对没选错，跟着韩先生是对的。我操，陆队长可从没说过这种话，难道真有这种好事？随后和陆婉晴回到他的别墅。大帅，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进化业是人类的未来，你自己心里肯定有数。难道你想置基地发展于不顾吗？你赶紧滚蛋！原来陆队长回来了。陆队长，你好好劝劝你爷爷吧，一起为基地发展不好吗？王部长，我还有事。陆婉晴的爷爷原来就是 K1基地的大佬。如今进化业在我手上，我倒是看你们还能得意多久。你带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这正是我想告诉你的事。我们基地研发出了针对异能者能提升的净化液。陆婉晴，你是不是偷了我的饼干？肯定是你偷的吧？爷爷，我还有客人在。晴晴，这位是？爷爷，他就是韩明。小明同学，我是陆婉晴的爷爷，很感谢你几次救了我孙女。请坐。晴晴啊，把爷爷那盒珍藏饼干拿来招待客人。对，我的饼干去哪里了？陆老，不用找了，我不吃饼干。那是什么？你别碰，那个有污染性，那个姓王的异想天开，这种危险性极高的东西根本不能给人使用。我是陆婉晴，什么事？说。爷爷，王里已经私下招募大批异能者，免费给他们发放净化液，他是要跟我们作对到底。这个混蛋眼里还有没有人命？陆老，你们为什么要一直惯着那个姓王的？小明同学，不瞒你说，上次药品研发厂晴晴获得了一个神秘的东西，只有王力团队破解了。他们在丧尸晶核里提取出了净化液，
能提升异能者的异能。我们不是惯着他，而是进化液太重要。他手上有强大的进化液，可以通过掌控异能者来约束我们军队。但是这个进化液副作用太大了，我接受不了。爷爷这是陷入了两难境地，既不能对王力下手，阻止进化液的发展，但同时也不能接受进化液带给人类的副作用，这是一个根本没办法破的局。进化液我这有，提取纯度100%，无任何副作用。什么？你说什么？我可以卖给你们。赶紧来人，抓紧时间检验一下这款净化液。半小时后，竟然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异味，纯度竟然能达到这么高，老夫属实开眼了。恐怖如斯，简直恐怖如斯，怪不得韩明的异能这么强，原来韩明在很久之前就研发出来了净化液，太可怕了，他究竟还有多少秘密？一个人打造了一个末世城堡，一个人还拥有一堆异能，还早早就研发了净化液。小友，我代表人类的未来感谢你。先说好，我这净化液10个金盒换一个，我只收金盒。小友，你这价格太无私了。要知道我们基地研究出来的净化液成本都要10比1了，我之前一直觉得韩明小心眼，是我狭隘了。我是不是要少了1个金盒我就能提炼1只，兑水的话能提炼2只。传令下去，韩明以后就是我们 K1 基地的座上宾。千安，把我的珍藏茅台拿出来，今天我和小明不醉不归。都对，老明，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哥哥，韩明以后就是我们 K1 基地的座上宾。第二天一大早，陆老便亲自来送我。有空常来看看。没问题。这是1000枚金盒，先给我100支净化液，有货吗？必须有，回头派人给你送来。回到基地，制作了100支净化液，掺了一点水，共消耗50枚金盒，含泪赚了950枚金盒。就算这样，我掺水的精华液也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带着我的新居民来到种植区，在个大基地都忙着修建高墙抵御丧尸，小基地跟无头苍一样到处寻找安全区的时候，这里竟然已经开始恢复生产了，恐怖如斯，简直恐怖如斯。这民邦基地是天堂吗？营主大人，您来了。给你们带了一些新伙伴，末世前是研究所的研究员，欢迎各位科研人员加入。看来今天我们要好好庆祝一番了。我去超市买点肉，今天晚上大家尝尝我最拿手的东坡肉。那我去杀几只鸡，我老公做的鸡公煲特别好吃，大家一定要尝尝。我去超市买点饮料和瓜子，大家稍等。末世之后，再也没看到这么友善的场面了，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不仅鸡鸭鱼牛羊样样都有，竟然还有超市，恐怖如斯啊！那个史正香看到这场面，估计肠子都悔青了。1. 检测到新居民21名，奖励宿主2100积分，新居民忠诚度提升10%，当前新居民忠诚度99%，检测到完成人口提升任务，奖励空间翻倍。接着，我带着夏天去扩展领地，突然前面跑出来一个女生，后面跟着残疾丧尸。一道士杀了他，那个丧尸很好杀的。不行不行，我下不了这个手。你真是个废物，我怎么选了你这么无用的人结伴？你死了算了。完蛋了，这次恐怕死定了。你没事吧？他的异能竟然是瞬移，空间系异能的一种变种。你没事吧？谢谢你救了我。对不起了老人家，以后我有时间一定来看你们，一路走好。这个年轻人怎么有点熟悉？不会是末世10大狠人榜的楚岚轩吧？你叫什么名字？恩人，我叫楚岚轩。我爹妈，真是楚岚轩。末世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最极致的坏人，同样也有最极致的善。10大狠人榜里唯一一个不以杀戮、不以狠活上榜的牛人，所有人都称他是末世里的一道光。可惜好人往往没有好报，因为帮助他人死于末世第9年。恩人，你叫什么？韩明。韩明，好，我记住了，我以后一定每天给恩人祈祷，保佑恩人长命百岁，感谢恩人的救命之恩。救命之恩，你就嘴巴上还我吗？这么优秀的人，一定拉来做我的小弟。恩人说的对，救命之恩我该当牛做马的报答你。恩人，你想要什么？既然你都说了当牛做马，那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牛马，加入我们民邦基地。这么简单粗暴的吗？我答应你，以后你就是我的队长。1. 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0，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99，奖励特殊属性瞬移。瞬移让我直接多了一个超大的补兵牌。队长，你也会这个？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会呢。而且你好像比我厉害得多。
谁让我是你队长，总要带领你们进步，以后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吗？好，走，我们回基地。对于楚岚轩这样的圣母，我是不能带她出去杀敌的。不说她会不会杀丧尸，就她那圣母的属性，肯定给我招来一大堆麻烦。以后你就留守基地，帮助居民，必要的时候用你的瞬移保护居民，负责我基地的后勤事务，顺便打理防空洞。帮助居民，我可以，我能干。领主大人，你回来了。徐静，给你介绍一下你的新队员，他叫楚岚轩。你好，我叫徐静，是老大的。我知道，是牛马，我也是老大的牛马。月底最后一天，寒流入侵，当天气温直降到零下。多亏基地的研究员研发了新型塑料大棚，得以保全地里的蔬菜水果。想必外面的基地面对突如其来的寒流都不好过。不想了，既然下雪了，出门遛一下狗，顺便练习一下瞬移。我的妈呀，我是不是还没睡醒？老大怎么飘来飘去的？我明白了，瞬移的内核消耗的是精神力，看来我的精神力还是太弱。提升精神力的办法，第一是频繁使用异能，第二则是服用精神系丧尸的净化液。看来需要收集大量精神系丧尸晶核了。此时 K1 基地，刘郎你好，我是希望基地的齐桑。齐队长，有什么事吗？我听闻陆队长曾在联合药厂拿到一批数据和仪器，对吗？你到底想说什么？联合药厂曾经是我集团的一个分公司，联合药厂有的数据我也有，而且我有更多关于晶核的研究数据。想必贵基地现在肯定已经提取了净化液，发现了你们所研究出来的晶核净化液杂质很多，副作用也不小，对吗？然后呢？我希望基地想和你做一笔买卖，我们研发出来的净化液杂质比你那少一半，副作用降低30%，给我们基地100吨狼式，外加1000件免疫，我给你100支净化液。我这个提议陆婉晴不可能拒绝，毕竟我们净化液绝对是全球领先水平，一支净化液才卖他1吨狼式，价格虽然高点，但是这么好的净化液就值这个价。刘老你笑什么？是觉得价格贵吗？你要知道，我们希望基地的科技是现在最强，绝对值这个价钱。那你知道明邦基地韩明的净化液吗？韩明也在研究净化液吗？是的，韩队长给我提供的净化液没有任何杂质和副作用，而且价格极低。我亲爱的主人，你有一条新消息，来自 K1 基地陆婉晴，是否接通？接通。韩先生，我想再要一批净化液，还是之前的价格，可以吗？可以，给我再搞一些精神系丧尸的晶核，一个精神系晶核给你10支净化液，有多少要多少。K1 基地以后就是我的户外杀丧尸队，明邦基地只负责搞生产，户外杀丧尸收集晶核就交给 K1 基地，绝对赢麻。完全可以。还有一件事，希望基地也想找你买净化液。齐桑吗？是的，齐桑刚刚找到我，他想把净化液卖给我，在听到你那里有更好的净化液之后，他很想买一支。他卖多少钱？1支1吨粮食，外加10件棉衣。我操，这个齐桑心是真的黑，不，还是我心善了。韩先生，你卖给他吗？当然卖，1000枚晶核一支，其中最少包含1支精神系晶核，还有我的净化液，所有基地都可以买，大家价格20晶核一支，希望基地除外。看齐桑挣钱，我他喵比吃屎还难受。还有一件事，气温骤降，我们基地准备攻打服装城，你来吗？危险系数未知。都有哪个基地？目前只有一个平安基地。平安基地，上辈子就是被这个基地坑死的。什么时候出发？我去。3天后出发。月底最后一天，寒流入侵，当天气温直降到零下。3天后，攻打服装城的队伍集结后，分别是明邦基地、K1 基地和平安基地。老大，你怎么了？徐静，你记住了，平安基地就是我们的仇人。我知道了。上辈子不止我被平安基地坑死，徐静也和我一起生活在那里。徐静过得也非常差，甚至平安基地那些所谓管理者还经常调戏徐静。眼前这个男人就是平安基地老大卢文。欢迎你们，太欢迎了！看到你们来，我简直开心坏了。你就是平安基地的卢队长是吧？是的 ，K1 基地的陆管理者真是年轻有为，早就听闻陆队长的大名。你们 K1 基地才是咱们的大统，我们小基地全都要仰赖你们。卢队长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听闻陆队长之前完成了一次寻找粮仓的任务，那肯定是大获丰收。不知道陆队长能不能给我们一波物资支援一下？我们平安基地最近太困难了。卢文队长，如果养不起基地的人，我可以派人过来都接走。对不起，是我唐突了。现在大家都不容易，那肯定不是以前有国家来调控帮助，
我原本一直以为 K1 基地就是官方的大图，能帮助我们这些小基地。卢文队长，你是还活在过去吗？他哪里是活在过去，他就是想拿国家名头压你，找你榨点油水。人家卢文队长精明着呢，先是给你一个大统的名号，你要是不给物资，就是自私忘本；你要是给了，也是你理所当然。不管怎么样，人家都不吃亏，当然得这么装傻。妈的，你算什么东西，敢坏我的好事？这位先生，我没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那就更好办了。你既然那么想要大统来保护你，给你调配物资，也不用按照陆队长说的把人都接走，这样你就把你基地的管理权交出来，所有物资全部上缴，参加统一调配，从此所有人都听从 K1 基地安排，这样以后 K1 基地就能天天给你们发物资了，这样可以吗？这位先生，不，我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难不成你就是什么都不想给，伸出手白找陆队长要东西？那你可厉害了，你这个不是给自己找个爹，而是想当陆队长的老爹啊！看韩明怼人，真是一大乐趣，爽！好了，卢文队长是我们这次行动的伙伴，这事算了吧。陆队长，这位是明邦基地的韩明队长。原来是明邦基地的韩队长，早就听闻韩队长大名，久仰久仰。打住！你在哪里久仰过我的名字？不，我应该是在电台里听过，可我从没往外发过消息。你在哪个电台听过？尼玛，这个人真难缠，今天害我脸都丢尽了。等着吧，刚刚听陆队长介绍的。那你说什么久仰？真虚伪，怪不得一见面就算计人家陆队长。小卢呀，你这人看起来不咋地，以后能不能真诚一点？这脸打的真爽啊！不过韩明好像和卢文有仇似的，这不应该啊！你们真的不认识？难道只是单纯的维护我，替我出头？不会吧？今天大家赶了一天车也累了，我们先去平安基地过夜，明天出发服装城。毕竟晚上行动是很危险的事。陆婉晴同意带平安基地一起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平安基地要招待他们一夜，毕竟 K1 基地距离服装城太远，平安基地就近得多。太好了，我很早就在基地里安排好了，就等你们来了。来到平安基地，院子里站了200人左右。陆队长，这就是我们平安基地了。怎么不让他们去房间里？外面这么冷。大家都很期待你们来，听到你们要到访，就算天再冷也要欢迎，我也心疼啊。我笑了，是心疼还是特意卖惨？你要是真心疼，早就给人家生点火堆取暖，特意来这一出，摆明就是想让陆队长看了后心疼，多给你点物资。我他喵裂开了，哪有这样直接拆台的？这个人到底是情商低还是故意的？韩先生，我这里就这条件，你要是说我卖惨，那我也没办法反驳。陆队长，听到没？直接摆烂了，这是把问题抛给你，让你看着办。你说这个人心眼怎么这么多啊？这打脸打得真爽，比我物理打脸爽多了，佩服！气死了，真是气死了！陆队长，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本来说好大家一起拿物资，我就是想拿我们应得的那一份。你如果愿意，愿意什么？想好了再说。又是伸手要东西的话，你这窝囊废基地领导就别当了，把人都给陆队长吧。行了行了，大家都赶紧回去吧，都走。妈的，本来还打算利用这群人找陆婉晴先要一批物资，没想到遇到个这么难缠的家伙，气死我了。上辈子和你打交道10年，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放什么屁。大家今天都累了，都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出发服装城。晚上出去溜达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小妹妹，你去哪里？你们别过来！好，瞧上你是你的荣幸，还敢跑你猫的！今后你疯了，你敢打我？这个人就是上辈子唯一一个在基地帮助我的人，金狐，人称暴躁老哥，人狠话不多，就会给人大逼斗。不错不错，来平安基地这一趟又能挖一个人了，回去睡觉喽。韩队长，小卢呀，什么事说？韩明，我警告你，不要再打扰我的事，不要以为傍上 K1 基地我就不敢动你，你得多为你的以后考虑，多个朋友比多个敌人强，不是吗？你说的有道理，你过来。果然好糊弄，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再怎么着还是社会经验太少。卢文队长，我告诉你一件事，不是我傍上 K1 基地，而是 K1 基地傍上我，懂了吗？卢文队长，我告诉你一件事，不是我傍上 K1 基地，而是 K1 基地傍上我，懂了吗？第二天一大早，陆婉晴就看到肿得跟猪头一样的卢文。卢文队长，你这是不小心摔倒了？摔倒能摔成这样？我不信。卢文队长，你不会被人打了吧？肯定是被人打了，而且看他的脸，下手的人狠辣程度，我平生仅见。
毫无人性。说谁没人性呢？我只是给卢文队长做个脸部按摩。果然是韩明打的，也就韩明能干出来这个事。行啊行，你们真行，做完我还挖苦，等我卢文翻身，有你们好看。老大万岁！老大万岁！老大万岁！想什么呢？小卢，我们出发吧。清理完周围的丧尸，物资怎么给我分？你看中了自己拿，你拿的都是你的。我一个人才能拿多少？这不是拿你剩下的吗？难道不是我拿你剩下的吗？臭小子，还在我面前装！你有空间系异能的事情，我早有察觉了。看你反应，应该是真的。陆队长不愧是陆队长，行，那我就和你5-5分吧。此时卢文这边分别带了双系异能者金虎、空间系异能者凉风。凉风，一会大家伙给你挡着，趁这群人不注意，你偷拿一些物资，把你的3平方空间全部装满。放心吧，老大，出任务前我早已经把空间清空了，我办事您放心。大家靠近，围起来！大家都来看呀，卢文这边偷东西了。陆队长，我看到了，这个叫凉风的有空间异能，他们平安基地把物资收在一起，让他把东西收进空间了。该死，怎么每次都有他？不过好在他没证据。陆队长，没有的事，是韩先生看错了，我们没有偷。那你告诉我，你这个队友是什么异能？韩先生，你真的看错了，他真的不是空间异能者。你发个誓。我发誓，他绝对不是空间异能者。如果他是，我们小队所有人全部嘎了。这他喵卢文，发个誓嘎了也要拉上我们，你大爷！别说了，也不用所有人，就你自己嘎。住！怎么不敢发誓了？要是不敢发誓，承认就承认。现在承认的话，人家陆队长不会要你嘎了，最多扣你们1半物资。发誓就发誓，你还能有证据不成？能怎么样？我发誓，如果他是空间异能者，我卢文原地嘎了。你要干什么？空间异能者死了就会报物资，我验验就知真假。你不能这样，你这有违道德。年轻人，你不讲武德。韩明，你凭什么嘎人来验证？凭你2句话吗？小样，和我斗，今天奉陪到底。他要不是空间异能者，我自己嘎自己，行吗？我弟亲娘啊，这个韩明来真的啊！我是空间异能者，别嘎我，东西我放出来。我尼玛，太阳穴突突的疼，关键他喵老子发誓自己嘎。陆队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空间异能者。行啊，关键是好出卖兄弟，你行啊，卢文。陆队长，他知道一切都是他指使我干的。你闭嘴！你这个骗子，竟然敢骗我！隐瞒空间异能不说，还害得我发那种誓，你是真该死啊！既然已经承认，把东西都拿出来，你们小队这次的物资砍半就算了，你们接受吗？陆队长，就这样算了，未免太草率了吧？砍半的物资给你，行吗？那行吧，不要白不要。不过那个人是空间系异能者，不能让他搬物资了，他说不定还会偷藏。钱，你现在起来执行守卫任务，发现周围丧尸，击杀，不用搬物资了。我他喵可是空间系异能者，走到哪里都是宝贝，被保护的对象。打丧尸，这不是他喵要我的小命吗？你他喵墨迹啥，还不赶快去！物资全部清空后，外面下起了大雪。今天大家在服装城将就一夜，分2拨人轮流守夜，明天各自回基地。夜里来上厕所的时候，听到外面有人说话。那个叫韩明的到底是什么人 ？K1基地所有人怎么都客客气气的，全都惯着他？不知道，听陆队长说是一个小基地的管理者。一个小屁孩能有什么本事？不会是陆婉晴同父异母的兄弟吧？肯定是这样，这年头1个月孩子也能这么嚣张。尼玛，金虎你疯了！韩明又不是我们基地的，我们说他，你打我们干什么？刚刚听到你们对我很好奇。不，我们没有。没事，好奇我就告诉你们，你们不就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对我客客气气的吗？为什么？因为都是我打服的。恐怖如斯，全都是要命，但是不致命。如果我的弟弟能像眼前韩明一样，肯定不会出事。来一根吗？不会，谢谢。我对金虎的了解都是基地里其他人讲的，他们说金虎在10几岁的时候就犯过事，关进少管所几年，出来后就在地下打飞拳，沉默寡言，脾气暴躁。这一身小图案也让人觉得不是个好人。怎么可能不会？没关系，我的东西你可以接的。我真的不会，我弟弟最讨厌这种味道。你有弟弟？那他现在在哪？没了。变丧尸了吗？不是，我老爹是工地工人，在我7岁那年发生意外走了，我妈去讨赔偿金，包工头不给，
他就一头撞在工地门口，也走了。然后就剩下我和弟弟相依为命，我到处打零工，供弟弟上学。结果有一天，他给我打了很多电话，说不想读书了，我强逼着他去学校学习，结果他跳楼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学校天天被欺负，自己想不开了，都怪我，要不是我逼他去学校，肯定不会出事。我就这一个弟弟。老哥，事情过去了，我要是你弟弟，肯定以你为豪，你给他报仇了，还一直保护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你很优秀。你能再叫我一声老哥吗？从前我弟弟也经常这样喊我，好多年没听到了。那你考虑跟着我干嘛？老哥，老哥跟你干，就冲这声老哥，老哥以后一定保护你。1. 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0，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100%，紫色忠诚度，永不背弃。直接就是紫色忠诚度，哪怕就是徐静，也是培养了很久才达到这个阶段。1. 守卫特殊属性复制，火系和金系双系异能。突然一股充满杀戮的气息扑面而来，老哥，我们赶紧回到部队，有不速之客。突然一股充满杀戮的气息扑面而来，老哥，我们赶紧回到部队，有不速之客。来到楼下，看到浑身散发着杀气的男人。你们动静这么大，万一招引来的丧尸把我们包围了怎么办？你的人吗？不是，我合作的基地的人。是我的人，我是平安基地的管理者吴文，我手下口无遮拦，不要怪。请问你是？这个人一看就不好惹，蠢货！给陆婉晴一个面子，不杀你们。我可太好奇了，这样的杀胚猛男到底是谁？月图，好久不见。陆婉晴，好久不见。什么？竟然是月图，火种基地的管理者，那个传说中10大狠人榜里稳居榜首，常年把自己基地杀的只剩火种人口的火种基地管理者月图。陆队长曾经和月图一起执行过任务，他和我们不太一样。当然不一样。就月图前世的威名和事迹，陆婉晴他们真干不出来。一个是守护，一个是绝对暴力。金虎，你在那里干什么？赶紧过来！金虎现在是我的人了，他跟我了。你这样公然挖我们基地的人，还不跟我们打招呼，是不是不好啊？我尼玛，就你这张嘴，早晚完犊子！我不插嘴，你自保多福吧。有意见来我面前说。陆婉晴，跟我合作吗？你想干什么？攻打城市。我今天潜入过 A 市一趟，大批物资都在城市里，只要我们拿下一个城，物资根本不用发愁。而且丧尸只有杀没有防，指望防守，死路一条。把丧尸杀得越多，我们才越有希望。上一世，月图就一心想要反攻城市，但是奈何整个东部只有他一个分部，他的火种基地资源太匮乏了，根本养不起人，除了往外杀，别无他法。你展开说说你的计划。你的男人吗？不是，别误会，他是冥邦基地管理者韩明，他实力很强。陆婉晴说实力强的，那一定很强。我叫月图，火种基地。先讲讲你的想法。末日爆发，幸存者百不足一，城市遗留下来的海量物资资源足够所有幸存者用几百年。只要我们拿下城市，物资就不会是人类最大的危机。而且我们的危机就是丧尸，只有把丧尸全部清理掉，我们才能真正的安宁。但是你要知道，城市丧尸很多，而我们幸存者没多少人，这样杀很难。你发现丧尸会进化吗？陆婉晴，你也发现了吧？丧尸是会进化的。没错。如果我没猜错，未来几年丧尸只会进化的越来越强，而我们没有足够物资存续发展，只会越来越弱。到时候城市里强大的丧尸都跑出来，所有基地只有死路一条，苟延残喘，最多10年。这个月图不光看得远，还看得奇准，10年苟延残喘，这眼光毒辣到我都要觉得他也是重生者。我知道，但我们现在的力量还是太弱小，凭借现在就大举反攻城市是一件非常盲目的事。我们 K1 基地5000人刚刚稳定下来，什么发展都没有，没有稳定的后勤，没有源源不断的产出，基地还在起步阶段，攻打城市根本没有这个底蕴。万一出点事，整个 K1 基地的人都要下地狱。陆婉晴，时间不会等我们，一切防守都是饮鸩止渴，不是丧尸灭种，就是人类灭种。一旦丧尸全面进化，我们就没有机会了。月图，你知道一旦失败的后果是什么吗？背水一战的后果只能是加速死亡，更何况未来还有没有更好的反扑机会，谁都不能保证。背水一战还有可能扭转乾坤，而且未来真的没机会。月图，你说的很对，人类想要拿到主动权，只有现在。1. 超级领主系统启动，反攻城市任务开启，宿主必须占领 ABC3市中任意城市，消灭城市里全部丧尸，完成即可获得超级大礼包。任务期间，每占领城市领地的一片区域，奖励升级大礼包。月图，我们一起干。韩明，
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讲。月图疯了，你也疯了吗？末世才半年，你们哪里来后援物资，哪里来实力？你不要跟月图疯，他这个计划几乎没有成功率，你跟他一起干，只会阵亡。陆婉晴，那我也告诉你，未来真的如月图所说，丧尸全面进化后，人类没有反扑的机会，只有灭亡。我也想反攻，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实力。你等几年，我们 K1基地稳定下来，有产出、有物资、有实力再反攻，别跟他疯。陆婉晴，我告诉你，未来3年连续天灾，你没有喘息的机会，你信吗？3年天灾过后，城市丧尸全面进化，你别说反攻，连防御都很难，老天根本没有让你调整的机会。你想要拿到主动权，只有这3年咬紧牙关，拼尽一切机会反攻，否则3年一过，你资源匮乏，丧尸进化，你想要拿到主动权根本不可能。人类气运的改变就是现在了。但是那是打城市，你有足够的物资吗？月图可是什么都没有。陆婉晴，跟我一起打吧，我可以养你们小队。这件事很大，我回去听听大家意见，可以吗？回去你就说，谁愿意跟我打城市，我养谁，而且10个金盒兑换净化液。你真是铁了心要打城市。你要是不信，可以等今年过完年看。今年的冬天会持续到4月份，开春之后就是大旱。我在攻打期间可以给你们提供食物，包养你们小队所有消耗，搜刮到的物资55分，但是打下来的城市属于我的。物资55分没问题，但是城市打下来都是你的，那可不行。这样吧，我们成立一个联盟，互相独立，互不干涉，只一起进攻。进入城市后，大家可以一起居住，而我可以给你盟友的一切便利。1个金盒1斤大米，我可以卖给你们基地，养你们。这个条件确实很诱人，但是这不就成了给寒冰打工了，而且还是纯外包的工种，这怎么行？不行。这个呢？这是净化液。这么纯净的净化液，平生第一次见。陆婉晴说你很有实力，我算是见到了。我们联盟叫什么名字？明邦联盟。今天大家回去收拾装备，2天后聚集准备进攻城市，回到基地。我亲爱的主人，你有一条未读消息，来自 K1基地陆婉晴，是否接听？接听。韩明，我把你要组建联盟反攻城市的消息发出去了，除了星火基地，其他基地都不响应。希望基地的齐桑听到你这个计划，特意给你做了建模统计，他想让我带他给你讲几句话。他有什么狗屁快放？齐桑说现在人类的力量根本没有打丧尸的实力，在他的建模里，幸存者和丧尸数量的对比在1比30，也就是现在所有幸存者加在一起1万人，最多能抗衡30万丧尸，但是 A 市的人口100多万，这意味着你要消灭70万的丧尸，才能达到大家全都反攻的难度。但事实上，幸存者你最多能号召1000人，这代表你打城市的难度比齐桑模型难度值高上1000倍不止，你几乎没有胜算。他强烈建议你停下来发展生产力，可以加入他的希望基地，他可以和你共同治理发展科技。以后那个废物的话不用跟我说了。韩明，我跟我爷爷说了这件事，他说你是好样的，我们 K1基地正式加入你们明邦联盟。非常好，准备一下，明天准备进攻城市。聚集后来到 A 市，这次目标是最边缘的高新区，300余人的团队对战，将近3万的丧尸。我带着徐静、金虎在中间，左边是陆婉晴的基地，右边是月图的基地，后面则是星火基地。海量的丧尸感受到了鲜活的活人气息，排山倒海的丧尸潮涌了过来。为了避免周围丧尸全聚集在一起，全体使用逆能或者近身肉搏。1个小时后，第1波丧尸潮清剿完成。所有人处理一下现场，小心一点。明天我们逐个小区进去清理丧尸，大家出发食品加工厂。打城市期间，所有人都暂时住在这里。星火基地500枚金盒兑换的50支净化液，稍后派人给你送去。联盟贸易成功，增加500积分。兄弟，给我100支净化液，再给我5000斤大米，这里面是6000枚金盒。联盟贸易成功，增加6000积分。粮食你现在要吗？对，我现在就派人给基地送回去。不用派人送了，我亲自给你安排，又快又安全。你准备怎么安排？无人机。奶奶的，你还有无人机？陆婉晴在哪找的你这样的宝贝？明邦联盟以明邦基地为中心，所有联盟内基地都开启了物资流通，所有金盒都流入我这里，带来源源不断积分的同时，他们使用净化液也是增加联盟的实力，一举两得。从此，我的净化液就是明邦联盟的专供，不再卖给其他基地。明天继续清剿高新区剩余地界。收复高新区成功，奖励宿主产业升级，奖励全自动农耕机10套，可耕种10万亩，自动灌溉机1万个，方便面生产线10个，
干菜生产线10个，领地范围内所有土地产量翻倍。第一阶段圆满结束，大家分物资，休息几天。徐静，老哥，你们俩留在这里统计收缴的物资，我先回基地一趟。来到基地，这是我这次带来的好东西。基地能耕种的区域划分出10个农场，每个农场安排2个居民。我们正式进入全机械化种植生产，这样我们种植人员减半，耕种面积却扩大了10倍。多出来的劳动力进入生产线上，开始加工泡面、干菜等食品。虽然我们基地很小，但是我们小的基地生产力却是所有基地加在一起的100倍。1个月后，这群笨蛋打城市是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绝不是我们现在就要做的。老大说的对，首先不能用大规模的武器，避免把整座城的丧尸引爆，那么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一寸一寸的清剿，1米米的推进，就像那些苦行僧万里修行一样，没有半点捷径可以走，一点点把城市啃下来，这个过程稍有不慎就是死。老大说的对，现在才末世半年，所有人类幸存者只能算是刚刚稳定下来，大家连发展都还没开始，他们就想反攻城市，韩明他怎么敢的？异想天开。老大说的对，老大，电台传来消息，民邦联盟把高新区全部拿下了。你说什么？民邦联盟把高新区全部拿下了，韩明他们成功了。什么？他们竟然真的成功了？这怎么可能？就算高新区是 A 市5大区里人口最少、地形最宽阔、最好打的，里面最起码也有15万丧尸，竟然全部歼灭。而此刻的 K1 基地，陆婉晴，你基地确实比我那里强很多，我还差得远，连生产都没恢复。想要快速恢复生产太难了。韩明那里呢？他的民邦基地什么样子？我跟你说，我从没见过他的基地，你信吗？半个小时后，月图和陆婉晴来到我的防空洞。我尼玛，这小子是给自己建了一个碉堡啊！你们是谁？告诉你们老大，我来他这里参观一下，我叫月图。我家老大不在，我得给你请示一下，你们在门口稍等。走吧，老大让我带你们过去。怎么，你们基地还不在这里吗？当然不在，这里是我家老大的家，我们的基地还在后面。这只是韩明的家，那他的基地得是什么样子？我可太好奇了。来到民邦基地，一排排的别墅以及周围机械生产的声音，还有一阵阵香气从一栋栋别墅里飘出来。我尼玛，别的基地连农耕生产都没恢复，韩明已经跳到工业时代了，恐怖如斯。现在已经不是外面基地加在一起跟韩明比了，而是加在一起乘以10都没办法跟韩明的基地比。他只是跟我说他建了个基地，但是这家伙低调的过分，从来没说过他的基地这么牛，更是从不在电台里宣传炫耀，弄得所有人都以为他民邦基地是个很小很弱的基地。陆婉晴，你之前说他实力很强，我觉得你说的一点也不对，这哪里是很强，这简直他喵的绝了。你们来了，民邦基地欢迎你们，我这穷没什么招待你们的，别见怪。尼玛，你这还穷啊？敢不敢再给我们哭穷一点？领主大人，我家又没肉了，你等下来我家吃饭吧，我妈妈做红烧肉给你吃。让你妈妈再多烧2个菜，今天我有客人在。那我再去买点肉，我请领主大人吃。你这里竟然有物资超市，竟然还卖猪肉？是的，但是就不领你们参观了，省得你们看了眼馋挠心。恐怖如斯，韩明这么小的基地，竟然有几万亩的大农场，有工业化的食品加工厂，有家畜，还有卖猪肉的物资超市，有完善的防御工事，有成熟的交易体系，简直恐怖如斯。在韩明面前，我们 K1 基地简陋的就跟非洲大陆的原始部落一样，根本没眼看。大哥哥大姐姐，来我家休息一会吧，等会开饭了。你们不用特意招待我们，大家平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就可以了。大姐姐，我们平时就这么吃呀。云朵乖，低调一点，免得友邦惊讶。你们别灰心，虽然比起我差很多，但是你们比别的基地强呀。没错，末世前我在国外就发现了丧尸病毒。吃过饭回到基地，韩明，我想和你贸易，我想请你帮我加工一批食物。都是朋友，这肯定好说，谈钱就行。每加工1斤，给你0.2斤手工费。给我0.5斤手工费，我可以允许你用食物兑换我们的干菜包，3斤粮食换1斤干菜包。没问题。陆队长，你通知下去，明天我带上金虎和徐静，你带2名精锐，月图带2名精锐，我们先行进入城市，深入一下探探路，了解具体情况，做好过攻略后再全面进发。没问题。第2天前行的车前面忽然冲出来一个女人。救救我，求求你们了，救救我。你怎么了？我是逃出来的，要是他们抓到我，一定会被打死的。救救我，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这张脸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跟我妈妈长得好像。你不会叫欧阳兰吧？你怎么知道？真的是欧阳兰，我妈妈就姓欧阳。这是我的小姨，小姨比老妈小10岁，比我大了13岁。小姨是个精神小妹，待我非常好。在我小时候，经常带我喝酒蹦迪，还是个恋爱脑。18岁爱上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私自跟他一起出国。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小姨欧阳兰了。小姨，是我韩明。明宝宝，你是明宝宝吗？怎么办？他们追上来了，该怎么办？小姨，你别怕，我在这。小时候你保护我，现在我保护你。小子，把人交出来！那个女人是我们的，不把人交出来，你们完了！兄弟，误会，绝对是误会，我们刚刚看错了，绝对不关大佬们的事，我们立马滚！站住！我允许你们走了吗？这位大哥，你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车上刚刚收留了一个女人，是你基地的吗？这是什么意思？这难道是想还给我吗？以前是，但是现在如果大哥想要，就是大哥的，毕竟大家都是幸存者，就该互相帮助。大哥看上了我就送给你们。送给我吗？当然，如果你们想给我们一点物资也是可以的，毕竟那一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我们总归没玩过几次。玩过几次？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好给你算价钱。那个女人以前挺倔的。哦，对了，她还有点特异功能，能催眠丧尸。以前跟我们一起打丧尸，我们都没玩过她，也就这段时间，她特异功能不行了，只能沦为我的玩物。我们总共也就玩了半个月吧，大家就当交个朋友。你们要不然就随便给点物资。我是昌盛基地，你们是民邦联盟。送给你们几句话：人若犯我，说不定还能有口气；招惹我心里的人，只有死。老哥，徐静，这些人一个不留，全都嘎了。陆队长在向全部电台发消息：昌盛基地的男人有一个嘎一个，全部斩首。我赏粮，多劳多得。来到附近郊外工厂，小姨不用担心，下来吧，这是我的地盘，很安全。你们先行探索城市，我和小姨单独叙旧。别担心，在我这里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明宝宝，小姨，是我。小姨总算找到你了，我找了你好久好久。你一直在找我吗？没错，末世前我在国外就发现了丧尸病毒，当时我就知道肯定要出大事，赶紧赶回来找你们。对了，你妈妈和你外公外婆呢？他们很早就去世了，外公在你出国后第3年走的，外婆没多久也走了。我妈妈在我14岁时出车祸走了，还好他们也不用看到世界变成这个鬼样子了。都怪我，当年要不是我那么任性，他们肯定不会出事。跟你没关系，小姨，你再也改变不了什么，最起码不会让你一个人孤零零长大。对了，小姨，你说你在国外就发现了丧尸病毒吗？对的，丧尸病毒在末世爆发前就有了，一直在潜伏。我带的团队就发现了这个病毒，直到我意识到这个病毒根本不可控的时候，我立刻回国来找你们。但是我还是来晚了，我飞机落地的时候，丧尸病毒就全面爆发了。小姨，你竟然还是搞研究的？我可是著名的病毒学家 Anita。 你说什么？你是谁 Anita？ 怎么了，臭小子？你小姨我一直搞研究，只不过那时候你太小不懂而已。 Anita， 10大狠人榜里唯一一个女人，傀儡师 Anita。 在上一世，她前期经历根本不详，只知道在很多基地里流亡过，后期进入了齐桑的希望基地，直接成为希望基地最厉害的病毒专家，异能更是催眠丧尸3秒，失去猎捕目标。所以说，上辈子了不起的病毒专家傀儡师 Anita 竟然是我的小姨。明宝宝，你怎么了？小姨，你竟然还会催眠丧尸，你这是什么异能？这哪里是什么异能，那是我研发的病毒喷雾。我以前研究丧尸病毒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病毒的弱点，它对阿雷药有一定抗拒性。我调配出一个配方，喷在丧尸的眼睛上，能让他们暂停行动1到3秒。我上个月喷雾用光了，所以才会被那群畜生欺负。原来是这样。明宝宝，你给小姨搞到这些药来，小姨能给你做防身喷雾。这防身喷雾简直是神器，最重要的是普通人都可以用，怪不得上辈子希望基地齐桑后期那么强，明明没什么军事实力，也能扛住好几波大丧尸潮，原来都是靠的我小姨。好，你把要的药品写给我，我下次就得去搜集。1. 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0，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100，金色，永恒唯一。我第一个金色的成员出现了，我小姨欧阳兰。老大，附近探索完了，明天就可以进攻。知道了，老哥，我们先回。
把我小姨送回基地。各位所有人马全都备齐，准备正式进攻。2天后希望基地。现在距离丧尸爆发8个月了，人类基地已经消失了1/3。对了，韩明还在进攻吗？是的，他们在进攻城北，同时他们每一步都昭告整个电台，一来号召更多的小基地加入他们，二来也让一些不长眼的赶紧滚，别干扰他们做事，影响他们进度。韩明，就依靠你那为数不多的才华而骄傲自大，目空一切，你会后悔的。前往 A 市路上求救女子竟是小姨欧阳兰，惊喜得知欧阳兰就是10大狠人榜里的傀儡师 Anita。 韩明也太嚣张了，2天前他电台发布了什么内容？放给我听。好的，老大。大傻子们听好了，我们要打城北，长眼的都给我们让开道，敢打扰我们行动的一律当丧尸消。当然我们也欢迎有智慧的智人加入我们智慧与力量并存的光辉伟大联盟，一起打丧尸。加入你们就是智人，不加入就是大傻子。城北的丧尸是比市区要少很多，但是那里地形复杂，街道又多，他们根本没有好切入点，他这一仗肯定惨败。韩明，你终究还是太年轻。老大说的对。等韩明淹没在丧尸潮中，我们的进化业就是独一无二。大傻子们听好了，我们明帮联盟已经拿下了城北，大获全胜。不可能，韩明怎么会？齐总，你是不是不舒服？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赶紧滚！大家清理战场，收集物资。电台已经发出去，有人来我很欢迎，但是我不会挨个基地求他们。卑微的乞讨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力量。我不需要装腔作势的一大群人，我要的是一支真正统一的钢铁雄狮。徐静，老哥，我去一趟百盛药行。老大，我陪你一起。我也去。不用，百盛药行离这里不远，我自己速去速回，有事我能脱身，毕竟我拥有瞬移异能，万一碰到丧尸潮，自己就回来了。我只是去拿药，不杀丧尸，3个人容易引起动静，自己去就行。老大，你自己一定小心。去忙吧，一定清点好我们的物资。来到药店门口，站着七七八八的丧尸，看到我后都向着我这边冲了。我不慌不忙的从空间中拿出武器，一个瞬移解决掉一个，2个，3个，4个，5个，通通干掉。这个时候，药店里一个男生惊呼：“你们快看，外面有个人，他一路杀丧尸杀过来了！”现场的众人听到男生的话，全都围了上去。没有啊，在哪里？他刚刚分明还在马路对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就没有人了？你眼花了吧？可能是出现幻觉了。还真有客人来。这时，旁边传来了一道年轻女人的声音：“你跟我说说，那个人是什么样子？”男生看到他过来，顿时两眼放光，哪怕是在末世都忍不住脸红心跳。秦小姐，那是个男人。什么穿着个男人？给我仔细讲讲。丽杰，你过来。别理他，秦小姐，我们继续说。丽杰，你还想不想好了？我怎么了？我说话你又不信，我更相信我话的人说话怎么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郭小小嫉妒的看向秦雅，人家秦小姐给我们带来了食物，要是没有她，我们早就饿死了。丽杰，我们现在就分手，你和你的秦大姐过吧。分就分，天天跟看贼一样看着我们，烦死了。秦小姐，我们继续说。忽然一道开门声传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圆形物体滚动过来。我走了进来，我本来静悄悄进来，一刀一个把零散丧尸解决掉，拿完东西还可以原路顺利返回。你这倒好，这下周围丧尸全都吸引过来了。末世这么久，还有这么蠢的人，真服了。你是谁？你要来干什么？李杰故作凶狠的样子，想要震慑一下我。看着这一群想凭2句话就震慑他的学生们，实在是懒得搭理。嗨，大帅哥，我们又见面了。这一幕看得众人全都一愣，这竟然还能认识。李杰心里不由得升起一股酸劲。这个是我末世遇到的最强最美的女人，秦雅秦小姐啊，有物资有实力，而且长得超级好看，简直就是我眼中的完美女神，竟然对一个男人如此热情，气死我了！尼玛秦雅，终于让我逮到你了。不应该是浪漫邂逅吗？怎么会这样？就那么喜欢跑吗？小帅哥，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我没耐心了，再跑一次，嘎了你！我决定还是把秦雅绑回去，24小时盯着，用最纯粹的坚守把他那一点忠诚度提上来。半丧尸之体，这个我一定要，他越不给，我越要。我径直走向药品区。你站住，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不许拿药。上来一步，死！除了这里，其余地方还有药吗？有，
待会我带你去。这时门口聚集了大量丧尸，你们几个赶紧去把大门堵上。不一会传来一声尖叫，几人跑了回来。小小，你没事吧？我没事。发生什么事了？刚刚一个丧尸手伸了进来，抓着小小，还好我们几个把小小拽了回来。检查有没有伤，快点！所有被丧尸抓过的人都会变成丧尸，你们不知道吗？我没有受伤。把衣服全脱了，检查一下。没必要吧？就是啊。你以为你是谁呀？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小小是个女生，凭什么给你看？你个大男人怎么有脸说的？你们爱检查不检查，到时候变丧尸，你们全都死。我尊重所有人的所有选择，包括找死，都和我没关系。小帅哥队长，他们几个都非常愚蠢。我知道，看出来了。小小，小小，你怎么了？我好痛，身上好痛。你们看，小小浑身都在抽搐，青色的经脉从他的脖子一路布满到了脸颊。你别过来！小小，是我们啊！一群蠢货，走，去解决掉他们。小帅哥队长，我最喜欢看你杀丧尸，真帅！尼玛，你给我闭嘴！你迟早是我下一个。小帅哥，如果你变丧尸，我绝对不离不弃，天天抓人来喂你。把药物清空后开车赶回大部队。老大，大家辛苦，我先带这个人回一趟我的基地。你们这几天暂且不要轻举妄动，打附近的小范围丧尸。等我回来了，我们再进攻整个区。我得回去把药品给小姨欧阳兰，让她把喷雾研制出来。有了喷雾，我才敢正式打进城市核心。回到基地，明宝宝，你回来了，你怎么样？小姨，我好得很。让我好好看看。我和韩英那一家再怎么相处，都没有血浓于水的感觉。但是，一看到小姨欧阳兰，就忍不住亲近，因为欧阳兰真的很疼爱我。这种直接纯粹的感情，根本不用嘴巴说就能感受到。好了，小姨，我给你把药带回来了，这几天得辛苦你了。放心吧，交给我。1星期后，大傻子们听好了，这里是民邦联盟，我们即将进攻城北区，预计1个月内城北区全部拿下。民邦联盟随时欢迎智者加入。我们这里对小基地照顾有加，人人团结友爱，人人和善，充满活力，激情四射。尼玛，前段时间你们民邦联盟把昌盛基地一锅端了，男人全都嘎了，一个不留，还好意思说人人和善？你们民邦联盟就是义务悍匪。老大英明，老大威武，老大。停，你先别急着拍马屁。虽然我很讨厌韩明，不过他做的事确实让我佩服。清剿城市丧尸，收复土地的同时，逐渐降低城市100万丧尸的威胁。毕竟100万丧尸注定是一个超大的暴雷，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过我现在还是很不看好韩明，毕竟现在天气开始热了，不是2、3月份的寒潮期，寒潮极大的限制了丧尸们的行动，清剿起来相对容易。天气热了，丧尸行动更加迅猛。再加上城北区可是一个大区，人口众多，他带着 K1 基地、火种基地，再加上一个小基地，总共1000多人。这点人对抗20多万丧尸，痴人做梦。好了，可以拍了。老大深谋远虑。除非韩明他还有什么绝密杀手锏是我不知道的。所有人出行前都喷一遍这个，每个人嘴里再塞2颗胶囊。要是有丧尸近身的关键时刻，你们就咬碎嘴里的胶囊。大家准备一下，准备进攻城北区。这次是小姨欧阳兰研制出来的新型喷雾和胶囊，使用方法更是欧阳兰无数次改进出来的。实验对象就是半丧尸肢体的秦雅。自从喷了老大的喷雾后，追我的丧尸在碰到我的时候都停顿了一下。每次命悬一线的时候，偷袭扑上来的丧尸都出现短暂停滞，而这1、2秒的停滞完全可以让我们扭转局势，绝地反杀。韩明，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预计下，今天这一场正式进攻损失率会非常高，甚至我们所有人都拿不准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打得进去。但没想到，韩明自从那天带着秦雅毁了自己基地1星期后，带回来的东西几乎救了所有人几次命。小意思，我们民邦基地最新的小研究而已。我尼玛，你小子真能装啊！这小研究都快赶上进化役了。韩明一堆异能底牌，简直逆天。齐桑一直宣称我们没有实力打城市，但事实上韩明通通都有，要粮食有粮食，要装备有装备，要后勤有后勤，
他对韩明不能说是一知半解，那简直是一无所知。1个月后，怎么可能？今年开春之后，竟然大旱了。人类是生存力极强的种族，哪怕遇到丧尸病毒，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能重新展开生产发展，直至反攻回去。丧尸绝不是人类最大的危机，但是丧尸再加上天灾，我尼玛，这真是天要亡我！老大，韩明又发电台了，放给我听！大傻子们听好了，我们民邦联盟已经攻下了城北区。我尼玛，这一刻我怎么觉得大傻子这3个字说的那么亲切，就是在说我。韩明他竟然又赢了。他在这么高温的天气下打进了城市里，我连恢复生产都做不到，韩明却能顶着无比强大的后勤压力，带着人把城市一点点啃下来。向民邦联盟发消息，我想组织一次所有基地会谈。民邦基地这边把最后一条街清剿结束后，恭喜攻占一个新城区，奖励第5代全智能核电站，需5人运作，可放置领地内任意位置。徐静，老哥，你们继续清剿物资，我先回去。老大，你走吧，我们已经习惯了。每次你回去，下次总会带来惊喜。这里交给我们。小帅哥队长，看你样子怎么这么开心？你对我忠诚点，我就告诉你。我秦雅发誓，我以后绝对对我的小帅哥队长忠诚，永不背叛，绝不逃跑，生死相随。如违此事，就让我死无葬身之地，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我尼玛，发的是挺狠，要不是系统可以显示你的忠诚度，我就信了。这究竟得是一个怎样强大的人，嘴里就没有一句真心话。谁要是信他的话，爹妈都得被卖了。回到居民区，领主大人，你回来了。领主大人，我们听说你又拿下了一个区，好厉害。领主大人，我们家包了包子，等下一定要来吃。过几天我让小夏给你们上架空调。领主大人，可是我们的电不够，居民区用电都是太阳能板，产能有限，由于生产，几乎所有电力都供给给机器生产了，更别说用空调了。放心，电管够，以后我们民邦基地所有人都能用上源源不断的电。王教授，你挑选5个学历高、为人忠厚老实的居民，让我带走。行，没什么事了，大家伙散了吧。领主大人，这5个都是我自己的学生，为人可靠，事情交给他们放心。我看他们的忠诚度都在90%以上。可以，王教授辛苦了，你们跟我走，来到核电站。领主大人太强了，我们基地竟然还隐藏了核电站。当初选择民邦基地就是最正确的选择，这辈子赖在这旮旯我都不走。你们5人负责核电站的运作，没问题吧？领主大人，您放心。我亲爱的主人 K1 基地的陆婉晴给你发消息了，是否接听？接听。韩明，希望基地启桑组建了一个全部基地管理者的会议，想邀请我们民邦联盟参加。靠小姨欧阳兰研制出针对丧尸的新型喷雾胶，成功拿下城北区。希望基地齐桑知道后，组建了一个全部基地管理者的会议，邀请我们民邦联盟参加。韩明，齐桑组建了一个全部基地管理者的会议，邀请我们民邦联盟参加。在哪里？齐桑想去你的基地。不行，我的基地不给进。我们 K1 基地位置很远，很多小基地过不来，考虑去齐桑的基地吗？他也配？那去民邦联盟星火基地可以吗？行吧。末世里开大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且不说让大小基地跋山涉水，一路克服各种危险到达开会地点，就足以劝退很多小基地。但是我清楚，大小基地都愿意参加会议，是因为都想见见传说中的民邦联盟。3天后，星火基地。星火基地实力非凡，竟然能养得起这么多老人。我刚刚看到了，他们这里不但有粮食，家家还有腊肉。他们基地里70%都是老年人。要知道，在我们这些小基地里，身体比较好的年轻人都活得很艰难，体弱病残的老人一轮一轮被淘汰。这里能养活这么多的老年人，简直不敢想象。星火基地以前是农村，存粮肯定多。这倒是，农村的物资肯定不会少，而且他们擅长种地，就算是大旱也能种出菜和粮食来。而且我听说，星火基地以前跟着参加了攻打粮仓的行动，肯定分了一大堆食物。你们都说错了，因为我们星火基地加入了民邦联盟。我们没加入民邦联盟之前，基地的粮食只能说够吃饿不死人，但是除了粮食，别的什么都没有。加入韩大哥后，他们用晶核兑换进化液，基地内的异能者都进化了。后面进攻城市，每次分战利品，我们都能分到大批物资。而且我们星火基地已然成为仅次3大基地的最大基地。没错，我们能有今天是民邦联盟给的。每次看到自家基地变强大，都万分庆幸当初听了妹妹的话，加入民邦联盟。一开始只是一场破釜沉舟的豪赌，然后就给我们带来了泼天巨富。鸡队长好，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冥邦联盟到底是个什么？你们的实力怎么样？我们加入有什么条件？行动有多危险？跟我进来，我好好跟你们讲讲我们联盟。你就是星火基地的管理者。只见一个年轻男子身后跟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你们是？B 市万安基地。万安基地竟然也来了。为什么我对万安基地没什么印象？万安基地是秦家建立的，就是以前 B 市的大领导秦家，在 A 市也有超大地产公司的秦家。他们基地建在 B 市的富人区，养了大批佣人保镖。他们基地应该不愁吃喝，实力很强，但是他们基地不接受幸存者，只固守自己的富人区基地。原来是末世前就有钱有势的大领导家。K1基地、火种基地的都没来吗？他们还没到，我负责接待。那我们等他们来，你忙你的去吧。希望基地的人来了。齐桑进入星火基地后，便一直观察着这个基地。我一心想要进入韩明的冥邦基地看看，但是韩明不给机会，只能看到冥邦联盟里最弱的一个基地的样子。本以为星火基地就算能吃得起饭，但是日子肯定也不好过，没想到这个基地竟然过得这么好。韩明为了冥邦联盟处理非常狠，拿出了非常多物资来巩固他的联盟。看来韩明确实有点实力，想必韩明那跟这里相差不会太大。希望基地的齐桑先生对吗？我是万安基地的秦硕，我爸爸是秦品，你们以前应该见过，我爸爸给你批过很多项目。忘了。论起家世背景，秦硕在齐桑面前完全不过看的。秦硕如果用大家族来形容，那齐桑就是贵族。齐桑老爹是曙光集团老总，老妈是高层的政治家。就是末世前，秦家那是求着曙光集团过来入住的，不是齐桑家反过来求他们。星火基地的记者呢？他带着人去里面了。齐先生，我们不妨等 K1基地、火种基地他们来了，我们再一起进去。冥邦基地的人来了吗？听说是来了，好像在这里面转，我们也转转，说不定能碰上。大哥，那个齐桑看起来冷冰冰的，油盐不进，比我们还傲慢，讨厌死了。人家齐桑有实力有资本，我们家物资要见底了，必须要和大基地绑在一起。K1基地、火种基地都在冥邦联盟里面，这个联盟风险很大，我们还是考虑齐桑。那个什么破冥邦联盟本来就没人，他们无非就是想让我们当炮灰打丧尸，想得美。大哥，你快看，前面好像是秦雅。好久不见啊！谁允许你这个垃圾跟我说话了？这谁？你认识吗？我可不认识这垃圾臭虫！你怎么还没嘎？我奶奶呢？你不是在 A 市吗？没把我奶奶和我2个堂弟接过来吗？你妹啊！我才不是这垃圾的妹妹！怎么末世了？你这废物垃圾还能活着？你都活着，我怎么不能？你还敢骂我？你这贱种就是我们家的耻辱，跟你老妈一样的贱！这世上怎么有你们这样不要脸的人？不傍着有钱人活不下去，一想到你这种垃圾流着我们家的血，我就……秦雅恶不恶心？我不管，现在他是我的人，我看你们家就挺恶心，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不去找你家男人算账，老找一个孩子输出，你们家不是个公厕都发不出这个味。你竟然敢动手打我妹妹，你知道我是谁？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打我们就是跟我们万安基地作对。哦，是吗？万安基地，我好怕呀，那不如就作对到底吧。你现在再告诉我，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你得罪我，就是得罪希望基地。希望基地吗？没错，你欺负我们万安基地不要紧，你欺负希望基地你就完了。这时齐桑正好从附近路过。韩明怎么会和万安基地在一块？看样子闹矛盾了，两个蠢货，事情不妙，赶紧溜。齐桑大哥，我们在这里，你们快来救我们啦！齐桑大哥，有人要嘎了我和我哥，我跟他们说，我们是万安基地，和你希望基地是联盟好友。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不要紧，但是他们不把你希望基地放在眼里就过分了。我和我哥为你争辩了2句，他们就把我们打成这样，还说要嘎了我们。你家妹妹是学表演的吗？我也这么说，他们这些人不去演戏都屈才了。齐桑大哥，你听到没有？他们现在还在污蔑我们，你一定要帮我们。齐桑肯定能帮我出头，我们刚刚和希望基地达成了初步合作，也组建起一个友好合作联盟。我更是要到齐桑身边给他当秘书，齐桑不可能不帮我。你一个小破基地哪里敢得罪希望基地？他们跟我无关，我不认识他们。前往星火基地开基地管理者会议，万安基地嚣张跋扈声称与齐桑是盟友，齐桑矢口否认。他们跟我无关，我不认识他们。韩队长，把他们全部赶出去，不要理这些蠢货。齐桑那迫不及待撇清的话，让秦家所有人都傻眼了。你到底是谁？他就是冥邦基地的管理者，冥邦联盟的总盟长韩明。齐桑话音刚落下，外面相继传来一堆声音。韩明，你在这里，
大家都等你开会。小子，你没来，我们可不敢发话。什么？两大基地巨头全都走向韩明？明邦联盟里真正的大佬不是 K1 基地的陆婉晴，也不是火种基地的月土，而是名气几乎没有的韩明。他竟然是这些人里的老大。秦朔无比震惊地看着韩明，任他想多少遍都想不到，韩明才是这一趟会议里真正的大佬，所有人都来见的人物。韩大哥，可以放小弟走吗？小弟知错了。当然可以，毕竟我很大度。等等，你们这么轻松就走了，不给我送点礼物吗？你想要什么？我刚刚听说你们基地没有物资了，对吗？韩队长，你是想……没错，我想帮助你们。你们基地没有物资了，肯定养不了这么多人。你手底下的保镖，不然就留下来做我的牛马，我给他们一碗饭吃。我尼玛，把我揍了一顿后，还想要挖我的宝刀？我这一趟出门，可是把80%的保镖都带上了。且不说没了这些人，我们基地武装就直接没了，我们甚至连回去都没办法回去。老哥，你向秦家保镖都通知下去，我保证留下来跟着我的，以后顿顿吃肉。老大，这是秦家保镖代表，你自己说吧。我们所有保镖一致决定，全部留下来。万安基地根本就不是基地，就是他们秦家自己的皇帝家，我们早就不想干了。末日之后，一天只有一顿饭，还是他们吃剩下的菜。我们自愿加入明邦联盟，誓死效忠。秦朔，你也听到了，我给你们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你们滚吧，不用感念我的大恩大德。行啊，韩明，还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缺大德。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叛徒，一定会有报应。风水轮流转，我们秦家迟早有一天让你们重新跟狗一样爬回来，到时候想让我收留你们，门都没有。这时，秦朔小妹说道：“大哥，我想留下来追随韩明，可以吗？”追你大爷！跟我走，别丢人了。再等等，你别得寸进尺，我的保镖都被你挖走了，你还想要什么？我是原谅你了，但是我家小弟还没原谅你，给秦雅道歉，他什么时候原谅你们就能走。昔日被老子踩在脚下，万般嫌弃羞辱的杂种，我可是秦家根正苗红的正经孙子，竟然有一天让我给小三的孩子道歉。别耽误时间，机会只有一次。我道歉，秦雅姐姐，我错了，我不该说你贱人垃圾，我才是真正的垃圾，刚刚都是我的错，我嘴贱，你原谅我吧，放过我吧。秦雅，我错了，我以前不应该嘲笑你，我们全家都有错，你就看在爸爸的份上，放过我们这一次吧。走吧。这就出气了吗？当然，其实我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从一开始我也没把这群垃圾放在眼里，我只在乎你韩明做了什么，以及如何配合我，做到我想看的样子。谢谢小帅哥队长，我很开心。你真的感谢我吗？当然。我怎么有点不相信？感谢是在心里的，我放在心上了，你要看我以后行动。尼玛，关键你也没放心上，你这纹丝不动的忠诚度，实打实的凉薄入骨，还总是挂着一副嬉笑热情的样子。老大，其余基地还在等你过去开会。我们走。齐桑，你们找我们有什么事吗？韩队长，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韩队长，我们基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开春之后到现在没下过一滴雨，我们基地没有粮食了。韩队长，我们基地也是，我们的耕地本来就有限，现在更加没有希望了。我们基地的食物早就不足了，现在最多撑1星期。我们听说了，你们已经打下了2个区，物资肯定非常充沛，支援我们一起共度难关吧。大家都是人类，遇到危机肯定要互相帮助。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我们都是人类，遇到危机时得互帮互助。那你们基地的互帮互助呢？我们基地的物资非常的少，暂时没办法帮。那叫哪门子的互帮互助？那是我们单方面帮助你。可是你们有那么多物资，帮助我们一点怎么了？你要脸吗？我们的物资也是我们战士用命换回来的。你跟我们打过一场仗吗？你知道我们为了那些物资嘎了多少丧尸吗？你知道3、4月份的冬天都多冷吗？现在外面大旱有多热吗？我们酷暑寒冬的嘎敌人，你们在后面乌龟缩着，你凭什么一张嘴就找我们要？老哥呀，把人丢出去吧。没必要吧，我们也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也不要把人丢出去吧。丢出去。你们需要帮助，但是我告诉你们，帮是我拉你们一把，你们全都要自己爬起来，这叫帮，而不是我单方面免费扶贫。如果要我去扶贫的话，你们全都要被淘汰算了。一群等着人喂饭的大傻子们，还活着干什么？韩明，我可以考虑加入你们，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还有条件？你有条件就滚，这里没人听你条件。现场其他人也是一样，从现在起，愿意加入我们明邦联盟的人留下，其余人赶紧滚。你们的条件我一条不听。韩明这话我实在说不出，还得是韩明。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资本，这就是霸权。如果我来讲这话，估计现场的人我得直接先干一半。我希望基地愿意加入，但是我还是有个条件，想先说。算了，给你一次机会，你放吧。我们希望基地都是科研人员，我们想只负责科研部分，以及给你们每次行动技术指导。你赶紧滚吧，看见你就够了。我知道武器库在哪，允许我们希望基地加入，但是不让我们参战，我就把武器库的位置告诉你们。武器库的位置恐怕陆婉晴都不知道在哪里。虽然我们现在大部分利用异能攻打丧尸，而不用武器，是因为武器可能会引发丧尸潮，但是没有武器终究不行。可以允许你加入我们联盟，不过你要是没有贡献的话，你们基地一样分不到物资。一个武器库位置可以兑换1000积分，在民邦基地积分兑换食物和日用品，然后就是你们基地有重大科研成果，在我这里通过后也可以算积分，懂了吗？好，我希望基地申请加入。我们基地也加入，我们也加入。老哥，统计一下都有哪些基地愿意加入？老大，我们联盟已经拥有9个基地了，分别是民邦基地、K1基地、火种基地、星火基地、希望基地、百胜基地、天佑基地、幸福基地、大海基地。很好，明天前往齐桑所说的武器库。基地管理者会议结束，共有5个基地加入，准备前往齐桑所说武器库寻找武器。一辆装甲车向着 B 市远郊的方向而去。随着临近 B 市，道路两旁的丧尸开始变多。韩明众人已经很久没看到公路上这么多游荡的丧尸，毕竟他们把 A 市影响区间道路上的丧尸已经被清空了。这时突然出现一个巨型丧尸，陆婉晴、月图等人的技能对其无效。这是一只变异丧尸，大概是2级巨型丧尸，目前进化程度还不高。现在大家已经有对丧尸的等级划分了。普通丧尸不用说，1级变异丧尸速度力量就明显提升一大截，到了2级丧尸往往都会带有一定的特异能力，比如力量特别大，速度特别快速，身体进化成巨型，或者皮肤特别坚硬，甚至部分还有一点异能。3级往上的变异丧尸太少了。老哥，我解决丧尸，你开车快速冲过这个是非之地。没问题，老大。2级变异丧尸在目前很少，但是一进入 B 市地狱就发现，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其他市的情况比我们想的恶劣太多。照这速度 ，BC 2市根本守不住，丧尸群肯定会向外扩张，吞并其他基地。没错，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把 A 市拿下，否则等到丧尸全面进化，我们的难度也会成倍增加。来到傍晚，老大，前面几百米有一窝丧尸，中间好像被困了几个人。哦，是吗？看来我们今天要交代在这了。全部趴在地上，别动。这些人太强了，他们来自哪里？你们要进山吗？山里不能进去，山里全是丧尸。小子，怎么说？我们就是从山里逃出来的，看样子这个人肯定是他们的首领。山里有个营地，里面的人全都变成丧尸了，而且都是变异丧尸，他们各个力气速度都是普通丧尸的3、4倍。我们原本的基地就在里面，现在被他们吞没了，只有我们逃了出来。里面大概多少丧尸？加上我们的居民，最起码有100多。谢了，小子。不如我们等明天白天再行动，今晚小心一点，还是选择稳健方式为好。在山外面先过一夜，免得进山就碰到晚上，还是一群变异丧尸。刚找到安营扎寨的地方，一个男子大步走向我们营地。我是隔壁小队的人，很感谢你们今天出手相助，我叫侯峰。不用谢，你走吧。侯峰感受到这目光，脸上露出更加灿烂讨好的笑。你肯定是他们的老大对吧？老大，你真是气宇轩昂，卓尔不凡，往这里一坐就是龙出虾蟹，威猛霸气，我一眼就看出大哥你不一般。月图听到这一顿马屁，看向身边的我。真的吗？假的。这时陆婉晴冷冰冰的开口：你想干什么？侯峰贼精明的眼睛一转：我知道了，大佬你肯定是这里面的2当家的。大姐你一看气质沉稳，低调内敛，但是霸气不减。我刚刚就觉得你们这一队人不是一般人，有你们2位龙虎在，肯定带的都是精兵猛将。你他喵的到底想说什么？侯峰上下看我好几眼。这小子一看就是个打杂的，装什么大头算？我是想来加入你们的，我是个异能者，你们肯定需要。什么异能这么拽？还什么异能？我的异能说出来吓死你们！我可是空间异能，我的空间足足有10平方米大小。怎么样？空间异能可是稀缺存在，这次你们肯定求我加入。比起空间异能者，我们更想要你空间里的物资。我尼玛，还有这种事吗？
拜托，老子可是空间系异能者，我不比空间里那一点物资更稀缺吗？他竟然能说出只要我的物资，这可是杀鸡取卵啊！就在这时，他身后传来一道声音：“侯风，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想要背叛你们。侯风赶紧跑过去：“我没有背叛你们，明老大，我可是咱们烈阳基地忠实的成员，绝不会背叛大家。”可是他刚刚可说了要加入我们。我尼玛，你个无名小卒插什么嘴？有机会老子嘎了你！你回去吧。不好意思，我手下的人我会好好管教。管理手下第一要忠诚，别心疼那点无用的鸡肋异能。谢谢，我知道了。行吧，走就走，物资给你们就给你们，你们这些忘恩负义、有眼无珠的蠢货。这就结束了吗？这种人不嘎了，只是单纯的让人把物资放出去就放走吗？妇人之仁，那小子太仁慈了，得吃大亏。刚刚那个侯风不是善茬。很感谢你们今天的救命之恩，我们也没有太多物资，这点东西代表我们的心意。东西放下吧。林明这个时候非常确信了，眼前这群人里面，这个年轻人才是他们中的老大。这位兄弟，你们来自哪里？民邦联盟。民邦联盟吗？为什么我似乎没听过这个名字？也可能是我们的基地没有电台，不和外界联系。没听过吗？林明点了点头。我们平时只在这附近行动，很少遇到其他幸存者。这里的丧尸太多了，像他们这种小基地，实打实被丧尸包围，只能在附近寻找一点物资。你们基地在里面吗？是的，不过已经没有了。我们是一群玩得很好的驴友。去年丧尸爆发的时候，我们一行人订了这里的民宿，准备爬山。民宿就在半山腰，当时民宿里的人并不多，只有1-2个变成丧尸，很快被我们制服。我们掌控了民宿，就在里面一直生活。今天我带大家出去收集物资，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基地全部覆灭，还好你们救了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嘎了。对了，你们要去哪里？我没别的意思，我想加入你们队伍。我们现在没有基地了，去哪里都是一样，我们想和你们一起走。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明。林明？不会吧？10大狠人榜里的独狼林明，在上一世印象里最后一版的10大狠人，分别是月图、齐桑、荣英、张继北、秦雅、楚岚轩、欧阳兰、薛征、穆景以及林明。独狼林明10个独行侠，从不与人结对，甚至有人直接靠近他就直接嘎了。第一次扬名是在末世3年后，一个人团灭整个基地，大约100多人，从此无人敢惹。但是眼前这个人真的是不近人情，永不结伴的孤狼吗？前往齐桑所说的武器库，意外偶遇10大狠人榜独狼林明。你们真的要进山吗？是的，林明，你告诉我一件事。你说，你是什么异能？我的异能是空气盾。你果然是10大狠人独狼林明。好，我同意你加入我们。林明这人优柔寡断，没什么领导才能，不过人品还是可以的。那我其他几位兄弟呢？你手底下这几个人我也能要，不过不跟你，按照他们的能力分到我们的联盟纵队里。不同的人就要有不同的规划，一支强大的队伍一定得是每颗螺丝钉都发挥最大作用。我以前说过，我们小队永远不会解散。林明沉默良久，抬头道：韩队长，我还想保留我的小队。我记得你们是一个联盟队吗？是否让我们小队一整队加入你们联盟？我们小队人员少，以后行动我们自己照顾自己，不会拖累你们。获得物资我们可以要最少的，只满足我们小队吃喝就行。这些人很强，目前情况来看，只有加入他们，我和手下兄弟们的存活几率才会更大，否则迟早被这些丧尸一窝端了。林明直接给出了最底线的条件，这几乎是给民邦联盟卖身当长工了。你真的不考虑做我的手下追随我，而是仅仅加入联盟吗？是的，韩队长，我们小队但凡还有一个兄弟，我都不会放弃他们。如果真的有一天他们都不在了，我还在，那我这条命就是韩队长你的了。这样吧，你先答应做我的手下追随我，我可以允许你独立带你几个兄弟独立作战。这样可以吗？好，我愿意成为韩队长你的手下。1. 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0，忠诚度提升，当前忠诚度90，特殊属性复制，恭喜宿主获得空气盾。以后你就是我民邦基地的一员，你们小队享受民邦基地和民邦联盟的福利，你个人每个月还能享受我手下的专属福利。老哥，你去跟咱们新兄弟介绍介绍咱们。没问题。金虎走过去给林明科普我们基地和联盟的福利。林明被金虎说的一愣一愣的，嘴巴越张越大，一直听到金虎跟他们讲，他们已经在反攻城市，彻底合不拢嘴。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竟然已经在反攻城市了？对了，老大，我还不知道你们名字。韩明。
冥邦基地管理者，冥邦联盟总盟主。我叫月图，火种基地管理者。我叫陆婉晴 ，K1 基地管理者。我叫金虎，来自冥邦基地。我叫徐静，来自冥邦基地。我叫秦雅，来自冥邦基地。今天大家好好休息，明天出发。第二天，在林明的引领下，来到武器库，里面成箱的武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韩明，都带走，这些物资以后都是冥邦联盟的。有这样一批武器后，我们冥邦联盟所有成员都能武装起来。这武器在末世虽然使用有限制，容易引发大量丧尸，我们使用的少，对付丧尸主要使用异能，但是用的少可不跟没有划等号。有了这么一批物资，我们冥邦联盟的实力又强劲了不少。这时头顶突然传来爆雷声，脚下更是传来震动。突然在门口的徐静说道：老大，外面下暴雨了。什么？我尼玛，不会塌方吧？大家快跑！我一手拉起秦雅，另一只手拉起金，向着出口狂奔。老哥，徐静看着秦雅，别让他跑了，我去就来。老大小心！在刚刚韩明第一时间抓起我一起跑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绝对没有做错选择。韩明值得信赖，更值得把他当做自己亲弟弟。陆婉晴、月图等人出来后，还没来得及松懈，突然听到鸡蛋壳破碎的声音。我尼玛，临时有懒了，异能顾不上藏着掖着。徐静、金虎等人看到原地消失的韩明，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7、8米远的地方。这一刻，大家都惊呆了。老大到底有几种异能？到目前为止，我知道老大有水系异能、空间异能、力量变异、速度变异，现在竟然还要再加上一个瞬移。徐静看着眨眼着的韩明，一双眼睛全是光芒。我家老大真的跟宝藏一样，永远有挖不完的惊喜，太强了！眨眼间，所有人都被韩明救了。刚刚所在的地方已经被泥石流吞没，这里很危险，赶紧上车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来到一处林明之前居住的民宿处，月图满眼的赞叹：小子，你真行！徐静和金虎不用说，这个时候只有跟着骄傲。韩明比我想象的强太多，全身上下充满了谜，和他接触越深越被他深不可测的实力震撼。这实力简直恐怖如斯，简直逆天！选择跟着这样的老大，准没错。回到基地，我亲爱的主人，您回来了，希望基地的齐桑给您发来新消息，是否接听？接听。韩队长，前往武器库可否顺利？有屁快放！行吧，韩队长。目前数个小基地都被从城市里流窜出来的丧尸潮给袭击了，能抗住丧尸潮的基地10个里面都难出现一个，大量基地覆灭。知道了，上辈子早已经听惯了基地被吞没的事，弱肉强食，自己不够强大，注定要被淘汰。还有事吗？剩余的基地都在向我们救援，他们说只要我们来救他们，他们就加入我们，再无二心。能过来我就收留，来不了的爱怎么活怎么活，我不会去救他们。我本来就不是那种救世的菩萨，就算我是，我也不可能救那么一群只会动嘴的人。菩萨都不渡不自救的人。这是末世，他们可以力量弱一点，可以没有任何物资加入，可以依靠强者，但前提是强强联合。过来的人实力弱，但是他们的心必须是强者心态，还是一副弱者心理，谁也带不动。那我们就一点帮助都不给他们吗？给他们送去我的祝福，一年365天，我给他们365个祝福，够不够？这个祝福你负责电台传达出去。齐桑在韩明挂断电话之后，打开电台，酝酿一会说道：大傻子们听好了，想加入冥邦联盟，自己过来，没有任何人会去救你们。当然，我们冥邦联盟会给予你们最诚挚的祝福。我们联盟盟长大人韩明每天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平安过来。此时，一个非常偏远的基地，终于接收到了他们末世以来的第一条外界动态。大傻子们听好了，想加入冥邦联盟，自己过来，没有任何人会去救你们。当然，我们冥邦联盟会给予你们最诚挚的祝福。我们联盟盟长大人韩明每天祝福你们，希望你们能平安过来。荣英在听到这一条全范围发布的电台后，立刻来了兴趣。冥邦联盟，刊民，紧急情况不得已暴露异能。齐桑发电台时，10大狠人荣英发现冥邦联盟的存在。老大，外面是什么情况？荣英听完电台信息，颇为意外。外面出现了基地联盟。联盟，看来他们的情况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明日基地也合并了多家基地，成为 C 市最大基地主。明日基地处于 C 市的市中心，虽然地理位置非常糟，但是危险和宝藏同样是并存的。他们周围的物资非常充足。老大，他们冥邦联盟情况肯定比我们明日基地糟糕。在我们这里，只要我们敢嘎丧尸，随便拿下一个地方，就能获取那里源源不断的物资。
我们明日基地只有2种人，一种是能嘎丧尸的人，另一种是非常能嘎丧尸的人。而且我建立起嘎丧尸的 KPI， 每人每天都要上缴1个丧尸头，完成不了的用自己的顶上。在如此虎狼之师的带领下，他们明日基地得以在城市中心站稳脚跟，并且逐渐发展壮大。外面那种垃圾联盟怎么可能跟我们明日基地比？像他们那种联盟，肯定是好几个小基地在郊外丧尸稀少的地方都活不下去，才抱团组建新联盟。我们明日基地一旦离开 C 市，外面那些脆弱的垃圾基地没有一个能跟我们比。对，只要我们明日基地能离开 C 市，这东部地区所有的基地都不会是我们对手。要知道，我们明日基地可是在丧尸最核心的城市里活下来的，外面的小基地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像我们这样时时刻刻和城市丧尸对决。我们金角丧尸进度到哪里了？已经拿下半个区了，加快进度，我们要争取拿下整个 C 市。是，老大。3个月后，老大，我们明邦联盟已经把城西区全部拿下。此时末世整整降临1年，我已经拿下了 A 市3个区，消灭了接近1半的丧尸。我们联盟内部基地状况呢？这段时间有5个新基地加入我们联盟的成员基地一共15个。1. 恭喜宿主占领新区，奖励宿主地下防空洞，已投放在居民区。听到系统提示声，发愣了一下，快速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齐桑，你说建议我们这一次用炸弹同时引爆2个区是吗？反攻城市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关键到已经没有时间去看看系统的新奖励了。是的，我们现在就剩下城南和城东2个区，这2个区却占着 A 市1半的面积，人口同样占1半。不管你们打哪边，东京过大另一边都要出事。我这边计算过，你们不如直接用热武器轰炸。我建议你们分成5支小队，每队最多不超过10个人，分开前往中心医院、第一中学、吉祥百货、水厂和广茂大厦5个地方同时进攻。可以，那现在分组吧，我自己一组，骆婉晴一组，月图一组，纪泽、季雨柔2兄妹带着6个小基地的成员一起，林明带着另外4个小基地一组，大家没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很好，地点大家一起抽签，你们先拿，我最后一个。我抽到的是学校，我的是百货商场，我是广茂大厦，我是水厂。最后一个不用看了，我去医院。所有地图里，医院最危险。韩明，我们交换行动地址吧。为什么？陆婉晴看着我的眼睛，深吸一口气，随便编了一个借口。我想去医院看看。你要是有毛病，就去人类医院看看。丧尸医院不看病，大家都没问题的话，回去各个整顿一下，准备出发。我这次带了徐静、金湖、秦雅，还有2个联盟里优秀的战士，来到医院附近的胡同里，大家安静的留守在原地，不要轻举妄动。老大，我们几个不跟你进去吗？不用，秦雅跟我走就行了。不让你们去，是因为完全用不上你们，甚至说，但凡秦雅忠诚度高一点，我就直接让秦雅一个人去干。清剿核心区域丧尸，投放定时炸弹，这种事对别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对办丧尸的秦雅那根本就是送分题。你们留在这里，随时接我和秦雅离开，注意安全，不要吸引丧尸注意。小帅哥，要不然放我一个人进去，买完炸弹就回来。哦，是吗？然后你再溜了。小帅哥真让人伤心，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那你倒是告诉我，我让你一个人去，你溜不溜？溜。我尼玛，你倒是挺诚实，放你一个人去。你要是带着我的炸弹一起跑路，我他喵找谁去？不过想到这里，我更加想要你的这副身体了。我但凡有半丧尸之身，走在丧尸群里，丧尸不攻击，我们现在反攻城市都能提前宣布结束了，这简直比解读血清还让我想要。好了，我们进去吧。门诊大楼放线。来到3楼，这里果然是丧尸最少的楼层，在这里除了偶尔1-2只丧尸，我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突然，一个身穿护士服的女人走了出来。我看着突然出现的女人，无比意外。你是这里的幸存者吗？女人一声不吭地站在原地。小美女，你别怕，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是来救我们的吗？我尼玛，这算什么？我问问题就不行，秦雅问就行是吧？小帅哥队长，你放我过去问问。想得美！你们这里多少幸存者？居住在哪里？所有人都能撤离吗？这里很快就不能待了。女人依旧一句不回应，眼睛一直盯着我们。美女，我们是来救你们的，你还有同伴吗？有的话，我们带你们一起走。有，我还有好多同伴。虽说我不是什么好人，但秦雅比我还不是东西，怎么就对秦雅产生信任，还搞区别对待呢？再怎么着我不比秦雅强吗？解开吧，我给你探探路。你只能往前走10米，这是我的底线。10米的距离，秦雅要是跑的话，我瞬移2步就能抓到，这是我能接受的最大安全距离。
我们有很多同伴，我带你们去见他们。你们有多少人？好多好多，我们都在房间里，有好多。你们怎么生活的？我们把门关得很紧，不发出声音，发出声音就会被发现。我们全都不说话，一直在房间里。吃的、喝的呢？我们有很多吃的喝的，很多很多，吃不完。这些信息里可以得到，如果有充足的食物水，是有可能活下来。只是我怎么觉得说不出的怪异。生活在全是丧尸的医院，怎么能有很多吃的喝的？对了 ，Minnie， 你叫什么？你是护士吗？我姓柳，叫刘雪雪。不，我是个医生。医生嘛，我看你穿着护士服。我的医生服脏了，才穿的护士服。你看我穿上护士服，是不是很像一个护士？真的很像一个护士，美丽的南丁格尔小姐。你认错了，我不叫南丁格尔。不好意思，说错了。那个人有问题，就算是医生也不该不知道南丁格尔。南丁格尔是全世界第1位女护士，有时候会用南丁格尔小姐称呼美丽辛劳的护士小姐。但是那真的是一个人。对，是人。丧尸还是人，秦雅能感受到的。前往医院遇到唯一一个自称护士的幸存者，我和秦雅发觉不对劲，他到底是谁？这时突然冲出来一个丧尸，解决掉丧尸之后，这个女人好像对我改观了。你好厉害！话音刚落，一把唐刀红了上来。你到底是谁？女人看到我眼里全是肃杀冷血之气，竟然没有半分害怕。这个好玩，这个好玩，也给我玩一玩吧。我反手把她的帽子打掉。你干什么？你这个坏人，你赶紧离我远一点，你是坏人。闭嘴，你是正常人吗？我是柳医生，我是正常人，我恢复正常了，你放了我吧。你刚刚不是说自己姓柳吗？柳医生，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冒充你了，你放了我这次，不要给我打针，我乖乖的，不捣乱了。我明白了，这哪里是什么医生或者护士，这就是个精神病。就在这时，女人忽然像听到了什么似的。不好了，柳医生，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我们会被嘎掉的。谁来了？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回头突然看到一个变异丧尸，随后就被抓着手，急速拽进了一间房间，躲进了房间里的柜子里。我对于这种躲避行为一直很抵触，更别说是躲进柜子里。这要是丧尸冲上来，一抓一个准。不要说话，说话会被嘎掉。这时，房间房门发出把手扭动的声音。这一只异形丧尸竟然会拍门，已经有灵智的智慧型丧尸，这竟然还是一只在3级以上的力量变异型丧尸。变异丧尸此时注意力立刻就落在了我们几人藏身的柜子上，一步一步地向着柜子挪动。这时，我忽然感受到一股奇怪的精神波动从女人身上发出，好像一个无形屏障把我们和外界隔开。伸出手想要划开柜子门的丧尸，忽然就放弃了目标，转头向着其他房间而去。而这时，女人身上的精神波动消失了。我终于明白她是怎么在医院里生活1年的。原来她也是个异能者，还是一种外界根本没有统计过的特殊精神系变异异能。这种异能能有让丧尸失去目标的作用。你可以再用一下你的异能吗？就刚刚那样的异能。异能？什么异能？我们要被发现了，我们要被抓到了。你别怕，他们都走了，别紧张，我们全都不说话。你再来一遍。不行了，医生会给我打针，他们发现我们了。看来他的异能他自己掌控不了。你跟我们走，我们带你离开这里。大家快撤，回基地。来到基地，想起这个女人的异能，她的能力很特别，但是我不确定她一个精神病人能否把自己的能力复制给自己。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刘月。你愿意当我的手下吗？给我当手下，我每个月会给你积分，你可以用积分买吃的喝的，而且永远不用打针。好，我愿意。1. 检测到基地守卫+1，奖励积分1000，奖励特殊属性复制，检测到特别病理限制，摄取主体属性，宿主精神力提升3倍。特别病理限制，确实感觉今天疲惫的精神力陡然充盈起来，自己脑域的探测范围直接逼近50米，精神力提升，估计瞬移能直接到10米。但是什么叫做摄取主体属性？该不会是刘月是个精神病，我没办法100%获取他的异能，所以只能摄取他的核心能力精神力。因为他是精神病，所以他的精神异能变种很特别。老大你怎么了？真遗憾自己不是个精神病，要不然也能领悟一下那种特殊异能了。老大你在说什么？脑子没烧啊？脑子里也没水啊？所以老大是在说什么？奶凉快奶奶着去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2天了，看看小姨怎么样了。这2天，小姨欧阳兰把我伺候的跟放假回家的学生一样，一睁开眼就吃，突然觉得自己脾气好了一大截，
整个人都文明起来。你发现老大最近变了吗？怎么说？他竟然都不骂人了。我刚刚去找老大汇报这几天得留言，他一个都没骂，每条都认真回复。继续说，比如说南方基地说想让我们民邦联盟都搬到他那里去，咱们老大说他这个建议很好，他接受了，不过我们人多搬得慢，让他坚持住，最多500年肯定能搬过去。还有这个春天基地说他们基地遇到了食物危机，希望我们能给他们30吨食物。咱们老大说30吨太少了，给他1亿吨，已经烧给他们了，让他们上天堂去领。还有吗？我还要吃瓜。还有这个蓝海基地说他们想要我们的净化液配方公开，他们说这种资源是全人类的资源，不该被私人占有，必须要拿出来公开，全人类一起免费用，否则就是对全人类的背叛。你们猜咱们老大怎么说？这种恶心的人我都想对2句。他要是敢当面说，老子直接给他扇飞。咱们老大一点也没生气，笑呵呵的跟我说他脑子得了肿瘤，现在急需一个聪明的人脑来替换，要不然就会忘记配方。他脑子这么好用，太适合挖下来给老大换了，有了他的聪明大脑，肯定永远不会忘配方，到时候可以公布给大家，希望他快点过来换，牺牲他一个就能造福全人类，让他千万不要背叛全人类。明明，来吃口蛋糕，这是小姨刚刚给你做的。小姨，我都快吃不下了。多吃点，小姨还给你做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蒸羊羔。停，小姨，我真吃不下了。这时齐桑火急火燎的过来找我，同行还有陆婉晴和月图。我的妈，这个堡垒太强了！韩队长，有要紧的事跟你讲。怎么了？狗头军师，说。小姨好，愣着干什么？喊小姨啊！这是喊明的小姨，我们队伍里的丧尸敏感喷雾就是他发明的。听到丧尸敏感喷雾，齐桑高冷的脸一下子就亮起来了。要知道我们团队的人主要就在攻克丧尸病毒领域，但是我们攻克了很久，也只研究了一点皮毛。加入民邦联盟后，我就发现他们联盟所有人在进攻之前都会携带几瓶喷雾，可以降低丧尸敏感度。这研究绝对出自顶级专家大佬之手。请问您的名字是？怎么对我名字感兴趣？我以前是曙光集团的执行官，您能发明出丧尸敏感喷雾，一定是这行业的专家。你肯定听过我们公司的名字。原来如此，你就是曙光集团的，我有印象，以前我给你们集团评过好几次研究。齐桑听到这里顿时惊住了，能够给我们集团的研究评定等级，那就是这个行业的顶尖泰斗。齐桑看着面前年轻的女人，想到了一个名字。您该不会是恩妮塔吧？叫我小姨就行了，我以前的名字都不用了。要说全世界我最想获得的人，里面一定有一位病毒专家恩妮塔，简直是超级人才。如果加入我们希望基地，我们基地实力将提升数倍。老大你在说什么？脑子没烧啊？脑子里也没水啊？韩队长，你知道明日基地的荣音吗？我知道，荣音怎么了？我也是刚刚发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还有一个大基地，叫明日基地。明日基地在 C 市正中心，我接到了消息，明日基地也在反攻城市，他们从内部往外打，已经打下来了一整个中心区。在我印象中，荣音也是和现在一样，从城市中心往外打。末世前几年扩张势头极好，但是很可惜，他们明日基地在末世第5年就覆灭了，覆灭的时候也没反攻出城市。这个荣音干得不错啊，能在城市中心突围，绝地重生，他很强。用不了5年，他们能起来确实靠自己能力，外加环境，但是他们的气数有限。等到丧尸全面进化后，他们还没突破城市，必然会被困守在城市里面，他们最多能存活5年。话音落下，齐桑震惊无比地看向我，因为我说的跟齐桑的计算机获得的结论一模一样。韩明他真是聪明的可怕，这脑子都赶上我的电脑了。他是先知吗？韩队长，以后我能常来你这里吗？你要干什么？我很想和你多交流一下，每次听完你讲话，我都受益匪浅。得了，没空跟你交流，你赶紧说。韩队长分析得很对，我们超级计算机经过1晚上的模拟的出了韩队长一样的分析。按照现在这个趋势，荣音前2年扩张很快，但是第3年后必然走下坡路，最多撑不到5年。齐桑这么说后，陆婉晴和月图全都忍不住看向我。但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不是这个，而是荣音联系我们了。荣音已经拿下了一整个区，但是他在得知我们拿下3个区后非常震惊，他向我们反复询问了细节之后，想和我们一起合作。
怎么个合作法？他想让我们帮他们一把，他们在内突破，我们在外突破，一起把 C 市拿下来，所有物资平分。等我们 A 市拿下来再说吧。来不及了，在我的建模里，未来1年将是我们最好的机会。丧尸进化的速度太快，再过1年末世进入第3年 ，C 市那边的难度将是10到20倍，几乎没可能拿下。还有大批丧尸外流，10几个小基地在向我们求救。我对这些小基地的命并不看重，我只是比较看好他们的地理位置，可以把他们比作一个个小屏障，挡住 B、C 两市的丧尸力量。韩队长，我希望你支援他们一下，对我们来说有利。齐桑说的不错 ，A 是我1年之内能拿下来，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把 B、C 两市也能控制住的话，那将是人类崛起。1年内我把 A 市拿下，和荣英一起合作对付 C 市丧尸群，同时其他小基地全都能顶住的话，或许人类的气运能改变未来10年的命运，能改。现在有多少基地求援？60%。放出消息，95%的基地向我求救，我就答应统一救援，但是他们以后要追随我，包括明日基地。荣英收到消息后，要所有基地都听民邦联盟的话，他们的胃口还真不小。老大，那我们怎么说？答应他们，等我们见到民邦联盟传闻中的韩明，再来讨论听不听的事。韩盟主，99%的基地都同意加入我们了。齐桑，你等下统计一下这些基地的实际人口和武器情况，按照他们基地人口，给他们每个基地支援7天的食物、武器，一次性给他们全都配备上，让所有基地都不要搬迁，留守原地对抗丧尸。物资我每7天会给他们支援一次。没问题。我们联盟要拆分成3股力量，一股力量支援一下那些扛不住的小基地，不能覆灭，最好还能反推一下。第2股要到 C 市和明日基地荣英合作，把他们拉出来。第3股留在 A 市，把城市彻底拿下。遵命，盟主。陆婉晴支援小基地，辛苦一些。月图去会一会那个荣英，我留下来彻底拿下 A 市。切记保障自己的安全，永远第一位。必要时候，你们可以牺牲一切，保护自己。知道了，盟主。大家整顿一下出发。当第一批印着民邦联盟的物资投放到各个小基地后，各个基地全都跟看到救赎曙光一样。白山队长，你快看那是什么？直言是民邦联盟送来的物资和武器，我们真的等来了支援。他看着空中盘旋的民邦联盟4个字，这一刻民邦联盟就狠狠烙进了他心里。强者随手撒下的雨露，对他们来说如同天恩一般宏伟。在整个东部地区上空来看，以韩明的防空洞为中心，民邦联盟就像一颗巨大的心脏，无人机就是这颗心脏的血管，把物资送到各个地方。来到末世第2年9月，民邦联盟旗下陆婉晴小队分散到各个基地，帮助小基地一起对抗外涌丧尸潮。民邦联盟旗下月图带着300精锐帮助明日基地突围。来到末世第3年4月，陆婉晴正在银河基地支援。陆队长，好消息，好消息！怎么了？韩队长又拿下一个区域，现在 A 市就剩下最后一个商场了。大半年没见了，韩明，你现在怎么样了？韩队长真是了不起，环境如此恶劣，还能每天带着人步步推进，真是太强了。在他的英明带领下，我们一定能结束丧尸危机。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陆队长，白老大，不好了，丧尸潮又来了。此刻的 A 是核心区域，我在一座大厦的顶楼。老大，就剩下最后的商城区域了。陆婉晴和月图那边怎么样了？一切安好。天虎，赶紧转告韩盟主，马上就要把 A 市拿下来了。只要拿下整个东部地区，人类和丧尸的力量就能达到一个制衡点。到时候，我们联盟的幸存者重归城市，将能全面发展科研。到那个时候，就算丧尸进化再强，我们人类一样不弱。快了，终于快了！人类和丧尸的制衡点要到了。正在思考未来布局时，金虎的脸色顿时沉重。老大，不好了，出事了！怎么了？陆队长出事了。刚刚齐桑让我转告你，B市那边出现了一次超大规模的丧尸潮外涌，而且变异丧尸占据一半，进攻的是银河基地，也就是陆婉晴亲自镇守的基地。陆婉晴现在怎么样？她失去了联系，不单单是她，整个银河基地都失去了联系。陆婉晴现在怎么样？她失去了联系，不单单是她，整个银河基地都失去了联系。我去一趟银河基地。韩队长，那这边呢？现在这边也是关键时候，那些丧尸随时会突破我们的清剿区，万一扩散到全城，我们也得重新清理了。我带金虎、徐静、秦雅、林明去，其他人全都留守原地，征调银河基地附近的联盟成员，速去增援。老大，我求你，我们一定要救出陆队长。向来沉稳的徐静，这个时候脸上全是焦急。放心，我们马上出发。韩队长，你救银河基地的时候，切记能不用热武器，
尽量不用热武器，B市极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城市的丧尸潮。我知道了，大家出发。此刻的银河基地已经被丧尸潮彻底吞没，地下室内一共有140人，银河基地90人，陆婉晴小队45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是仰望一般落在陆婉晴身上，大家都在等着她的号令。陆队长，喝口水吧，你已经很久没进水了。白队长，还有多少水？只有这一瓶了。这瓶水我们这些人一人舔一口都不够，而且我的冰系异能化成水很慢很难，我的异能属于攻击性异能，并不属于生活系异能。算了，我不喝了，照顾好老人孩子，渴了让他们先喝。陆队长，我相信韩盟主一定会来救我们的。陆婉晴听到这里，紧绷的神经忽然一松，脸上的肌肉轻缓地露出了一个笑容。哪怕最恶劣的环境下，只要一想到韩明，就足够心里一暖。我也坚信，韩明如果知道我遇险，肯定会赶过来。只是我们永远不要等着别人来救，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积极自救。可是这里已经没有出口了，地下室唯一出口被我们堵着，门口堆满了丧尸。没有出口，我们就自己挖出口，挖也要挖出去。此时，徐静、金虎等人使用异能解决掉周围丧尸后，我精神力全面外放。如今我的精神力雷达可达50米，大家向我靠近，大家尽量动静最小解决周围丧尸。我们一点一点寻找陆队长。3个小时后，陆队长，我们3个小时轮流挖，总共才挖了10米，而且出口大门快抵挡不住了，丧尸快要攻进来了。大家坚持挖，我去门口抵挡丧尸。等挖到30米的时候，大家停下，我精神力全面外放。10米、20米、30米、50米，我感受到了人类的能量波动。这个地方好像就在我脚下，这个方向我们给它挖穿。这时，地下室被攻破，众人异能用尽，一个速度型变异丧尸率先朝一个群众扑过来。陆婉晴看得毫不犹豫冲了上去。要是我没有一心救这些人，我们是可以突围出去的。韩明曾说过，我们的命永远最大，不用顾及他人。但是我始终记得，我曾是军人，无论是否身处末世，我都要捍卫人民。我说过，你们的命最大，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就是白山吧？带着居民赶紧撤！我一边向前走着，一边全力外放着灵明的异能兵器墙。还不快走！等什么呢？快走！我给你们顶着！韩明竟然真的赶到了，不过这是记力量变异、速度变异、水系异能、空间系异能，瞬移外又一项全新异能。更要命的是，韩明2种异能同时控制，近乎变态的掌控力，强到令人发指。逃出去后，白山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个躬。你这是干什么？韩队长，谢谢你救了我们基地所有人。行了，不用拜了。你救了我们基地太多次了，给我们提供了半年的物资和援助，今天又救了我们一次，你就是我们基地所有人的恩人。我觉得我没办法当银河基地的基地长，我想把我们银河基地全都加入你的基地，希望你能够收留我们所有人，以后我们都听你的调遣。竟然无条件的投奔我，末世里像这种送基地的事很少很少，每个基地不论大小都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基地长更是这笔财产的主人。好，你们基地现在还有多少人？加上我90人。都有哪些人？我们里面妇女儿童40人，老人17人，男子33人，力量变异者7人，速度变异者3人，土属性异能者1人，是我。原本我们还有10几位异能者，都牺牲了。不过我们这里面高级精英很多，我们这17位老人都是大学教授，还有30多名工程师，我个人也是器械专家。这批居民很不错，我即将要进入城市，重启城市资源，正是需要一大批精英。好，你们基地的人我都要了。1. 检测到基地居民增加，奖励积分9000分，奖励忠诚度提升，主动投靠，当前忠诚度100，复制居民特殊属性，恭喜获得土系异能，力量增加，速度增加。这个基础异能金木水火土我都集齐了，徐静的水系异能，金虎的金系和火系双系，王佑明的木系异能，以及今天获得的白山的土系异能，基础元素系异能全都集齐。这批人投放到城市里，全面运转城市资源，研究武器和装备，这一波力量扩张很不错。徐静，今天晚上晚饭给大家加个肉菜，每人发一个卤鸡蛋吃。没问题，老大。你要把他们都带走吗？没错 ，A 市快拿下来了，我打算把他们送进城市，把科技生产搞起来。进城后，武器装备方面可以交给白山和王教授他们，而病毒研究方面，我有小姨和齐桑。这2项重大突破后，人类和丧尸的斗争将会迎来命运的拐点。我这次要逆天改命。太好了，等 A 市拿下来，我们把 K1 基地也搬进城里。
没问题。这时月图带着部队赶了过来。韩队长，听说这边出了问题，我快马加鞭赶了过来，你竟然已经解决了，怎么做到的？小意思，这件事先不提，你那边进展怎么样？突然，我感受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这是谁？韩盟主，他就是荣印。韩队长，久仰大名。原来这就是上一世末世初期里最强大的极端疯子荣印。幸会幸会。突然，我感受到一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这是谁？韩盟主，他就是荣印。荣队长好，我是 K1 基地的陆婉晴。陆队长，久仰你的大名。你们都那么客气干什么？荣印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其实一点也不斯文，你们不用跟他收着，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对了，你怎么出来了？你们基地其他人呢？他们还在 C 市，我们在你们的帮助下全员推进到了郊外，预计再有1个月，我们明日基地就能出来了。说起来，很感谢韩队长的帮助。既然没事了，我和荣印还要赶回 C 市，等我任务彻底结束了，我也就回来了。荣队长，今天一见，我引你为知己，等到你们明日基地全部出来后，我一定要好好请你吃顿饭。我也是。荣队长，我已安排车辆送你们回 C 市，请金湖为荣队长引路。荣队长，签。岳队长，从现在起，原著的样子上依旧做足，实际上让荣英自己冲刺，懂我意思吗？行啊，韩盟主，我还以为刚刚你被荣英骗了。好了，我走了，我做事你放心。回到基地，领主大人，王教授，你怎么在这里？我等你好久了，我们的研究又有重大突破了。领主大人跟我来。来到实验室，王教授拿出一大块深黑色的特殊面料，兴奋地向我展示。这是我们最新研究出来的高分子面料，防水、防高温、抗刀刮、抗丧尸抓。我尼玛，这么强吗？你等我一下。秦雅，这款面料抗丧尸抓，你去抓一下。可是我没留指甲。那就上去啃一啃。老娘只是半丧尸，不是全丧尸，你让我啃我就啃，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哼！赶紧去。好嘞，小帅哥。撕不碎。很好，秦雅虽然不是纯丧尸，她的身体强度大概相当于普通丧尸到1级进化丧尸那种水平，也就是这种面料做出来的衣服能抗住1级以下丧尸的撕咬。虽然丧尸群在大面积进化，但低等级的丧尸还是最多的。王教授全力投入生产，半个月后，所有人根据我指示进攻，拿下 A 市。末世2年6月1号，民邦联盟内幸存者全部都进入 A 市，过6·1儿童节 ，A 市彻底拿下。赢了，赢了，我们赢了，我们拿下城市了。从今以后，我们将会以 A 市为中心，向外筑起一道非常坚固的墙壁，在内重启农业、工业、制造业、科技，对抗外面一切的丧尸。成立学校，所有15岁以下的孩子恢复上学，由王教授等一大批教授和陆婉晴他们部队的人来授课，主学工程学、农业、军事学、格斗课、丧尸学等等，学以致用。齐桑、欧阳兰带领科研人员全面研究丧尸病毒，这里将是人类全新的根基。1. 检测到宿主成功拿下 A 市，奖励无人机系统升级，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至24小时，奖励宿主新能源直升机食量，奖励宿主系统空间容量扩大10倍。正沉浸在喜悦中的我，突然被一道声音叫醒。韩队长，韩队长，你听得到吗？小齐啊，刚没听到，怎么了？今天这么多大奖励，让我都觉得齐桑看起来顺眼多了。小齐怎么这么可爱？韩队长，城市拿下了。对于城市，我有全新的规划，我想跟你讲讲。不急，你那规划等我回来再说，我先回家。刚好大家还在，我先给你们。没空。回到基地，月图发来消息：韩盟主，荣毅已经失联3天了 ，C 市大批丧尸外扩，我们如果不拉他的话，就要准备后撤了。我们现在是拉还是不拉？他们最后的消息在哪里？在 C 市湿地公园，这个公园非常大。几乎是无人区，不过外围居多丧尸包围，咱们不拉荣英一把的话，他很难突围。我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很好，让荣英替我顶在一线，给我们消耗丧尸，也给民邦联盟争取更多时间发展科研，这就是免费劳动力。我们往后撤一点，也不要撤太远了，毕竟我们是友邦。就在这时，电台里突然传来一道温和却阴冷的声音：韩队长把我们当友邦的话，就来支援我们一下。你们再撤退就是要放弃我们了，我们可是知己，韩队长不会忘了吧？我尼玛，
一定要修局域网，电台一点安全性都没有。荣英那狗东西，一看就是天天放着电台收音，还是专门对准我这边，随时随地收听。原来是荣队长，我和岳队长开玩笑呢，我们可是知己。你遇到困难，放心，我亲自去救你。太好了，随时恭候韩队长大驾光临。小明，他们可是在丧尸巢中心，你要到月图那救他们，太危险了。小姨，没有那么麻烦，很简单，我有直升机。当天下午，秦雅、徐静，你俩跟我走，其余人留守基地。我都没有直升机，这韩明从哪搞来的？一辆直升机过去营救荣英，最多载5人，我们就占了3个位置。我一次性最多就2人出来，荣英800来人，就到猴年马月了。你们就老老实实替我清理 C 市丧尸吧。一架直升机从 A 市防空洞前空地起飞，向着 C 市的湿地公园而去。韩明说开直升机过来救我们，确实有点实力。我们800来人，来的直升机应该不少。老大，你看来了。我的朋友，我来救你们了。你就开了一架5座直升机。荣队长，我知道你肯定很感动，在装备匮乏的时候，我还能不遗余力的开出基地唯一的飞机帮你，这份情谊换做我也得感动到落泪。不是，我是说一架飞机够吗？荣队长放心，我们辛苦一点，一趟一趟把你们救出去。幸存者就是要互相救援。韩队长，我这么想，你飞来飞去太辛苦了，韩队长留在我这里，多给我们一个位置。你想多了，我们老大不可能留下。别急，我们肯定要给韩队长补偿，把金盒拿出来。这里面大概有1万枚金盒，这只是我们的定金，等韩队长把我们都带走了，我们再付韩队长2万金盒。好，我留下。老大，他这里。别说话，人家荣队长这么有诚意，我一个人留下哪里够？秦雅也留下，我再给你们让一个座位，你再给我加半袋金盒。只有徐静会开飞机，不然都得留下让出位置，狠狠地薅荣英的羊毛，薅光了再走。没问题。对了，荣队长，你们基地都是怎么提升异能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可是没卖过精华液给荣英，齐桑也没有。荣英听到我的话，他向身边的男人伸手，拿到金盒直接搁在嘴里吃了。齐桑靠提取机提取的金盒，杂质都那么多，吃多了发狂。荣英这些人竟然直接吃，这些人简直是疯子。丧尸不嘎他们嘎，总得嘎一个。韩队长要不要来一个？我请你。不用了，我们不这么吃。是吗？你们怎么吃？我们煮着吃。忽然觉得韩明说的挺有道理，煮着吃可能吸收更好。韩队长，不瞒你说，自从发现金盒里的液体能提升异能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吃，但随之我们异能增长了1点，所有人身体全出现了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别吃了。建议发，能回来吗？对了，你们煮着吃，真的没有身体不良这些反应吗？我思索一下，盯着荣英的眼睛，肯定比生吃强。荣英漂亮的眼睛露出感激之色。原来是这样。话说回来，韩队长，真是太感激你了。要是没有遇到你，我们现在还被困在 C 市里面，要是出不去，我们这些人绝对要完蛋。别这么说，你们很厉害的。荣英抬起头，温柔毫无攻击性的眼睛里露出脆弱之色。韩队长，你能多帮帮我们吗？我一个柔弱女子实在走投无路了，求求了，一定带我们出去。都说了有帮，不帮你帮谁？我们去附近转一转，明天我一定想办法多带些人出去。韩队长真好。明天不管怎么样，把韩明的小跟班做掉，剩下韩明自己就好办了。老大，这样不会跟韩明翻脸吗？荣英转过身，满眼阴狠。我们嘎他小跟班肯定会翻脸，但是丧尸嘎他小跟班就没理由翻脸，懂我的意思吗？明白了。搞场意外，把丧尸引来，不要留下痕迹。我的金盒一定要拿回来。遵命，老大。吃过饭出去散步的时候，不远处突然传来声响，是谁？出来！这时一个30来岁的男人出来，带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在一侧望风，男人走了过来。我知道荣英想要对付你们。哦，是吗？详细说说。你们拿了他的金盒，他是不会放过你们的。你告诉我的目的是什么？交换。我把荣英的计划告诉你们，你们把我和我的儿子带出去。爸爸，好像有人来了。男人听到这里，把一个纸团扔出来，拉着儿子跑了。把纸团捡起来摊开后，上面是一行字。笑什么？你自己看。他要引丧尸朝嘎你手下，引丧尸嘎我，他是来搞笑的吧？他既然想，就让他如愿。秦雅，我们要好好配合他们。夜晚，荣英拉着我唠嗑。
突然，荣英手下阿泰跌跌撞撞的跑了回来。老大，不好了，一大批丧尸溜进来了。什么？让大家赶紧撤退！撤退吗？必须撤！我们暴露了，夜间丧尸危险性极高。我家秦雅呢？先撤，我们的人会救她。撤到安全区后，我家秦雅还没有跟来吗？荣英听到我的话，温柔的脸色一变。她好像没跟上来。那我要回去找她。韩队长，你冷静点，刚刚丧尸潮你也看到了，外面还有大量危险，你等天亮，我帮你找。这时旁边突然传来尖叫声，大家快看，宁宁被咬了。我儿子没有，这是刚刚逃跑的时候不小心摔到了。这2人就是白天给我通风报信的父子。中年男人在阿泰面前跪了下来。别把我儿子关起来，他真的没被丧尸抓。爸爸，你别跪了，我们走吧，我不想在这待了。还想走？明日基地没有叛徒，加入我们，至死方休。你个坏人，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离开？坏人！凭什么？你个小屁孩，你能活到现在，是明日基地给了你们机会。杜甫者，嘎啦！住手！荣队长，你把我跟班弄丢了，那就让这小子伺候我吧，等我跟班找回来，就把他还给你。韩队长看上的，带走就行。爸爸，我要和你待在一起，你去哪我就去哪。快走，人家既然想收留你，一定把握好机会，一定要听话。跟着大哥哥，以后不会有人再欺负你。老大，那个秦雅真的处理掉了吗？必须的，我亲眼看到他被丧尸潮吞没。很好。第2天早上，我现在是韩先生的跟班，我不能离开，我现在只听韩先生的。你别不识抬举。别人动手，你就会傻站着吗？现在给他2下，一下还他，一下赏他，去吧。宁宁再无顾忌，充满了冲了上去。荣队长醒了，你们的人好像并不欢迎我，总想欺负我的小跟班。荣英看了一眼阿泰，立刻跑了过来。对不起，韩队长，我错了。别跟我道歉，跟他。宁哥，对不起，我错了。出气了吗？出气了，大哥哥。行了，下次对我的人客气点。韩队长，我有点事想跟你商量下。你说。直升机一趟能运出去的人太少，我们昨晚遇到一次丧尸潮就损失了1/3的人，你也亲眼看到了，直升机运人来不及。没错，是这样的。不妨你跟外面联系一下，让月图来接应一下我们。没问题，我假模假样的回去发电台消息，让你爸有点眼色，等会跟紧你。好的，大哥哥。5分钟后，稍等，大家一起向西边撤退。今天月图会试着突围。太好了，韩队长，通知下去，西边撤退。向西走了1公里左右，荣英突然停了下来。不对，怎么了，荣队长？荣英目光有所怀疑的看着我。你确定是向西吗？对啊，月图告诉我的。你确定吗？十分确定。那就是月图想谋权篡位了。我听着他的话，心头一震。我的另一种异能是危险预知。西边丧尸潮来了，所有人准备向后撤。这是我安排秦雅引来的丧尸潮，徐静的直升机已经安排在附近半公里。按照预计，我们到达的时候就会遇到丧尸潮。荣英他们乱作一团，打斗半分钟，我就能等到飞机撤退了。可荣英另一个异能竟然是预知异能，该怎么办？这时，一阵直升机声音传来，不愧是徐静，和我真有默契。荣队长，后方也有丧尸。什么？我一个瞬移抓起宁宁父子离开。敢骗我？留下来吧！突然，我的脚下好像有千斤的坠力，瞬移竟然用不了了。只见荣英一步步向我走来。荣英除了精神系预知异能，还有第3种异能，从未外露过，类似于短范围的时间静止。听话，留下来吧，你也只剩直升机一个救援了，放弃吧。我嘴角上扬。荣队长，谁说我只有一个支援的？什么意思？紧接着就听到阿泰喊道：“老大，秦雅没嘎，他还把丧尸引来了。”荣队长，谁说我只有一个支援的？什么意思？紧接着就听到阿泰喊道：“老大，秦雅没嘎，他还把丧尸引来了。”眨眼间，荣英基地的人就被丧尸潮包围住。我微微一笑：“荣队长，我就先走了，你也不想你基地从此消失吧？”秦雅为什么没嘎？为什么丧尸不咬他？韩明是个怪物，他的跟班也是个怪物。我们直接上了直升机，而荣英冲进了丧尸潮，回到联盟。老大，这一次明日基地应该没了吧？没不了，但是从此也不会再是一个大威胁。这一战过后，估计荣英手下不会超过100人。齐桑通知月图，让他仍然留守 C 市，不过目的不再是支援荣英，而是狙击荣英，让他们困守在那一片区域，替我们嘎丧尸。好计策，
赶尽杀绝是对敌人的敬意。韩盟主，还有一件事我需要汇报。说吧。工厂已经开启，我计算过最大运力，给每个工厂安排300到500不等人员，各个工厂之间能24小时不间断开工，产出物品能够不间断流通到下一个环节，一直到最末端的防御建设端。我认真思考一遍，确定没有问题。没问题，推行。小帅哥，我想出去随便转一转，可以吗？在冥邦联盟范围内，我的雷达系统和查打系统能让他无所遁形。一旦他靠近冥邦联盟边缘有其他想法，就会自动报警阻拦。联盟内你随便走动去吧。回到防空洞，陆婉晴追了上来。韩明，陆婉晴，有什么事吗？明天就是中秋，你有什么安排吗？中秋节要到了呀，我这才想到，竟然已经中秋了。是的，我爷爷在家准备了饭菜，想邀请你一起去吃。喊我去干什么？那是你爷爷，我还要找我小姨呢。你忘了，你和我爷爷认过干亲的，那是你陆哥。那我也得找我小姨。兰姨那边我也邀请了，她也来。是的，小明，婉晴这么有心，中秋到了，我们大家在一起热闹热闹。行吧，那我也去。既然中秋节要到了，小夏同学，主人有何吩咐？给自家基地居民发一波基地福利。稍后我把居民礼物清单发给你。我的基地守卫徐静、金虎等人的特殊礼物，你单独送。收到，主人。我们基地发了中秋礼包，一人1斤大米呢。哇，你们基地真有钱！我们基地才发了1包饼干，还是统一采购的。还是 K1 基地好，我听说了 ，K1 基地人均发了1块月饼，还有1顿烤肉大餐。我总基地也不错，每人发了2盒肉罐头。你们这算什么？你们知道冥邦基地发了什么吗？什么？快说说。人家基地所有人不论大人小孩，每人10斤猪肉，每人1套新衣服，1整盒月饼。还没完呢，每人1颗1克的小金豆，还有100积分，100积分可以买100斤大米啊！这一刻，所有人都被冥邦基地的福利给豪到懵了。第二天，跟随陆婉晴来到他家，就听到里面传来银铃一般的笑声，有老头声音，有女人声音。我小姨早就到了吗？是的，我派人很早就把兰姨接过来了。我家小明来了，快让我亲亲。小姨，这在别人家，你注意点。什么别人家？这以后就是你爷爷，我爸的家。这时一道爽朗笑声从里面传出来。小明、小晴，有个大事要跟你们说。我跟你们兰姨聊得太开心了，我太喜欢她了，我决定要认她做我女儿。小明，我跟你兰姨已经去户籍科登记过了，以后咱们这个辈分诚心论，平时你要叫我爷爷，私下还可以叫我哥。这他喵都是什么跟什么？一会爷爷一会哥的，这算个啥？还有小晴，以后小明就是你亲弟弟，我就想有个小明这样的好大孙，如今终于实现了。明啊，快进来吃饭。明啊，你太让我惊喜了，没有你，我都想象不到现在会是什么样子。陆老，你客气了。一点也不夸张，你做的每一步都叫我老头子佩服。先超低价拿出进化液，解决了异能者进化的大事。后面你带领大家反攻城市，从城郊一路干到市中心，你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看在眼里。明啊，如果没有你，整个东部地区必然走向灭亡。陆老，你孙女也很强，她在的话不至于。陆老叹了口气，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其他地区的现状吗？其他地区吗？上辈子我在东部地区生活了10年，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信息。其他地方在末世后怎么样，我一无所知。哪里的？你也是时候知道了。其实，在丧尸病毒爆发之前，官方就发现了这个病毒，提前做过预案，全民防护。但很遗憾，还未来及推广全民防护，就提前爆发了。不过，在做全民防护预案之外，还有一项就是方舟计划。我不可思议地看着陆老爷子。陆老爷子严肃地说道：在我国西部、北部，官方在末世之前共搭建了3个地下城，分别是方舟1号、方舟2号和方舟3号。官方曾将大量物资运往其中，能源、食物、大量科研仪器、武器、飞机、战甲等等，以供必要时候给人类度过危机。为什么我们从没听到过？说到这里，我立马就明白了。最初丧尸爆发的时候，官方就全国公告来救援，这个救援其实就是3家方舟基地的救援，只不过官方没了，那救援行动也就没了，他们各自为王。陆老说到这里，脸色越发的阴沉难看。我们东部地区等了很久，3家方舟基地同时沉没，没有一家安排接纳我们的救援行动。最后我等不了了，才在东部地区建立 K1 基地自建救援。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你一样带领所有人清理出一片安全区。明儿，你真的了不起。那是当然，我家明明从小就厉害。陆哥，那3家方舟基地都怎么样了？都有多少人？多大规模？比你冥邦联盟大，物资更多，人员更充沛，但是他们的进化业远不如我们。你能跟他们联系吗？是的，我们有专属通讯渠道。那你告诉过他们我们冥邦联盟吗？自然没有。陆老和陆婉晴哪怕是官方没了，还在积极保护民众，这就是军人，永远不会放弃他们曾经守护的人们和土地。老爷子，你继续和那边保持联系，多打听一下他们的动向，然后我们这里要保密，不能让他们任何一方知道我们冥邦联盟的存在。我知道的。吃完饭在想什么呢？在想我的东西。你什么东西？那3个方舟基地都得是我的，我们要加紧建设，最起码在那3家方舟基地注意到我们之前，就要成为他们所有人都仰望的猛虎。这一口喷出去后，康博士彻底晕了。宁墨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看你爹干什么？你是这里的管事的对吧？对，我就是，我是5层管理者宁墨。小宁，金盒、粮食拿来，少一个，大家都别好过。放心，我给。赖账风险太大，就算我们有底蕴有实力，不怕 K1 基地，但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把这些人惹毛了，他们基地的人过来反扑，我们地下城搬不走，到时候两败俱伤，谁都没有好处。随我来，1袋子1万枚金盒，共20袋，100斤1袋的粮食，400万袋，物资很多，需要我的人帮你们送过去吗？不用了，我拉上秦雅，把所有物资都收进你的空间吧。秦雅抬起手，假装收物资，实则全都进了我的空间。好大的空间，这群人的实力到底是个什么层次？连小跟班都这么强。我们走吧。不要急，楼上还没清理完，康博士要把楼上3层全部启动净化装置。你们的净化装置是做什么？就是把楼上3层里一切移动的生物都销毁，楼上3层同时抽成负压，丧尸很快就会被撕裂。明明有净化装置，为什么还在一直求救？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出去后，陆指挥官真是辛苦了，外面局势这么艰难，你们能坚持到现在真的太不容易了。没有官方，我们只能如此。宁墨听到这里，半点不好意思都没有。既然如此，你们要不然考虑加入我们1号基地？我看了陆指挥官你们的实力，你们如果加入我们1号基地，我可以把4层管理者给你们做。怎么？那康老头还没嘎，就要被撤职了吗？康博士老了，也该退居2线，能者居之。你是陆婉晴的弟弟，那我也叫你一声弟弟，可以吗？你还是叫爹吧，我比较爱听。这个年轻人很强，暂时还是不与之为敌，能做成朋友最好。很高兴这次能认识你们这群人，以后我们1号基地和你们 K1 基地要一直联系，互帮互助。好说，下次你家基地再沦陷了，我收费便宜点。此刻陆老头家，方舟2号和方舟3号本来还打算等方舟1号覆灭后去捡物资，结果被我们截胡了，桃子被我们悄悄摘了，他们肯定全都后悔死了。20万枚金盒，20万吨粮食，这个价格足以让他们任何一家走一趟。我们捡了大漏。明啊，还有一个1号基地的消息，你肯定爱听。什么好消息？康博士中风了，你昨天起的。对了，你还记得你昨天带回来的那个怪人吗？当然记得。那个是康博士的实验对象，而且经过爷爷调查，还是他唯一一次成功的实验成果。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仔细想了想，先养着吧，反正不可能还给他们，暂时留在我们基地里，说不定以后有用。回到基地，才想起来自己似乎很久没有去系统里看了。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超大的数据面板，领地面积982平方千米，基地守卫6.5人，基地等级大都市，积分14800万。找到兑换窗口，丧尸抑制剂。我立刻读取上面的数据信息。被丧尸病毒感染之后，3分钟内注射该药剂，可抑制丧尸病毒扩散。该药剂仅一次有效，且只有进入感染者体内生效，离开容器针管即失活。原来是个一次性用品，不是能永久产生抗体，离开针管就失活。这意味着这支抑制剂不能被研究。本来还想送给小姨研究一下，这支抑制剂只能留给自己使。不过这样也行。兑换1，恭喜宿主获得丧尸病毒抑制剂。几个月后，陆老爷子发来消息：明啊，有件事恐怕得你亲自处理一下。什么事？宁墨想邀请你去他那里玩。没空。我本来也是这么拒绝他的，但是他说如果你不来，他就来我们这里，亲自找你玩。他邀请我去哪里？2号基地。他说2号基地搞了一场拍卖会，他想带你去见见世面。宁墨这几个月邀请了你好几次，我一直替你拒绝，要不是因为他这次铁了心说你不来他就亲自过来，我就直接回绝了。
毕竟现在还不是把联盟展示给他们看的时候。跟他说我同意了，但是我会带伙伴一起去。吃喝拉撒他要负责，带慢一点。我扭头就走。没问题。直升机再一次向着1号基地的方向飞去，来到1号基地。今晚在我这里住一夜，明天我带你去2号基地见世面。多大的世面啊？会不会吓到我？放心，明天跟着我，不会吓着你。这么久了，你们这还没复工吗？康博士还在休养，他的实验都暂停了，不过应该快好了。是吗？那我得去看看他，快点带路。这恐怕……大男人磨磨唧唧，我还能吃了他呀？我只是去慰问一下，带不带？你要不带我就回去了。行吧，我给你说在哪里，你自己去就行。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此刻病房内，康博士刚刚醒来。康博士，你再休息几天，不要想研究上的事，开始做康复运动，我想你很快就能痊愈了。别看我年纪大，身体倍棒，颜值遥遥领先。就在这时，他又听到了一道熟悉声音。老东西，我又来了，怎么现在还不能下床啊？你再不下床，过不了几天就要驾鹤了。看到我来，高兴吧？康博士，你怎么样？小伙子，你给我证明啊！这可不怪我，我可是来慰问的。老东西，下次你醒了我还来，我看你什么时候能下病床。康博士，你怎么样？第二天来到2号基地。我们佩戴的是我们1号基地的标志，参加拍卖所有人都要戴各自基地标志的面具，戴着绿色面具的是2号基地的人。3号基地呢？白色。就在这时，2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女向着我们径直走过来。1号基地，你好。3号基地，你好。听说你们前段时间出事，我们一直挂念你们。我们很好，多谢挂心。说完后，两边人隔着面具一笑。这时一个男士走了过来。抱歉，我们尊敬的1号基地客人，因为我们拍卖会现场不能带宠物，请你们这些狗交给我们看管。给我看好狗子们，别想着跑，这里你跑不掉。我不会跑的，小帅哥。天哥，看紧他，别让他跑了。听说你们前段时间被 K1 基地的人支援了 ，K1 基地怎么样？实力很强。你们真的给了他们20万吨粮食，20万枚金盒吗？当然。那看来他们在外面活得很艰难，大老远赶去讨这么点饭，他们值得吗？肯定是快饿死了，活不下去了，看到物资命都不要，真是可怜。走了，去会场。听说2号基地这次弄了宝贝来。没关系，我不会嫌弃你的。乖孩子，爹嫌弃你。走吧，我们也进去。来到会场，末世2年半，外面人嘎了一波又一波，这些权贵们的生活水平竟然没有影响。怎么样，是不是见世面了？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莅临我们2号基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露丝。我们2号基地这次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惊喜，还请大家多多捧场。下面有请我们第一件藏品牛奶草莓。随着露丝话音落下，一盒包装极为精美的新鲜草莓出现了。这不就是我家大棚里一棚接一棚，想吃多少吃多少的普通水果吗？看这品相，还没我家种的好。快出价，多少钱？一共有3份，每份起拍价5000枚金盒。这他喵2斤不到的草莓，5000枚金盒，坑大傻子呢！这么新鲜的草莓，竟然卖这么便宜，我3号基地要了。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吃？末世后你肯定没吃过，说了带你来见世面，这次见识到了吧？见识到了，遥遥领先，简直遥遥领先。接着7、8件拍卖品都是末世前最常见的水果，哈密瓜、西瓜等等。你难道不想吃那些水果吗？新鲜水果很难得，每次各家基地有新鲜水果出来，都会开一场拍卖会。那你看这样行吗？我给你提供新鲜水果，你帮我卖出去，我分你1成佣金，怎么样？你那里竟然有新鲜水果？我们也是很难得才获得的，一直不舍得吃。可以，你有多少拿多少，他们都要的。很快，水果被抢购一空，终于迎来最后一件藏品。你们不会要拍卖这只丧尸吧？当然不是了。露丝扬起无比诱人的微笑。我们要拍卖丧尸病毒抑制剂。什么？你说什么东西？丧尸病毒抑制剂，我们2号基地已经研制出了抑制剂，成功率高达80%。不可能，上辈子一直到末世10年，人类都没有研究出丧尸病毒抑制剂。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就能直接称王称霸当救世主。所以这是假的。这是我们内圈管理者经历很长时间的研究，最新的科研成果。一个基地人员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上来。经过我们的实验，在1分钟内注射，能80%不会变异，剩下20%呢？当场嘎了。他这句话落下后，
全场安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年轻人站了起来，没有变成丧尸。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丧尸病毒抑制剂。我用精神力感知着年轻人的形态，不对劲，正常人在我的精神感知力里是红色的，丧尸是白色，而这个年轻人介于红色和白色之间，并且随着时间，他身上的红色越来越淡。我们基地目前只剩下一支丧尸病毒抑制剂，起拍价1000万美金和或者200万吨粮食，一次加价10万吨。我们3号基地要了，我们1号基地要加价10万吨。可恶，我们3号基地加价20万吨。我先回去了，一群大傻子，真没眼看。出去后正好看到刚才的年轻人。老实点，到了研究室一切就结束了。年轻人身上黑色的经脉越来越明显，正在变成丧尸。我非常怀疑，这个丧尸抑制剂其实就是减缓变成丧尸的速度，从原来的几分钟延长到几小时甚至几天。小帅哥，那个人即将变成丧尸了。是啊，希望今天可以看场好戏，加油！小小丧尸快快跑！这时宁墨从拍卖场出来。结束了吗？结束了，3号基地把抑制剂拍了。多少钱？250万吨粮食。还真是个250。突然前面传来声音，有丧尸，有丧尸，快跑啊！不好意思各位，刚接到通知，刚刚清剿还有极个别丧尸遗漏，大家先跟我来，进基地内部休息片刻。不到半个小时，2号基地的丧尸危机就解决了。白面巨男阴阳怪气道：2号基地的实力真是让人叹止，不但研究出丧尸病毒抑制剂，还这么快就解决了基地丧尸爆发。这要是换别的基地，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他喵在阴阳谁呢？老阴阳人。基地解决不了丧尸爆发，但是人家知道找外援，可别像某些基地跟个250一样，花那么多钱，最后给自家基地招了丧尸。你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基地的丧尸是意外，大家不要吵，免得伤了和气。露丝小姐，你们基地的丧尸真的是意外吗？怎么前脚你们刚卖了丧尸抑制剂，后脚就出现了丧尸病毒？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这么一个拱火的好机会，3号基地花重金买了一个假抑制剂，这绝对能引起内斗的，怎能不干？听到我的话，其他所有人瞬间醍醐灌顶，全都想到了什么一样。露丝，怎么回事？我们基地的丧尸真的是意外，我跟你保证，我们的抑制剂没有任何问题。生意刚刚结束，物资刚刚派人拿到，可不能出事。不对，我现在非常怀疑你们抑制剂有问题。那个试验品年轻人呢？把他交出来。露丝听到这里，脸上露出纠结之色。如果你们交不出来，这次拍卖就作废。肯定不能作废，你们先等一下，我去联系一下内圈管理者，把人给你们。这时，露丝的手下就跑了过来，在他耳边语几句，露丝的脸色立马就变了。他看着面前的众人，很抱歉，那个试验品刚刚在丧尸潮混乱中被丧尸攻击去世了。你说什么？我们一要人，人就没了。我们3号基地不是好糊弄的。这个时候必须火上浇油，我们可都看着呢。你们今天不给个交代，3号基地打你们都是你们活该。一时间，所有人的压力都给了露丝，就让他们在这狗咬狗吧。你们继续，我们有事就先走了。回到陆老头家，这3家基地，一家比一家让人恶心。上层管理者没一个好东西，把他们上层全嘎了。我该怎么动手？民邦联盟的实力不弱，有把握一次性歼灭一个基地，但是这样肯定会引起剩下2个基地的警觉。他们都有直升机，自杀式过来投几发炸弹，我就损失惨重。明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陆老说的对，直接出兵是最次的选择。他们基地内部矛盾这么大，内部分化再合适不过，扶持他们基地一股反对力量，让他们和上面领导层对决起来，能换了他们领导层，把我们扶持的力量推上去是最好的。老爷子，你继续说。再让3家基地之间矛盾加剧，让3家基地彼此视对方为仇敌，挑动战争，让他们只见开打，我们轻易不插手。但是一旦一方要被打嘎，我们就要去帮那弱小的一方，要让他们3家基地彼此消耗到最后，然后一次性击破。姜还是老的辣。我老了以后还是要看你们年轻人的。明啊，归根结底要让我们自己强大，如果我们不强大，计谋再好也只是跳梁小丑，想要制霸对方，就要有绝对吞下去的实力。找到金湖，老哥，把我们联盟吃剩下不太好的水果凑在一起，我打算打包卖给方舟1号基地。没问题，咱们卖多少钱？拍卖会上一件草莓7000金盒，我们卖700金盒1箱水果。宁墨拿到水果后大吃一惊。
韩明那里还真的有这么多优质水果，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应该是因为韩明那边在东部沿海地区，地产丰富，他们这些水果肯定也是千难万险才收集到的，肯定是这样。开心坏了！金虎老哥，通知下去，让基地的人把基地品相差的、烂大街的水果都收集起来，我们要卖给方舟的3个基地。没问题，老大。是时候去一趟明末的基地发展一下眼线了。这时陆婉晴走了过来。韩明，有一个重磅消息，你肯定高兴。让基地的人把基地品相差的、烂大街的水果都收集起来，我们要卖给方舟的3个基地。什么重磅好消息？3号基地的基地长嘎了，他被丧尸抓了一下，在2号基地花重金拍下的一只鸡用在了自己身上，结果用了没多久就嘎了。直接嘎了吗？没变丧尸吗？是的，直接嘎了。但是他不是用的抑制剂吗？狗屁抑制剂！就他们那群略带智障的脑子，能研究出丧尸病毒的解药吗？他们也配？那谁配？你老大我啊！他们那就是一个延缓丧尸变异时间的破药，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就直接嘎了？要是变成丧尸就好了。你就那么想看他变成丧尸？当然了，他要是变成了丧尸，那就坐实了2号基地的抑制剂是假的，这样他们2家肯定得打起来。我一直在等他们打起来的好机会。主人，方舟1号基地宁墨发来消息，来得正好，你们先走，我去会会宁墨。韩明弟弟，你也收到3号基地基地长嘎了的消息了吧？我想带你去3号基地吊唁，你也来吗？吊唁？那不就是这3家基地又要凑在一起，看我把你们的谁搅回来！必须去，等着我。小夏，你通知徐静、金湖、秦雅，随我前往3号基地，顺便准备一个果篮和花圈送往3号基地。今早3号基地1层的垃圾场清理完垃圾，一大堆东西从3号基地最顶层落下来，迅速围满了人。这是真的吗？这么好的食物就这么浪费了？这些顶层管理者几乎就没动，直接扔下来了，简直太奢侈了。大家都分一点，我们回去吃。此刻3号基地的最顶层，一个男人眼一瞪，怼一声，彻底嘎了。基地长，副基地长怎么办？基地长嘎了。很快这个消息便传遍了其余方舟基地，传到我这已经是中午。和1号、2号基地聚集来到3号基地后，这次3号基地基地长出事，真是让人遗憾。他们肯定会怪我们上次拍卖的抑制剂没有效果。但是我们也明确告知了，会有20%的几率会嘎。3号基地长没变成丧尸，就证明我们的抑制剂没有问题。3号基地要是发难，你们可得说句公道话。宁墨听着他们的话，面具下露出笑容。好说，我们都用事实说话，只要没有变成丧尸，他们想发难也没道理。对，还是1号基地深明大义。等下我们给你们基地援助的物资就会到，大家以后一定要多多合作。当然。我算是听明白了，这2家基地肯定在私下就达成一些协议，给宁墨一些物资，让他站他们这一方。这时戴着白面具的众人向着我们走来。1号基地，你们来了。还请节哀。看到2号基地人来后，你们2号基地还有脸来？来得正好，要是没来，我们就找上门。我们来送基地长一程。今晚给大家安排了房间休息一夜，明天我再带你们参加我们基地长吊唁会。这是2张门禁卡，可以通往1到4层，当然核心区域各位是不可以进入的。刚进入自己单间，门就被敲响了。谁啊？透过猫眼看到戴着面具的宁墨，有什么事吗？我之前说过要带你好好转转，一直没什么机会，今天我带你逛逛3号基地。可以，我去把我手下喊来一起。你手下我也安排好了，就我们2个人去就行。宁墨扬了扬手上的临时门禁卡，没问题，那就咱们俩走走。进入电梯。你们 K1 基地肯定没有电梯吧？对啊，我那里那么穷，怎么可能有电梯？我们出门就靠2条腿，通讯全靠吼。宁墨一笑，外面的基地条件也太差了，你们太苦了。不辛苦，我们只是命苦。不管你以前命有多苦，遇上老哥我，就是你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时候。我他喵一口气，差点被这大傻子少爷给背过去。来到1楼，宁墨带着我走了出来。这个时候正值他们的饭点，所有人排队领饭。今天晚上不错，每人1个馒头，还有1碗菜汤。你们 K1 基地普通人能吃上这种饭菜吗？不行，完全比不上。我们3家方舟基地别的不说，绝对是这些贱民的天堂。突然前面传来哐当一声，有人的饭碗被打翻了。你哪里偷来的肉？这个大鸡腿看得真让人眼睛发绿，我恨不得扑上去把这鸡腿丢进菜汤里狠狠地涮，再舔着碗壁把它舔干净。好东西啊！不是我偷的，是我捡的。胡说八道！这么好的肉是你能捡到的吗？我不可能去别的地方，也看不到这种东西。求求你放过我吧！
听到男人的解释，管理者脸上暴怒逐渐消了一点。你们还私藏了吗？就这些了，我们没有私藏。再发现任何东西都要上缴给我，要不然就没这么容易放过你们了。赶紧去一边看你心烦。男人来到垃圾场里的一个角落，肚子咕咕叫，忽然他肺里一阵咳嗽。这个基地不允许有不健康的人存在，我要忍住。这时我来到他面前，看到我戴着面具，就是他们惹不起的人。大哥，我刚刚只是咳嗽了2声，我身体好着呢，求求你不要往外说。站起来，不要紧张，我有药能治好你的身体，但是不白给。听到这句话，男人半信半疑，不敢吭声。我从系统拿出一颗系统急救丹，吃了它你就会痊愈。从现在起，你听我指令行事，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枚小药丸吃下去之后，他发现身体在慢慢恢复活力。我孙二狗，以后只听你命令，你说什么我做什么。二狗，我要你成为这个基地的一个反抗带头人。什么反抗吗？你难道不想吗？我太想了，我们大家伙都快被这个基地逼嘎了，还有什么比嘎了更可怕的？如果没有你的救助，我只会被基地丢出去或送去研究所。我都是嘎过一次的人了，我不怕。你放心，我会给你帮助，你只需要壮大你的队伍。我从空间中拿出一些食物，那些别吃了，以后吃这些。二狗看到我拿出来的东西，眼睛一亮。这么多好东西都是给我的吗？你们有地方能放物资吗？这里管理得很严，东西几乎拿不出去，我们只能把东西放在垃圾场里。我想了想，拿出来一大堆方便面调料包，这些你留着，可以用来发展下线。末世后，他们这些人能把地上蹭的油都给沾干了，可见平时吃的素成啥样。对他们来说，这可是无比珍贵的顶级好，绝对能吸引一大批人追随。男人看到这一大堆的调料包后，再度无比震惊地看着我。这些东西在末世都能当黄金来用，这么珍贵的东西，他直接给我了，这得是多大方多有钱。老大，我会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可是你不用给我这么多这么珍贵的东西。好好干，后面会再来，做得好，以后给你的只会比这个好1000倍万倍。听到这里，男人倒吸一口凉气。比这些好1000倍万倍的那些得是什么东西？眼前人又是什么人？这么有实力？好了，记着你的任务，我先走了。我之前说过要带你好好转转，一直没什么机会。今天我带你逛逛3号基地。从垃圾场那边出来，迎面就看到在外面的你。你上厕所回来了？上完了。我们要上去了。3号基地为明天的调研召开了临时会议。前面带路，走吧。今天意外收获一大堆物资的1楼管理者王大海一个人吃饱喝足，这些丰富的食物他1年都吃不上几次，今天竟然能吃到这么好的。这些肉肯定是那群人捡到了顶楼管理者吃剩下的，应该还有一部分被其余废物藏了起来，别被我发现了，发现了全给你们没收了。顶楼生活真奢侈，我王大海什么时候能过上那种日子？不过刚刚这些肉上沾了红色的粘稠液体，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想这干啥？管他呢，吃就完事。这时忽然接到了上面的命令，所有管理者到5层来开会。来到5层开会门口，一阵阵的疼痛从王大海肚子里抽搐起来。怎么回事？该不会是很久没吃好东西，消化不良吧？这时一把抓住走在旁边的2层管理者。你干什么？老哥，帮我请个假，我肚子疼。赶紧去吧，垃圾！王大海往卫生间跑去。这个时候，2楼管理者低头才发现自己手腕上被王大海挠出了一道印子。来到会议室，戴着面具的副基地长对所有人冷声道：“都到齐了吗？有重要事情跟你们讲。”副基地长1层的没来。副基地长看了一眼空缺的位置，撤了他的职，我们正式开始开会。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刚刚说话的2层管理者，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丧尸气。我用精神力感知对面的人，果然他身上出现了丧尸颜色，是个感染者，还是个马上变异的感染者。这时他们房间闯进来一个满脸惊恐焦急的手。不好了，副基地长，外面出事了！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什么事说吧。丧尸，我们基地出现丧尸了。什么？我们基地怎么会有丧尸？这时2层管理者突然扑向3楼管理者，被咬一口的男人发现对方变成丧尸，异能狠狠甩到对方身上，将2层管理者击杀后，我不想变成丧尸，救救我！你们不是有药了吗？求求你们，我不想嘎了。副基地长拿出武器一下给他解决了。这个时候就听到外面打斗声。半小时后，5楼的丧尸潮平息了。副基地长立刻打电话问3楼那些研究员们，3楼一片安宁，什么事都没发生。不但如此，2楼、4楼也是一样。
怎么就单单5楼爆发了丧尸？就在他打算要认真彻查一下到底是哪里爆发的丧尸潮时，忽然一个守卫冲了进来。副基地长，我们基地1层已经陷入了丧尸潮之中，1楼所有人在电梯外大声请求放他们上来。这到底怎么回事？副基地长，我们开门吧，再不开门，1楼可能就要团灭了。开门把丧尸放上来怎么办？那么多丧尸混入一个感染者上来，楼上都得跟着遭殃。1楼那么一群垃圾，嘎了就嘎了，把所有大门全部堵死，不允许任何一个1楼的人上来，把大门门禁提升到我的等级才能打开。遵命。丧尸究竟是从哪里混入的？副基地长，1楼的丧尸爆发源头还没找到，但是5楼来自1楼管理者王大海，就是今天缺席的王大海吗？正是，所以丧尸病毒源头肯定是下面，但是1楼所有人都没有出去过，就算是倒垃圾的人，也要在1分钟内返回基地。我们周围这段时间一个丧尸都没有出现，他们不可能接触到丧尸，成为感染者。副基地长听到这里更加的奇怪，到底是哪里来的丧尸病毒？不是外面，难道是内部吗？还是说有人故意把丧尸病毒携带过来？他喵的，肯定是这样。今天1号、2号基地刚来吊唁就爆发丧尸潮，跟他们没关系，都没人信。诸位贵宾远道而来，我们基地却发生这样的事，惊扰了你们，我深表歉意。刚刚让人准备了菜肴，大家好好享用一番。你们基地出了这么大的事，这饭我们吃着也没心情，要不就不耽误你们治理基地，我们先回去。2号基地的朋友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难道是担心我这里不安全，还是说生怕走晚了留下什么被我们发现吗？2号基地的人脸色立刻一变，你们什么意思？我们基地周围根本没有丧尸，安防更是第一严格，但是你们一来我们就爆发了丧尸病毒，诸位难道不想解释一下吗？这是什么意思？说我们带来的丧尸病毒吗？副基地长不要信口开河，免得伤了3家和气。你们都能做出这样的事，还怕我伤和气？我们基地除了你们这一些外人，再没有任何人进出，所有人信息都指向了你们。就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是我们都说不过去，但是真的不是我们根本没有动机，更没有机会。我们2号基地下了直升机后，一直留在你们安排的房间里休息，全程跟着你们安排。我们所有人一个不少，踪迹全都查得到，绝不可能给你们基地捣乱。你们冤我谁也冤枉不了我们。你什么意思？你们基地没动机没机会，那就是说我们1号基地了是吗？2号基地听到这里，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这种时候，明末也算得上我们一个战友，事情没定，也不能得罪他们。对了，你身边那位先生就是上次一起来我们基地牵着狗那个，对吗？没错。我记得你说过，他不是你们1号基地的人，只是你带的朋友，对吗？是的，他就是 K1 基地的。2号基地的人立马眼睛一亮。我相信你们1号基地不会做这种事，但是你身边这位 K1 基地的先生也太可疑了。我记得你们安顿之后，还带着他到处参观3号基地。2号基地你好好想想，我们3家同气连枝，他一出来就爆发丧尸病毒，不是他是谁？我愿意相信你，但是绝不会相信他。他们 K1 基地绝对有问题。宁墨听完2号基地的话，一时沉默不语。你知道个锤子，就你心眼多，就你会转移话题，说我带来的丧尸，怎么你不也是一起来的？还是说你们都不是人，不做计量单位啊？早就看你脑子不正常，原来你脖子上长的那个不是脑子，是个水球。听听你自己的智障逻辑。你竟然！2号基地的人被我一口气对得差点晕过去。我一开始还有点怀疑，我现在100%肯定就是你们 K1 基地干的。你看不得我们好，在我们基地恶意破坏。小智障，你是不是忘了你们曾经天价卖给3号基地一个假抑制剂？3号基地基地长用掉了，还嘎了，这会不会是2号基地抑制剂有问题？气焰嚣张的2号基地听到这里，立马一怔。可是我们基地长在5楼嘎了，丧尸潮爆发在1楼，这怎么解释？这简单，你们基地有什么人能直接出入1到5楼，而且接触过你们基地长，一查便知。不对啊，我们基地没有这种人，能接触基地长的都是4层和5层的人，这些人根本不会去1楼贫民区。就在这时，守卫跑了进来。副基地长，2楼、3楼、4楼、5楼又出现了丧尸潮。怎么可能？不是所有通道都封锁了吗？哪里来的丧尸？垃圾处理区，1楼那些丧尸从垃圾处理区爬上来了。我们基地的垃圾处理区是连通整栋楼的，而且丧尸能从下面爬上来，那么上面的丧尸病毒就能从上面投放下来。对了，今天早上基地长吃了2口就开始吐血的饭菜扔了下去，难道说是所有通道都封锁了吗？
哪里来的丧尸？垃圾处理区，1楼那些丧尸从垃圾处理区爬上来了。副基地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突然，一群丧尸冲进会议室，副基地长拿起武器一阵突突，丧尸听到声音后聚集的越来越多。赶紧联系人来解救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付丧尸，坚持一下。你个大傻子搞什么？让我们来对付丧尸，在丧尸巢中坚持。你们3号基地待客之道就是这样吗？你们2号基地还有脸说话？就是因为你们，我们才陷入危机中。副基地长一手把2号基地长甩进了丧尸巢中。你个废物，嘎了，活该！基地长，这时2号基地长手中飞出一根藤蔓，牢牢捆在3号副基地长身上，直接拽进丧尸巢。副基地长，现在我们所有恩怨都放下，大家齐心协力对付丧尸，要不然我们都会完蛋。3号基地，你们救援为何还不来？我想起来了，副基地长刚刚把楼下几层的门全都锁死了，只有他能打开，我们没有救人了。什么？完蛋了！这么多丧尸，耗尽异能也冲不出去，难道我尼莫就要嘎在这里了吗？1. 领主系统启动，半小时内解决1000只丧尸，奖励随机好礼1份。随机好礼还是现实的，肯定好东西。就在所有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一股震碎山河的力量爆发，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这近乎变态的地能人。我拿出唐刀冲进丧尸巢，下一秒所有人傻眼了。这速度好快！什么？水系异能、力量变异、速度变异、精神系异能。我知道韩明作战能力一绝，但是我怎么也想不到韩明的单兵实力竟然强到令人发指。你带了个什么人来？他是人形战斗机吗？本来打算把3号基地的丧尸危机推卸给韩明 ，K1 基地那种垃圾颜色小基地，我们2号基地说什么就是什么，敢有一句反对，立马灭了他们基地。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个韩明竟然这么强，简直无敌。此时，房间丧尸已经被清理干净，才556只丧尸，这可不行！半小时内1000只丧尸，算了，我出去嘎丧尸。出去后，老大，你没事吧？附近丧尸我们已经解决掉了。谁让你们解决的？快点！哪里还有丧尸？带我去！10分钟后，还差3只丧尸，在我的精神力范围内5楼竟然没有1只丧尸了，该怎么办？韩明先生，这时2号基地的人走了过来，怎么？有事吗？我是2号基地的副基地长，基地长刚刚在丧尸巢中嘎了，以后方舟2号我说了算。之前我们对你们 K1 基地有点小误会，你别在意。误会是吗？那你的意思就是认可3号基地的丧尸巢不是我带来的，那就是你们带来的事吗？当然不是这样，我现在相信你们 K1 基地肯定不屑做这种，我们2号基地当然也不会。你现在又相信我了是吗？那宁墨他们1号基地，你怀疑吗？总不能你都信吧？你又何必咄咄逼人？我来找你是看得起你，你那 K1 基地屁大点地方，我若是想要对付你们，一根小手指就能碾压。你再这么不识抬举，就要给你们破落小基地招来灭顶之灾。这时旁边传来声音。老大，救！他不是在1楼吗？怎么跑到5楼了？后面追着2个丧尸，嘎了的话，丧尸就还差1个完成任务。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嘎基地管理者了？你说什么？借你一用，还有最后10秒，丧尸够了。1. 恭喜宿主完成丧尸任务，奖励宿主随机大礼包。随机大礼包开始抽奖，异能百宝箱99%开出普通奖励，1%开出稀有奖励。1. 恭喜获得普通奖励。火系异能种子服用下去后即可获得该异能，已有该异能则无法重复获得。你怎么上来的？丧尸爆发，我顺着垃圾区爬上来的，没想到5楼也爆发了。这时众人来到，副基地长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被丧尸咬了，我送了他一程，减少他的痛苦。不用感谢我，反正监控已经坏了，查也查不到，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韩先生，这位是……对了，他可帮了我大忙，处理了周围丧尸，要没有他，这里又得爆发丧尸危机。很好，方舟3号以后我说了算。1层管理者王大海嘎了，你去做1层的管理者。韩明这次帮了我们基地大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韩先生，有件事想请教你一下，麻烦随我来。我们以前不了解 K1 基地，现在才发现，其实外面的基地实力也不弱。这是我们的通讯器，以后一定要常常联系。没问题，有机会我一定去你们 K1 基地亲自拜访。不着急，你们先处理一下自己家的事，我就先出去了。新基地长笑嘻嘻地目送我离开。出去后，韩明老弟，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1号基地，我可以把5层的管理者给你做。我5层，你呢？
我还是副基地长。基地长该不会也是你吧？那倒不是，我们基地长保密。不过这是我妹妹宁瑶，目前单身，你们认识一下。如果你愿意入赘我们1号基地做我的妹夫，到时候你自然知道我们1号基地的基地长是谁。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是很想知道。哼！别着急拒绝，我给的彩礼是很丰富的，你回去等着。回到基地，来到陆老家。明啊，你回来途中，3家基地同时联系我，想要你加入他们基地。3号基地许你5层管理者的高位，2号基地同样给出高价，不过没有3号诚意足，诚意最足的还是宁墨。哦，是吗？他开出什么条件？宁墨不想挖你，只想你入赘他妹妹宁瑶，许你5层基地管理者再加10万吨食物做彩礼，让你考虑一下。一旁的陆婉清听到这些消息，冷着脸。我不允许你入赘。陆老爷子看到自家孙女的反应，顿时老眸闪过光。你什么身份？你不允许？你凭什么？爷爷，那你倒是说个凭什么不允许人家入赘？陆婉清被陆老的话怼得面红耳赤，她红着耳后跟说道：韩明是我们整个联盟的，他可以娶妻，但是不能入赘。按照你的说法，让宁瑶嫁过来不就可以了？不行，我要被爷爷气死了。怎么我亲爷爷一直向着外人？韩明娶妻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凭什么？就凭我是韩明的姐姐。不闹着玩了，我还有点事需要处理，先走一步。爷爷，你以后不要插手韩明的私事，他不仅仅是个人，更是明邦联盟的魂，我们谁都不能没有他。自己宝贝孙女什么都好，就是感情这块一点也不开窍啊。韩明是我们整个联盟的，他可以娶妻，但是不能入赘。回到防空洞，小姨，明宝贝，想死小姨了，快让小姨看看这段时间过得好不好。这小脸蛋是不是瘦了？我得好好看清楚。停，小姨，我有事找你。刚好小姨有事找你。那你先说。不，你先说，你找小姨什么事？我从空间中拿出那枚新获得的火系异能种子给欧阳兰吃，小姨吃了它。吃下去后，我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道声音。一、监测到基地守卫欧阳兰觉醒火系异能。一、恭喜获得守卫火系异能，宿主火系异能已拥有，自动转化熟练度。注意，该守卫异能可撤销。我果然没猜错，这就是 bug 抽出来的异能，我不能重复获取，但是可以把异能给自己人后，我的人会自动把觉醒的异能回馈过来。我没想到的是，我赋予他们的异能，我竟然还能撤销。明明，你想什么呢？听得到吗？小姨，你觉得你吃下去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没什么感觉呀。看来小姨还没意识到，她已经觉醒了火系异能。明宝贝，我们最新研究有了大突破，之前的丧尸喷雾随着丧尸全面升级，效果越来越低。这次我研发出了进阶版，能对高级丧尸有效果。多高级别？3级，但是上限我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高阶丧尸做实验，一线送来的都是3级以下的丧尸，没有超过3级。我的升级版喷雾现在面临很大的研究对象的桎梏，如果我能有更高级的丧尸，或许我还能再突破一点。欧阳兰说完，就听到系统一道声音：一、超级领主系统启动，限时24小时，击杀1万只丧尸，奖励随机好礼10份。小姨，你在家等着，我这就给你把高级丧尸扛回家。我转身就跑了。4级丧尸危险，小姨准备提醒我多带点人。一着急，地方火焰从她的掌心冒了出来。这是什么？欧阳兰愣了几秒后，再使劲，确定是真的后，对着跑出去的我大喊：小明，我也有异能啦！小姨最棒了，我竟然也觉醒了异能，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这样以后我就能更好的帮我的明宝贝了。我带着徐静、秦雅、金虎来到一所中学。老大，这里面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所的学校，里面丧尸众多，我们联盟还没来得及清理，我们4个人恐怕拿不下。金大哥说的没错，老大，不然我们就多调集一些人手。你们不用动手，守着门口，不要让一只丧尸跑出来，跑出来了也要给我送进去。记着，今天你们不能打一只丧尸。老大在说什么？难道他自己要面对整个校园的丧尸，脑子又进水了吗？第二天，老大还不出来，我都结蜘蛛网了。哇塞，金虎哥哥好厉害，你不会是蜘蛛侠吧？小旭一点都不好笑，而且有点尬尬的。好无聊啊！我回来了，走，回基地。这是4级丧尸，被我抓回来了。这个丧尸看着为什么有点怪怪的？ 4级丧尸进化出了智慧，这也是我没想到的。
学校比较大，一直和我玩躲猫猫，所以抓他浪费了点时间。来到实验室，把丧尸交给欧阳兰，我便回了防空洞。恭喜宿主完成24小时击杀1万只丧尸任务，获得10个异能百宝箱，99%开出普通奖励，1%开出稀有奖励。发财发财，快来！发财开心的从外面跑了回来。发财，你一定要保佑我发财！系统，第一个异能百宝箱打开。恭喜获得稀有异能，预知异能。可预知500米范围内在未来3秒发生的重大危险或机遇。目前有预知异能的只有荣英一人，这几乎就是一种强力第六感。我他喵，发财牛啊！发财感觉自己好像立功了，疯狂摇着尾巴。发了！系统，异能百宝箱继续给我开。恭喜获得普通异能，力量变异、速度变异、力量变异、火系变异、速度变异、速度变异、力量变异。稀有异能2个。精神异能和脉冲，脉冲使50米范围内所有异能者和异能丧尸，异能丧尸持续时间是精神力而定。发财，我爱死你了，快来亲一个。这时夏天走了进来，看到这一幕，终究还是不爱了，感情终究还是淡了。第二天一早，小姨欧阳兰就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小明，小姨我一晚上不眠不休的实验，把丧尸喷雾剂的效果攻破了。我的喷雾剂现在面对普通丧尸能阻隔3分钟，1级、2级丧尸阻隔效果能达到半分钟，3级能达到10秒，4级丧尸3秒。小姨真棒！目前人类和丧尸的天平再度倾斜，我们虽然现在是抵抗状态，但是到人类反扑回去不远了。这时陆婉晴走了过来。韩明，明墨又找你了。那个大傻子要干嘛？他还是想让你入赘1号基地，成为他的妹夫。这种智障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吗？你不还说你是我姐姐？不会陆队长就是这么当姐姐的吧？我明令拒绝过几次，他说要亲自过来提亲，3天后就来。你就跟他讲，我已经娶妻生子，媳妇好几个，孩子一大堆，我不可能娶他妹妹，更不可能入赘垃圾方舟1号基地。此刻1号方舟基地，我弟弟已经娶妻生子，媳妇一大堆，孩子遍地跑，宁公子妹妹还是另择良人，勿再纠缠。这个韩明竟然都有媳妇孩子了，还一大堆，成何体统？你给我闭嘴！副基地长，你不用跟那种小地方的垃圾生气，他们不识抬举。我们1号基地的帅哥那么多，就比如我，明瑶小姐想要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你俩他喵的给老子闭嘴！再说话嘎了你们了！你怎么了？康博士2人跟看到救星一样。基地长，出什么事了？副基地长被人羞辱了。你说什么？被人拒绝了。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K1 基地的那个男的，就是之前营救过我们，但是顺走了我们好多东西，还害我住院好长时间。副基地长看他实力还可以，想让他入赘我们基地娶宁瑶小姐，但是他竟然拒绝了我们好几次，还说已经结婚，媳妇一大堆，孩子遍地跑。让他入赘，他就得入赘，没有选择权利。娶妻生子又如何？娶妻了就让他离婚，有孩子就让他弃养。敢反抗，整个基地都屠了。一个外界小小的基地而已，以后别再为这点小事惊动我。宁霄说完转身就离开了。大哥说的不错，这就是小事而已，现在可是末世，一句娶妻生子就想把我打发了，让你入赘你就得入赘，给我宁家勇士当牛做马。之前对你客客气气，只是闲得无聊解闷罢了。毕竟你们 K1 基地对我们方舟1号基地来说就是一只蚂蚁，敢反抗我们，嘎了你们所有人。副基地长，我们现在就出发 K1 基地，他们如果敢反抗，我们直接屠他整个基地。娶妻生子又如何？娶妻了就让他离婚，有孩子就让他弃养。敢反抗，整个基地都屠了。方舟1号的飞机向东部飞去。K1 基地真是不知好歹，我们副基地长愿意给他们一个依附我们的机会，他们还拒绝，简直可笑。穷山恶水出刁民，越是那种穷困的地方，出来的人越蛮横无理。等下他们最好乖乖把人交出来，要不然我们一定夷平你们 K1 基地。康博士，你多虑了，他们怎么可能不交出人来？他们那个小破基地拿什么跟我们1号基地叫板？飞机在原来 K1 基地的营地区飞过，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人。K1 基地不在这里吗？在附近飞一飞，他们肯定在这里。他们那个小破基地是不是被丧尸围城吞没了？随着康博士话音落下，他们所有人看到前方隐约一片延绵数百里的钢铁长城。那是什么？康博士从座椅上站起来，
不可思议的把脸趴在窗边。副基地长，快看，城墙上有人拿着机枪对着下方的丧尸群扫射，他们这是在清理周围丧尸。这一刻，他们所有人都惊呆了。难道这里末世前就修建了钢铁城吗？不可能，末世前只有3家方舟基地在建设，而且还是低调建设。这个位置要建这么一堵墙，根本谁都瞒不住。那也就是说，这道城墙就是末世3年修建起来的。副基地长，我们好像被骗了。韩明的 K1 基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小破垃圾基地，而是一个超级大基地。韩明他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扮猪吃虎。你闭嘴！此刻，钢铁城墙上，怎么了？有人要来。有人要来吗？月图不解，他抬头跟着看向西北方向，果然下一秒，他就看到一个小黑点向我这里靠近。炮筒给我！我预知异能预知到头顶飞机将会在掠过我们头顶后快速折返，向着他们折返的地方开炮。正在做折返运动的飞机忽然调整方向，但是那炮筒随时对准他们下一秒的方向。副基地长，我们被发现了！一个废物，闭嘴！直接降落 K1 基地内部。想降落我们基地？想得美！去丧尸那边去！我一靠过去正中靶心。紧急时刻，几人从飞机上跳伞跳了下来，降落瞬间立刻被包围起来。我们是方舟1号基地的，你们想干什么？1号基地吗？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我带着月图等人缓缓走上去。哟，这不是小宁吗？是我。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搞的？来看看我，不提前通知一声，突然来就跟要袭击我一样，我把你误伤了，这算谁的呀？算我的。那你们现在这是？我让我基地的飞机重新过来，下次再来找你玩。我盯着宁墨，微微一笑，这来都来了，还下次干什么？先留我这里，我带你好好玩玩。你们都傻站着干什么？赶紧迎接一下我的朋友，把他们的武器都卸了，别累着他们。宁墨一行人全都看向宁墨，怎么，小宁你们不肯？你们不是来看看我的吗？哪里有带武器来找我玩的，对吧？宁墨沉默片刻后抬了抬手，所有人把武器交了出去。通讯器不可以给你们。你是老康？没错，就是我。怎么的？你不说我都忘了，多谢提醒。通讯器也麻烦各位了。他妈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老康，你还活着呢？我当时以为你被我气嘎了。韩明，你们来是客，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交出通讯器是怕你们累着，你们想要跟你们基地联系就找我，一样的，对不对，小宁？虽然这来的都是异能者，但是异能对我来说就没什么威胁了。各位来者是客，这段时间先住我这里，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行吧。随着宁墨往城市深入，他更加震撼地发现，我真的把城市攻占下来了。这一刻，他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这都属于你们基地吗？没错。为什么我从没听你提起过？你又没问。我他喵不问你是一句不说啊！行，好。宁墨这时看到身边大公园里采摘出大量新鲜水，里面的品质比拍卖会上的还要好。你们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优质水果？没错。那你为什么卖给我们的都是次果？不是品相差点就是有仇。有吗，小宁？我们都是走出口品质的。当然，我的出口标准就是我们联盟人不吃的，出口给别人吃。你真的娶妻生子了吗？我还能骗你啊？你的妻子和孩子呢？不关你事，宁管理者，你们贸然来我们基地，这是很失礼的事。要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随意进入别人的领地领空，跟入侵者无异。我只是知道了韩明娶妻生子的事情，特意过来亲自了解一下，担心你们又骗我。宁管理者什么话？我们没什么好骗你的，前方就是给你们特意安排的别墅，康博士等人已经进去了，宁管理者请吧。宁墨转身往别墅里走去。他们怎么收拾？我把他们的武器和通讯器都没收了，下一步暂时还没想好。你怎么想的？1号基地绝不是善茬，要是直接嘎了他们管理者，他们肯定会派人过来查。我知道，但是也不能放。爷爷的意思是先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的动向，再做下一步打算，是留还是嘎。等到晚饭时间，宁墨这群人看到饭菜时，众人再也绷不住了。各种肉菜、烧鸡、新鲜的蔬菜，竟然还有新鲜的鱼。上次在2号基地拍卖会上，几条鱼都拍出了天价。怪不得之前请韩明吃饭他那么淡定，原来他们基地吃的比我宴请好上 N 倍。我们就在你们这里住一晚，明天立刻安排人把我们送回去。康老头，这么着急回去干什么？你们难道还想把我们一直关在你们这里吗？怎么是关呢？难道我招待的不好吗？韩明，你少装模作样，把我们的武器和通讯器都缴了，不让我们离开，这不是关押，这是什么？
我听到这里，微微一笑，站了起来。康博士看到这里，继续趾高气扬说道：“我们可以原谅你们这次的无理行为，但是你们必须给我们副基地长道歉，而且你们要亲自护送我们回去，否则我们一定会找你算账。”我求求你，康老头，别说了。我走到康博士面前，把他踩在脚下。老子还没找你们算账，你跟我算账！我现在就好好问问你们，你们带着这么多实力强劲的异能者，没有提前通知，且我们没给你们发过位置的情况下，你们来干什么？现在可是末世，可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们这是一种偷袭挑衅行为。韩明，你差不多得了，我劝你年轻人不要太嚣张。我再次把他踩在脚下。我嚣张？我他喵的还能有你们嚣张？我带人不远万里去救你们，你们反手坑我们，把我们喂丧尸，今天不打招呼突然飞过来，拽得跟个天王老子一样，一把年纪不学好，成天作妖，顶个厚脸皮，到处倚老卖老，真当人人都惯着你呗？韩明，你差不多得了，我劝你年轻人不要太嚣张。我再次把他踩在脚下。我嚣张？我他喵的还能有你们嚣张？连踩两脚的我，目光落到了宁墨身上。宁墨盯着我的眼睛，吐出3个字：打得好。打得妙。打得康老头呱呱叫。打得正上头的我回到了座位。好了，我看大家现在也可以好好沟通了。你们是客人，你们说说你们的诉求。宁墨思索一下，开口道：我们明天想离开。不行。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你们想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那我们想明天回去。康老头，我最近耳朵有点不好使，你刚刚说什么？我说我非常喜欢 K1 基地，我相信宁副基地长也非常喜欢，对吧，宁副基地长？所以我们决定多待几天。行吧，既然各位不想回方舟1号，我便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各位几天。对了，一直没看到你们基地的基地长，你们基地的基地长是谁？他呀，很忙的，等忙完了再给你引荐。太好了。吃完饭后，我就把这些人重新赶回小别墅里去，里外里几层人把守，不许他们出门。明啊，事情怎么样？暂时让他们冷静下来了，等他们想好条件，再放他们离开。你们谈了什么吗？其实什么都没谈，宁墨他们想什么都不许诺付出，就让我放他们离开，不可能的。想要离开就要和我谈条件，是想跟我们结盟还是为敌？为敌的话直接嘎了这群人，结盟的话就得看怎么个结法。几天后，第2道防线大概还有1个月修建好，我提议在第2道防线修建好之后，工人不用解散，修建舰队。修舰队吗？是的，我们目前所有的资源都在陆地上，陆地作战已经齐全，空中作战方面有你的无人机，唯独缺海上舰队，我们一无所有。修建舰队一来可以打通海外几个孤岛，二来如果陆地上出现大动荡，丧尸潮重新碾压，我们可以通过舰队撤离。在东部海域有一处海上石油田，我们可以把那片石油田拿下。可以安排去建。我们明邦联盟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生产出来的物资太多了，但是消耗物资的人很少，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消耗。人口这个我再想想。进来。盟主，野树区宁墨想要见您，让他等着。他说他想好了，想跟您认真谈一下他们回去的事情。我听到这里，眼睛一亮，我知道去哪里搞人来了。来到宁墨所在的小别墅。韩明，我们这一次来你这里也很久了，我们打算回去。回去之后，我会和我们基地长说你们基地的事。我们1号基地和你们 K1 基地正式结盟，订立契约，以后我们2家基地一起对抗末世。当然，为了表示诚意，我们会给你们基地送50万吨粮食，10万枚金盒。好说，我们本来就是兄弟联盟，我们的关系一直都是友好的，而且谈物资谈钱多伤感情。你说的是？你想谈什么？谈人。你给我送2000个成年人过来，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可以，而且我还要给你双倍。小宁啊，我就知道你是真诚的伙伴，我就欣赏你。K1 基地这么强大，我们必须要抓住。K1 基地的基地长暂时不知道是谁，但一定是陆家相关的人，陆家地位一定不低。韩明绝对是这里的高层，等见到基地长，再商量让你入赘的事也不迟。把2000劳动力送来后，那我们走了，赶紧滚吧。韩明，明天是我们3家基地的联合大会，我想邀请你们 K1 基地去参加，你已经够资格了。不感兴趣。我建议你可以来，我们大会会敲定很多物资的采购，你们基地产出这么多东西，可以在会上卖一个好价格。你放心，我不会再谈让你入赘的事，我们就做好朋友。行，你赶紧走吧。你一定要参加，我等你。行啊，没问题。第2天，来到2号基地，这次不同的是，我们 K1 基地戴上了属于自己身份的面具，蓝色面具。哟，这新来的是 K1 基地的对吧？3家基地里，2号基地跟我的关系是最差的。看我懒得说话，2号基地的人立马不悦。1号基地
我们真的需要这种小垃圾来参加我们大会吗？你是没见过 K1 基地的样子，能把你2号基地人都吓傻了。蠢货 ，K1 基地很有实力，他足够参加我们大会。切，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 K1 基地早就不知道嘎了多少回了。你是 K1 基地的朋友吧？3号基地的人也来了，上次帮3号基地平定丧尸暴乱，对我态度明显改善。好久不见，可算是见到你了，好几次在通讯器上找你，你都不回复。等下我们详细谈谈。没问题。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虽然戴着面具，但是他应该就是我在3号基地发展的下线孙二狗。我们大会准备开始吧，跟我来。又到了我们1年1度的3家，哦不对，4家基地大会。我们这次多了一位新朋友 ，K1 基地加入了我们，让我们新朋友说2句吧。我没什么想说的，大家以后和气生财。不管面前这些基地怎么恶心，该挣钱还是要挣钱，挣他们的钱发展自己基地。有足够实力后，这群渣渣一起收拾。看我这次气焰不足，2号基地的人立马眼睛里升起猖狂。K1 基地来这里是想发财，但是你们基地出了一点武力，有让我们瞧得上的东西吗？和这样的傻子对话很累，我出去透口气。你说吧，2号基地那层，你贵不贵？说话行啊，小丫头片子竟然还是个刺头，不过再刺的头也得弯。你在干什么？不等小管理者抬起头，金虎一脚踹飞。你没事吧？露娜一抬起头，就看到了一个戴着蓝色面具的男人站在身边，没有油腻和贪婪，只有像一把火一样燃烧的温暖。我没事，谢谢先生。我可是2号基地的管理者，你敢打我？我让你说话了吗？金虎抡起胳膊，准备再来一击。这里是2号基地，我这么冲动是会给老大惹麻烦的，算了吧。怎么怂了？我告诉你，金虎动手。回去跟你家主子说，狗不听话，我韩明教训一下，有事直接找我。老大，我刚刚……金虎老哥干得漂亮，打了就打了，打了算我的，小问题。回去跟你家主子说，狗不听话，我韩明教训一下，有事直接找我。我不慌不忙地走了上去，没事就滚吧。小基地管理者听到这里，爬起来跑了。露娜警惕地看着面前这群戴着蓝色面具的人。你们是谁？你不用管我们是谁。刚刚你怎么回事？基地要征召女孩进来伺候贵客，我就进来了。为什么？这没事，你说吧。我们老大人很好的，相信我。我在2号基地外围成立了一个女子军团，为了保护女生在末世里不受欺负，虽然可能撑不了多久。小丫头，正式介绍一下，我叫韩明，来自 K1 基地。我可以给你个机会，你点头，我就带你回我基地。我那里人人平等，生活很好。谢谢好意，还是算了。你是担心你女子军团其他人吗？我可以把他们都带走。我本来就缺劳动力，这么一批优质女性带回去，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至于2号基地，给一点物资就行了。带不走的，我想解救的是整个2号基地所有女孩子。我走了，就再也不会有人组建女子军。我想让女子军成为基地里所有女孩子的庇护所，让她们不被男人欺负，不被上层欺压，不用卑躬屈膝的讨生活。我听到这里，微微一怔，摆了摆手，让金虎先去一边。想变强吗？我做梦都想。我可以帮你变强，但是有一个条件，以后必要的时候，你要不遗余力的帮我。露娜听到这里，疑惑的看着我。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违背你的意志，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从空间中拿出一枚火系异能种子，吃了它。我相信它不会害我，想害我的话，根本不需要什么毒药。吃下去后，一股暖洋洋的热流充盈到全身。露娜伸出手掌，突然一颗火球出现在掌心。火系异能，我竟然有异能，该不会是……露娜震惊地看着我，我又从空间中拿出了净化液和微型通讯器。净化液每天喝1小口，慢慢升级，偷着训练，留作底牌，有事悄悄联系我，懂吗？是，老大。露娜从心里决定了，以后我就是她的老大。就在这时，金虎走了过来。老大，3号基地的人在找你。行，我现在过去。金虎，你把小露娜送回去，顺便跟她上级交代一声，她是我看上的人。没问题。来到3号基地住处，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二狗是你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基地的新任基地长，他和1号、2号基地在商量其他事情，我赶紧过来汇报一下工作。最近怎么样？不辱使命，我已经发展了500人，他们都愿意听我的安排。干得好，我有个奖励给你。我从空间中拿出一枚力量变异种子，吃了它。刚刚你吃下去的是力量变异种子，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这是净化液和通讯器，有问题随时保持联系。我知道了，老大，你赶紧回去吧，被别人看到我们2个会起疑心的。今天我们2号基地款待不周，大家多多包涵。
今天2号基地长拿出了珍藏已久的可乐，2个字大气。韩明，末世之后应该没喝过了吧？尝一下。当我举起杯准备喝一口时，脑海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3秒钟后，我将会趴在桌子上，而旁边的宁墨则是一脸得意。不对，这可乐有问题。我假装喝了下去，其实可乐倒进口中的瞬间已经收入空间。韩明，你怎么了？听得到吗？1号基地，不用喊了，这个要猛着呢。一杯倒，身体好了1个小时醒来，身体不好要好几个小时睡。感谢2号基地帮助，100吨粮食稍后便派人送来。幸好有预知一幕，预知后3秒发生的危险。我倒是要看宁墨憋着什么屁。不过1号基地花费100吨粮食，只为了迷晕韩明这1-2个小时，你到底是图什么？这便不劳各位费心了。韩明，我这就带回去。把我送到一个房间后，便听到房间进来2个人。哥，我不想。你闭嘴！末世前你任性，末世后由不得你任性下去。况且这个韩明肯定是 K1 基地的高层 ，K1 基地太强了，我们必须要傍上这个大靠山，然后我们慢慢吞掉 K1 基地，这样方舟2号、方舟3号全都要臣服于我们。可是哥，不要说了，今天生米煮成熟饭，放心，末世下韩明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也是方舟1号最好的选择。今天务必拿下韩明。知道了。宁墨走后，宁瑶一步步向我靠近。老娘豁出去了，等我们方舟1号吞并 K1 基地，我一定亲手嘎了你。这个宁墨表面一个老好人，背地里干的勾当可真见不得人，还想吞掉 K1 基地，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小丫头片子，你刚刚说亲手嘎了我吗？你竟然！我韩明从不向女人动手，今天你很幸运，不过你哥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时大厅，方舟1号基地可是我们的老大哥，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方舟基地本身就同气连枝，一家人，关照应该的。宁墨聊得挺开心呀。宁墨回头看到我，震惊的说不出话。怎么小宁啊？说话呀！韩明，你怎么会？怎么会什么？怎么会不在房间，而在这里吗？2号基地怎么回事？不用问他，饮料我根本没喝。我一个瞬移来到宁墨身边，摘下他的面具。大家快来看，这位就是1号基地的副基地长宁墨。接着我一脚把宁墨踩在脚下。韩明力量怎么这么大？我丝毫动弹不得。这不可能，这力量最起码6级以上异能者。大家记着这张脸，刚刚把我迷晕，然后让自己的妹妹来服侍我，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真是上嘴唇挨舔，下嘴唇着地，没有脸呀！为了自己的私心，你的亲妹妹都可以送给我是吗？宁副基地长。 1号基地来的原来是副基地长，今天真是丢人丢大了。我的乖乖，尴尬的我都要扣除方舟4号基地了，怪不得问1号基地迷晕韩明干什么，他不说。韩明，你不要乱说话。我乱说话吗？对了，我刚刚想起来，宁副基地长还说早晚要你们方舟2号、方舟3号俯首称臣，要赶紧赶回基地，防止宁墨偷家。等我基地防御建设完成，必定大闹你们3家基地。你们方舟的破事，我韩明懒得管。 也没闲工夫陪你们闹。行了，韩明，今天你让我颜面尽失，我不会放过你。你们 K1 基地完了。韩明，你不要乱说话。我乱说话吗？对了，我刚刚想起来，宁副基地长还说早晚要你们方舟2号、方舟3号俯首称臣。不仅在2号基地被暴露身份，连也丢尽了。韩明，既然做不成朋友，那我们便是敌人。宁墨，你不觉得要交代些什么吗？大哥，你都知道了吗？ 宁墨，一个废物 K1 基地，你竟然要把小妹献出去！你可是方舟1号的副基地长，你不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了吗？哥哥 ，K1 基地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他们已经拿下了城市，恢复了末世前的生活，还建起了高大的城墙。他们背后的势力强大到可怕。基地长是谁知道吗？不知道，隐藏的太深了。不过那个韩明肯定是 K1 基地的高层，所以我才……够了。 这件事以后不要再提。一个破基地也敢猖狂，就算他们基地再有实力，背后势力再强大，能有我们3家方舟基地加一起有实力吗？而且你哥哥我刚突破异能者6级，给他们一点面子，真以为自己是跟葱？这一次就教 K1 基地怎么做人。通知方舟2号、3号，我宁霄要收拾 K1 基地。3天后，2号基地和3号基地在宁墨口中得知了韩明基地的全貌，全都惊呆了。K1 基地真的这么强大？ 居然隐藏这么深，在我们眼皮底下，竟然成长出这么一个超级基地。K1 基地什么样子？刚刚我也介绍过了，完全可以碾压我们任何一方基地。K1 基地不可留，就是要留，也必须要他彻底臣服于我们3家基地。你们说呢？没错 ，K1 基地什么东西，我们绝不允许他再成长。 3号基地思索片刻，确实该嘎。
宁默听着现场的会议，逐渐露出笑容。此刻冥邦联盟，各位，城墙第2道防线彻底完工，目前我们已经和方舟基地撕破脸。阅图，开完会通知下去，所有人随时待命。陆婉晴，汇报一下目前战事情况。我们冥邦联盟由于进化液纯度很高，现在普通的士兵们异能等级基本全面都到达了4级，我和月土达到了6级，徐静和金虎等人达到了5级。很好，之前一直不主动进攻，就是想等着冥邦联盟成长到光凭实力就足够震慑到方舟基地不肯动弹。现在看来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实力了。突然我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小黑点。阅图，陆婉晴方舟基地空中岛偷袭，抓紧防御。晚上的时候报告出来了，3家基地一共投放了30发炸弹，15发落在第1道防线上，10发落在农田上，最后5发落在城市里。万幸今天城市大商场开业，一大半居民都前去捧场，最后居民一共损失了203人，最大的损失是第1道防线被毁。今天方舟基地保留了城市部分，这意味着他们是在示威。这时3家基地统一发来了声明 ：K1 基地交出主权，即日起由3家基地接管一切。韩明独自一人亲自到1号基地赎罪，3家方舟基地将放过 K1 基地，否则3天后开启深度轰炸。我看到这份声明，脸上再没有半分表情。我不把1号、2号、3号基地全都嘎了，我就不信韩宁默、宁霄这些管理者们，你们对力量一无所知。陆婉晴，告诉他们，明天我亲自去1号基地谢罪，让他们3家基地都去，一个都不要少。各位听好，从今天起，冥邦联盟进入全体战备状态，和3家方舟基地不死不休，不死不休。飞往1号基地的直升机上，我闭上眼，脑海中已然进入了系统商城。加特林，急救单，需要的物品直接闭眼入。落地后，给2号基地的露娜和3号基地的孙二狗发过去消息，一切准备就绪。来到 K1 基地大厅，已经站了满满当当的人。你就是韩明，你就是1号基地的基地长。韩明，这里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你要承认你有罪，你是来悔过的。我听着他们的话，冷笑一声，你们又是什么渣渣牛马，想审判我？报上名来，让我一个一个干，或者你们一起上也行。韩明，你过于狂妄自大，今天就让我孔斌教你如何做人。我一个瞬移，一脚踩到该人身上，想审判我韩明，他还不够格。下一个谁来？报上名。孔斌怎么说也是4级异能者，竟然被韩明一脚 KO。不过韩明这一脚有千斤重，孔斌嘎的不冤。看来韩明是个力量变异者，而且等级不低，有点意思。我宁笑，1号基地基地长。我常飞，2号基地基地长。我杜宁，3号基地基地长。我看了看两边的人，人都来了，一个都没少。很好，等待时间到来就行。韩明，现在审判开始，你要悔过，忏悔你的罪行。我犯什么罪了？现在还不知好歹，你挑拨我们3家基地关系，危害我们安全，残害我们基地的居民，一条一条都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我听到这里，冷笑一声，我挑拨你们3家基地关系。1号基地出事的时候，是我带着人不远万里过来支援，你们关系好，你们怎么不伸出手？我危害你们安全，你们3家基地傲慢至极，从未把我一个边陲小基地放在眼里，时刻对我们轻蔑小看，我们还跟你们低价贸易，危害你们从何而来？还有残害你们基地的居民，我没看到我们怎么残害，倒是你们昨天打了我基地203个人，你们准备拿什么还？看来你根本不认罪，你冥顽不灵，那就是罪无可赦。我冷眼看着他们所有人，少在这里给我扯什么罪名大旗，你们是看到我们基地对你们有威胁，让你们害怕。这个世界弱肉强食，但我韩明无罪，倒是你们毫不在意底层人生活，欺压底层，你们倒是罪无可赦。你给我闭嘴！不过你今天说对了一句话，那就是这个世界弱肉强食，成王败寇。韩明，你今天必嘎，而且你们 K1 基地从此交由我们3家基地管理。他的基地那么富足，底子打得那么好，真要把 K1 基地荡平，我们也舍不得。韩明，接受罪名，正式投降。这份录像我们会发给 K1 基地。我抬起头，冷笑一声。3，韩明，你什么意思？2，你还想反抗？做梦呢！1，随着我最后一个字落下，2号基地率先收到消息。基地长，大事不好了，我们基地有人要造反，并且基地内圈突然爆发丧尸潮。紧接着3号基地也收到消息。基地长，一层有居民造反，武装了自己队伍，打开基地大门，带着外敌冲进了我们基地里。此刻2家基地全都陷入一片混乱。韩明，是你干的。3，韩明，你什么意思？2，你还想反抗？做梦呢！1，实在是不好意思，恐怕以后方舟基地要跟着 K1 基地姓了。我今天亲手废了你！ 2号基地长，放出武器一枚。
这时，一个更高更强的火焰飞来，将2号基地长吞没。怎么可能？2号基地长可是5级火系异能者，竟然被韩明一招 KO。韩明，你竟然还有火系异能？火系异能不是谁都有的吗？下一秒，我释放出强大的精神威压，在场众人一瞬间脑空白。在下一秒，我直接把宁墨整个人提了起来。小宁，记着，只有我想不想打，没有我敢不敢打。这时，一道快出残影的人冲过来，全身充满雷电。把我弟弟放下，我留你一条命。宁修，你疯吗？他不能活着出去，他今天必须嘎。我们都是5级以上的异能者，最弱的都是3级。我们这么多人，韩明就是神仙都得嘎在此处。下一秒，所有人发现自己的异能全部消失。谁跟你们谈条件？说的好像我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一样。韩明竟然能禁止所有异能者的异能。韩明他不只是速度变异、力量变异、水系、火系、空气罩、精神系异能，竟然还有竞技系异能。宁墨放心，你们一个不少。黄泉路上有照应。孙二狗、露娜听令，2号基地中圈以内所有权贵，3号基地3层以上权贵全嘎了。敢有反抗者，嘎了。所有加入我们的都将得到我们庇护。天阶踏进公卿，内裤稍为锦绣灰，哈日若得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今日我韩明就带着所有人，不光你们这些所谓的权贵，为我们被欺压的亲人报仇，为我们自己报仇。今天 K1 基地为我们出头，我们再也不要被他们欺负，大家上！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嘎了一整夜，3家基地的高层全部陨落。参与这场战斗活下来的英雄全部后手，嘎了的英烈全部后葬，家属永远享受双居民部级福利。3家方舟基地全部纳入我们民邦联盟，成为我们第60、61、62家基地盟友。从今日起，不会再有人随意欺凌你们，我们将顿顿有肉。遇到危险，民邦联盟其他59家基地都会不遗余力帮你们一起对抗末世。韩明，我们队伍的7号战车在 BC2时交界位置失联了，徐静在这辆车上。你说什么？齐桑，把那附近的资料都发给我，我亲自去。老大，前方有人。文依依还敢跑？我看你跑到哪去？狗哥，后面来了辆车。狗哥看着面前这群人，那种久违熟悉的感觉传来。凶狠、忌惮、杀气腾腾，伺机而动。这群人不好惹，一个个身上都带着野兽的凶狠。那个女人我要了，这是50斤大米。可以，但是1斤换2斤。这里的1斤换2斤是指同等的人的体重斤两换粮食的斤两，再加2袋。看到这里，2个大汉松开了手，女人向着相反的方向逃跑。文依依，你竟然还敢跑！不准追，那是我的。你说的对，那个小丫头片子是你的了，跑了也跟我们没关系，这些粮食可是我们的。老大，这群人不嘎了吗？这个女人跑了追吗？在末世，他们选择怎么活是他们的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女人跑了就跑了，无所谓，我们继续出发。老大，前面有个院子，我们的7号战车就在那里，我们进去。末世都第4年了，这里面竟然有500-600人之多，这么大的一个幸存者基地，为什么从没跟我们联系过？我一边想着这个基地会是什么样，一边盘算着徐静一行人的安危。突然，一道女人的声音传来：“你不要再往里面走了。”我一转头就看到今天救的那个女人，是你啊，小妹妹。你们不要进去，那里面嘎人。小妹妹，现在哪里不嘎人呀？你们不要进去，真的会嘎人。但是我一定要进去，我的朋友们在里面。你有没有见过一群穿着迷彩装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和你差不多高的姑娘。没有见过。那这辆车呢？你有印象吗？文依依看着那辆车，目光更加凝重。那是我们基地长开来的车，我不能随意打听。你们基地长是谁？我不知道，之前我们的基地长不是他，他是半年前来的，嘎了我们这里很多人，然后当了新的基地长。就在我疑惑之时，后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哟呵，这不是韩队长吗？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怎么好像是荣英？韩队长，好久不见。自从上次坑了荣英，估计晚上睡觉都想打了我。你来这里是不是找人的？我的人在你这里吗？你是说那辆车上的人对吗？把人还给我，我给你物资换。我也很想帮你，但是人不在我这里。荣英，以前的事我可以给你补偿，但是人你必须要还给我。亏我在看到你的联盟车辆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着救援你们，你却不信我。人真的不在我这里，我只找到了你的车。荣英，你觉得我相信吗？韩队长，你的人线索只有我知道，不想找我帮忙的话，就请回吧。你们慢慢找，我也不打扰了。荣英姐姐，我一直觉得你很优秀，是我见过最漂亮、最美丽、最有实力的女人，没有之一。像你这么优秀的女人，肯定找到我的人了吧？还给我可以吗？大男人行事不拘小节，
先穿袜子再穿鞋，先当孙子再当爷，不丢人。那姐姐，我告诉你，人真的不在我这里，但是我知道他们在哪里。在哪里？你只要同意我明日基地加入你的联盟，以前的是一笔勾销。我可以同意你的要求，但是你最好保证你没有骗我，而且我的人没有事，否则我一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放心，我绝对没有骗你。带路吧，荣队长，但是你最好保证你没有骗我，而且我的人没有事，否则我一定让你付出更大的代价。放心，我绝对没有骗你。带路吧，荣队长。随后驱车前往荣英所说之地，差不多行驶1个小时停了下来。韩明，这是和徐静一起执行任务的队员，也是我昔日的队友。此时陆婉晴站在这里一动不动，实在下不去手。兄弟，对不住了。陆婉晴，人收拾好放到车上，带回基地后葬。这时我的心一下子沉入谷底。哥哥，你别担心，他们还活着。你说什么？他们还活着，在那个方向。他是有什么异能吗？顾不上那么多了，先去寻找徐静。拔了外围丧尸后，终于在一个破旧房子2楼找到徐静。老大，我怎么回事？说清楚。其他人呢？老大，我们小队清理丧尸清理到此处，遇到了高级精神系6级以上的丧尸王，我们几个弃车而逃，只有我侥幸跑了出来，其他几个全被丧尸王嘎了。6级以上丧尸王，你确定吗？我从系统中购买1粒急救丹，先吃了这枚急救丹，徐静吃下去后，身体逐渐好转。非常确定，老大，而且我逃亡过程中意外还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什么信息？峡谷深处还有大量居民，大约有个1-2千人。就在这时，荣英的小跟班阿泰痛死的倒在地上，强忍着疼痛不敢发出声响。老大，老大，救我！这是要变丧尸了吗？荣英这一群人全都是生吃丧尸晶核，这就是毒素在身体内积累的结果。荣英看到这里，温柔的眼眸闪过无比薄凉的杀气。我来吧，我向着阿泰走了过去，手心多了一枚黑色的小药丸，吃了它。吃下去后，阿泰要炸开的脑子好像被一盆灵泉给浇灭，让他抓狂的疼痛逐渐的消散。一旁的荣英看到这一幕，眼睛彻底亮了。这正是系统最新出品清毒丹，1积分换1枚，还没用呢。我叫阿泰一来想看看药性，二呢似乎是找到了制衡明日基地的办法。系统出品果然牛。你那是什么东西？我们联盟研究出来的，过来慢慢说。韩队长，你那个药能给我1枚吗？大家都是好朋友，肯定。不过我这东西很珍贵，100枚晶核。行吧。荣英接过药丸后，确定是阿泰吃的那枚药，把清毒丹一口吞下。清毒丹入口的那一刻，荣英彻底震惊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清爽，就像那些累积了许多年的尘垢毒素都被清理掉了一样。韩明竟然有这种药，专门对抗我们生吃晶核带来的后遗症。要是我明日基地的人都能吃上这种药就好了。韩队长，你这个药可以大规模给我供应吗？荣队长，你这话说的多见外啊！当然不能，我这药太珍贵太难得了，我们研究所最新研发出来，整个联盟都没有100颗，连我那些手下都没吃上这东西。我接着话音一转，但是我跟你是什么关系？那都是异父异母的亲生兄妹关系。你基地的现状我知道，我怎么都得想办法给你供应上来。韩队长，条件呢？你们明日基地就留在原地，帮我们把 B、C 2室的丧尸清理干净。荣英这一群人是豺狼，把他们用在外就是最锋利的一把剑。而且荣英的高压统治、凶狠程度完全丝毫不弱于正规军的阅读，而且还能慢慢消耗掉明日基地。荣英，除了清毒丹，我还可以给你提供物资，你们只管嘎迪，后面的交给我。这是想拿我当枪使，但是清毒丹的诱惑太大了。我们这些人常年生吃丧尸晶核，身体积累的毒素太多，每次发作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没问题，但我有个条件，清毒丹每个星期都要给我300枚。合作愉快。出去后看到徐静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大家收拾一下，抓紧离开。这时周围突然传出来大量的丧尸声，对准我们的位置一跃而起。韩明，这是什么？这是6级精神系丧尸，我刚刚用精神力击退了这些假体，竟然还知道把本体藏起来躲起来攻击，有意思。下一秒，6级精神系丧尸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迈开短小的向着我们狂奔来。我把精神力扩展到最高，一股浩瀚的精神波动顺着那只丧尸攻击。好强大的精神力！突然，丧尸消失在空气中，同时脚下爆发出一道惨叫。他在1楼，你们都守在这里，不要动。我下去刀了那只6级丧尸。我顺着那只丧尸暴露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空房间，进去后里面空空如也。精神系丧尸果然狡猾。这个时候文依依跑了过来，谁让你来的？我只跟你哥哥，他在柜子里。正在寻找丧尸的我立刻就想到了他的异能，这小丫头好像有找人的本事。打开衣柜，里面是一个暗道，你别进来，守在外面，被丧尸咬了我可没办法救你。哥哥，我不怕。那就别离我太远。走到暗道尽头，
来到一间类似研究室的房间，我的目光落在了地上用过的药瓶上。2031年8月9号，上面写着进化这个英文单词。这是4年前丧尸病毒爆发的那一天。我脑袋嗡的一下，一个念头快速闪过。就在这时，无数道矮小的身影向我扑来，顿时一股极为强大的精神波动在整个暗室里爆发。文依依在高压精神风暴下痛苦地抱着头，脑神经就跟失控了一样。就这点实力吗？第3号 S 级进化者，我好像知道了什么。再见了，朋友。一个6级精神异能晶核出现在面前，收进空间。这确实是一间研究室，还是在末世前就搞丧尸病毒研究的，也就是这只丧尸养蛊了好几年，所以才在末世第4年就进化成6级精神异能丧尸。而在3号之前，肯定还有2号、1号，甚至0号，那些实验体都去了哪里？哥哥，我来过这里。文依依走到一旁，拿出了一个娃娃，这是我妈妈以前送给我的娃娃。末世都已经4年了，她来过这里，肯定是末世前来的。末世前你来这里做什么？末世前我才2岁，当然是跟着妈妈来的。你说什么？末世前你才2岁，也就是说你现在6岁？那你怎么外貌和声音一点都不像？我也不清楚。末世4年我成长飞快，不过长成这个样子也就不怎么长大了。你妈妈末世前是做什么的？好像是医生，给人打针的。说什么？末世前你才2岁，也就是说你现在6岁？那你怎么外貌和声音一点都不像？我也不清楚。末世4年我成长飞快，不过长成这个样子也就不怎么长大了。回到荣英的小基地，荣队长，这2天我就会给你送来物资和清毒弹，这周围的丧尸工作你可得配合。放心，等你物资到了就开始。荣英稳住了，还有一件大事要搞清楚。陆婉晴、金湖、文依依出发回民邦联盟，回到基地直奔欧阳兰的研究室。此时欧阳兰看着研究观察室里蔫巴的丧尸，紧皱着眉头。丧尸病毒的成分到底是什么？小姨，欧阳兰听到这道声音，郁闷立马一扫而光。明明，你回来了。你帮我看看这个东西。欧阳兰仔细看着屏上的纯英文缩写单词，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在哪里弄到神明会的进化液？神明会是什么？欧阳兰看我不懂，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神明会你肯定不知道的，但你应该知道巡山隐修会吧？巡山隐修会那是一个非常神秘传说中的欧洲组织，拥有大量载入历史的牛人成员。我知道，我就是巡山隐修会的成员。我在巡山隐修会内曾接触过比我们隐修会更为神秘、更为强大的组织，那就是神明会。他们的成员没有一个是普通人，不是行业的顶级精英，就是专业级的研究学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立志促进人类进化，创造出更强大的人类文明。那丧尸病毒该不会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吧？是也不是，他们没有那种实力制造出丧尸病毒，他们也只是在一块外星陨石上发现丧尸病毒的原液，也就是这个进化液。而后官方的以及各个组织的关于丧尸病毒的研究和资料都来源于神明会的进化液。上天扔下一颗恶种，竟然被一群疯子催化成一场炼狱。我决定神明会就是我整个联盟的头号敌人，遇一个嘎一个。小姨，我有事先出去了。找到文依依，小丫头，你还记得你妈妈是在哪里上班的吗？不记得了。你妈妈嘎的时候，你怎么出来的？我记得我好像在睡觉，我妈妈把我交给我爸爸，等我醒来的时候，就在我大伯的农家乐里。是我爸爸告诉我，我妈妈遇难了，后来她在去年碰到丧尸，也嘎了。我听完实在没在他这里获得有效信息，毕竟文依依年纪太小了，丧尸爆发的时候才2岁。算了，你先待在我的基地上学去。我不上学，我要跟着哥哥。你年纪太小，现在是上学的时候，等你学点东西再过来跟着我。哥哥，我什么都会，我会嘎丧尸，还会捕猎，还能找人，我鼻子可灵了，附近有活人和丧尸，我都能分辨。这时荣英打来电话，韩队长，古堡后面的峡谷发现大量活人，那些人不肯降我们，我打算都嘎了。古堡后面的峡谷离发现神明会暗道实验室距离非常近，这群人会不会和神明会有关系？必须调查一下。放着别动，我来。荣英所在地，你们都赶紧滚，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不允许你们这些入侵者进来，快点离开这里。趁早放下武器，我们已经清理掉外面2个市的丧尸，我家老大心善，是来解放你们，带你们去安全区，别不识好歹。去你大爷，谁要你们解放？这里是我们家，赶紧走，我们在这里就活得挺安全的，谁要你们过来解放我们？还把2个市上100万的丧尸都清理掉了，这群人怎么这么能吹？一看就是忽悠我们，想趁机抢占我们这片地盘。你们所有人投降加入我们，顺便看一下你们背后的势力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们果然是存了坏心思，我告诉你们，想让我们投降，想见到我们的老大，
门都没有。韩队长，这群老顽固我已经劝说了几个小时，他们不会改的，还不如全部嘎了，跟他们废什么话？你们全都撤，这里交给我。金虎、徐静、秦雅留下。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类似铃声的低频率声音。糟糕，内营的人出来了，一定是刚刚的事惊动了他们。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老总，你们来了。你们这里怎么有生人？他们是新加入我们的人。你们确定是新来的？没错，刚刚加入我们。那你们刚刚争吵也是因为来了新人？是的，很抱歉打扰你们了，我们下次一定会小点声。别忘了，我们允许你们住这里也是有条件的，以后不许再咋咋呼呼惊扰我们。是。明天我们内营要再选拔50人进来，你们先回去休息，明天都做好准备。说完，男人转身回去。太好了，又要选人了，这次可是要选50个呢。内营我必须进去。你们这些人最好赶紧走，内营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知道有外来人，并且不是我们这里面的，就会嘎掉。第二天一大清早，峡谷内的营地非常热闹，一大群人早早的排好队，力争前排。都排好队，安静，你出来，你也出来，你们俩。很快他们就挑选了40多人，我看着他们选出来的人基本都是年轻人。这时男人突然对上我的眼睛。你也过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落到了文依依、秦雅、徐静身上，越看眼睛越亮。你们3个都跟我来。那我呢？金虎连忙问。男人瞥了他一眼。不要。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不合格。不行，你不能选他们俩。对，他俩根本就不是我们营地的，不能选他们。众人看到韩明和文依依等人入选，全都急了。一共就50个名额，他们都入选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内营1年就选2次，下一次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怎么能让2个外人进去？这几个是昨天来我们营地的外人，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人。男人听到这里，眉头一紧，露出杀气。外人为什么在这里？老总，误会，他们几个真的是我们营地的人，昨天正式加入我们，但是今天刚好赶上选举，根本来不及办欢迎仪式，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是吗？是的，都怪我没及时通知，昨天他们才来，谁知道今天就被选上了，大家不知道才这么说。所有选上的都跟我走，每个家属500斤食物。这一次选人结束，所有人排队登记。这里的强大你们想象不到，这里所有抓进来的人都是丧尸病毒的试验品，在这里你们只会被打，你们不要相信这里说的任何一句话。内营神学院的后山简直是个迷宫，我用指南针在山林里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终于绕过神学院出了山，回到外营。金虎早早在此处等我们。老大，你们不是进内营了吗？怎么从这边出来了？以后再给你讲。荣英的部队距离我们最近，金虎，你通知荣英速来增援。好的，老大。等到中午，荣英带着大批队伍冲进峡谷里，外营管理者老刘跑过来说道：“你们不能这样，不然内营的人肯定会把我们赶走。”老头子，你们全都被骗了。内营名叫神学院，招人根本不是招员工，而是找试验品。你们的亲人朋友进去之后，全都要当实验小白鼠，注射丧尸病毒。老刘听后一坐在地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前2天那些进去工作的人都怎么样了？我说了，那些人都是小白鼠，现在应该都没了。老刘听到这里，站起来失魂落魄的往内营那边走去。这时荣英走了过来。哈眠，整个内营基地里空空荡荡，所有房间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仪器都搬空了。这个基地一共8个出口，我们在其中一个出口发现了直升机停留的痕迹。这里的强大确实远超想象，这么一个地形复杂、设备完善的研究基地，说放弃就放弃，说明他们还有一个更完善、更强大的基地。其他人留守原地。金虎，跟我进去看一下。进去后，果然如荣英所说，一夜之间所有设备悄无声息地运走。金虎通知下去，外营的人并入民邦联盟，从此听从民邦联盟调遣，接管此处内营基地，不愿意加入的直接赶走。没问题，老大。回到基地，把内营所有的事都告诉欧阳兰后，你说的神学院我确实没听过，但是你说的仇人我确实有一个。他是谁？明明，你说的那个女人是不是走起路来跟骨盆前倾一样，屁股撅得可以挂包，腰扭得跟个螺旋桨转动一样能上天？你这么描述，好像有点像董柔抢我男人的小三，他是我一个协会的成员，专爱抢我的项目、我的投资、我的研究，还有我的男人。虽然那个小三没有一样成功，但是他到处败坏我的名声，贬低我的研究。最可气的是总给我前夫发果照。那我前衣服怎么做的？他问大家手机中病毒怎么办，把那些照片都转发群里了。那你和前衣服离婚是因为他吗？当然不是，他没那个本事。小姨，昨天我替你收拾过他，下次见到我必打了他。这个时候，齐桑匆匆跑了过来。韩盟主，
我什么事吗？我们的海上舰队有新发现，这几天我们舰队准备拿下海上石油田，但是那片石油田已经被人提前占领了。谁占的？我们舰队发现那片岛上有非常多人，而且装备齐全，物资充足，生活水平极高，很有可能末世前就做了充足准备。你跟那边联系过没有？联系到了，他们说他们那里是神学院。我听到这里，立马站了起来。神学院，原来那批人都跑到那里去了。韩盟主，那边的人邀请我们过去参观一下，想跟我们谈合作，说石油田可以让给我们。他们想要什么？你问过吗？他们说想看看我们实力，再谈下面。我也想看看神学院的实力到底有多强。齐桑，其余人镇守基地，你随我前往神学院探索一下，下次我们一举拿下神学院。来到神学院，戴上了专属面具。今天齐桑全程代替我说话。请问阁下怎么称呼？我姓齐，是冥邦联盟的管理员之一。请齐先生跟我们来。进入会议室，对方就开口道：齐先生，我们很想跟你们合作，希望你们能真诚地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我在齐桑耳边语几句。齐桑冷酷地说道：朋友，我们当然也想跟你们合作，否则谁会在末世里远渡重洋来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你们谈合作？倒是你们，真的是真心想跟我们谈的吗？男人眉头一皱。当然。齐桑冷笑一声，站了起来。你们谈合作不叫当家人来，派一个小喽啰来打发我们吗？这就是所谓的诚意吗？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你出去吧。抱歉，齐先生，我们并非没有诚意，只是我们最近比较忙，合作的事就交给了我们的下属。好了，不用说别的，你们想谈什么合作？我们神学院立志终结末世，开启新世界的大门，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我想要你们给我们提供人，我可以把石油田免费送给你们。我非常认同，人类就该由你们这种有理想的人带领，破解出丧尸病毒，开启新世界。出去找到了一个无人角落。韩盟主，我们不能参加他的计划。小齐，你也知道现在是末世，你为什么觉得你拒绝了，人家就会放弃？他们想要人，我们就是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你不亮剑往后退，人家就能骑你头上。刚刚看了神学院的规模，这里绝不是他们唯一的基地，背后势力很强。这时一个女人跑了过来。你怎么又来了？依依呢？我不是让你们别再接触神学院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谁？放心，依依在我的联盟基地里，她很安全。不止我知道，整个神学院的领导层都知道，他们给你挖了一个大坑，现在他们已经派出战队去攻打你们基地了。你快回去，之所以没立马拿下你，是为了确定你的身份万无一失。估计目前已经确认你就是前2天神学院丢失的试验品，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怎么会知道冥邦联盟所在地？怎么确认我的身份呢？难道冥邦联盟内有内鬼？这个人到底是谁？神学院背后势力到底是什么？你女儿因为丧尸病毒差点被卖了，你还想为那些人守密到什么时候？你真的要知道吗？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搞清楚，快说。神学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院，它背后有一个超大的组织神明会，而神学院只是神明会的一个部门，而且是最低档的部门。神明会一共有4个部门，分别是神学院、神研院、生产公司和军团。神学院负责收集实验者，其余3个都是我接触不到的级别。此时我的精神力感受到几百个6级异能者向我这边冲了过来，还有很多速度变异。来不及了，跟我走。我拉上2人快速逃离。6级速度异能者赶到后，全都震惊无比的待在原地。此时会议室内，这个实验体太让我惊艳了！我要知道这个实验体的全部潜力，这绝对超过所有人的预期。用它作为实验母体，将来在末世中将会诞生麒麟儿，传令下去，让它跑不用追，它会回来的。此时我的精神力感受到几百个6级异能者向我这边冲了过来，还有很多速度变异。来不及了，跟我走。我拉上2人快速逃离。6级速度异能者赶到后，全都震惊无比的待在原地。回到基地，韩盟主，怎么样？月图，敌机都拦截了吗？战况如何？在远程的时候，空中防御系统全部自动开启，敌机全部被击落，没有一个飞进我们联盟中程距离。很好，不过神学院这次偷袭，竟然准确知道联盟的位置。和神学院第一次接触是在峡谷内营，第2次便是我们前去谈判，他们不可能知道联盟的定位。究竟是谁泄的密？这时陆婉晴跑了过来。韩明，不好了，小姨被人抓走了。顿时我脑子突然一片空白。你说什么？谁干的？老大。这个时候，徐静匆匆跑来找我。荣英带着一群人进了内营，从最远的出口消失不见了。荣英，是荣英。从最开始是荣英给我指出了徐静的行踪，是荣英让我查到古堡内神明会的线索，是荣英通知我找了内营。关于神明会的线索，都是荣英引导我的。而荣英一直替我打前锋，是因为荣英是神学院的人。老大，神学院那边给来消息，
他们要你重新回去，然后就会告诉你欧阳兰在哪里。所有人听我号令，整顿三军，所有作战员、战机、战舰全部进入战备状态，带上所有武器装备，杀进神学院主岛。神明会的听好，我是韩明，来自冥邦联盟，把我小姨平安交出来，我不接受任何条件。人交出来我们可以谈谈，但不交出来，我今日踏平神学院，感动我小姨一下，我韩明起誓，我冥邦联盟的炮火将打遍你们神学院、神研院、生产公司、军团，包括你们神明会，我韩明将用你们所有人给他陪葬。此刻神学院会议室，男人听到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兴奋。就凭你，别忘了，你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体。韩明，对面的人始终不回应。我生不为逐鹿来，都门揽住黄金台，全军听令，进攻。神学院的防御被分开后，全军听令，嘎无赦。今日我冥邦联盟踏平神学院。此刻的会议室，男人眼里的兴奋逐渐多了几分凝重抑郁。竟然是个硬骨头，没想到他除了自己的实力，背后还经营出了这么大的势力，有点意思，真是有点意思。通知总部，这个苗子骨头太硬，来硬的不行。此时所有人均未在岛上发现欧阳兰下落。就在这时候，岛上的广播滋啦滋啦传来一道冰冷通知：韩明先生，现在我们想重新跟你谈谈你小姨的事，她确实在我们手上，她目前很安全，我们想跟你做一笔交易。我们有一位 K 博士现在 F 市的丧尸巢中，如果你把他解救出来，我们将用你小姨来换。记着，只能你一个人去。我凭什么相信你们？不需要你相信我们，选择权交给你，是否救你小姨？说完这句话，广播就停了。我待在原地思考片刻。你们回联盟守好基地，我去就回。神学院派直升机把我送到 F 市，并没有直接送到 K 博士所在地，目的很明显，先看看我的实力。在 F 市达了7天7夜，丧尸太多了。这得达到什么时候？突然前方传来强烈的震感，一个巨型丧尸缓慢走来。我他喵，末世才几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异丧尸？巨型丧尸向我猛来，正在我准备爆发异能时，一个身影快速把我拉往旁。别说话，跟我走，快点！来到一个房间，别客气，随便坐。我叫卢思九，你叫什么？韩明。你们的基地在哪里？基地吗？我没基地，末世几年了，想回家看看。顺便取一些家庭照片，我老家 F 市的。对了，你来 F 市干什么？找人。卢思九听到这里，眼睛立马一亮。那太巧了，我们可以一起结伴。那个人在哪里 ？F 市汽车南站附近。这么巧，我家也是那边的。我们一路吧，顺路有个照应。况且这是我老家，路况我熟，我带你抄近道。没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出发。来到汽车站附近，这一路非常顺利。不知道为什么，周围丧尸非常的少，但是总觉得脚下面有很多东西。就在我没什么头绪的时候，我的精神异能突然察觉到了活人气息。K 博士就在这附近。小卢，你先回老家取东西，1个小时后我们此处会合。没问题。我凭借精神异能一点一点靠近 K 博士，来到一个房间门，破门而入，看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K 博士看到活人后，眼睛一亮：“你是 K 博士？” K 博士听到我叫他的名字，更加疑惑地看着我：“你认识我？我是来带你走的，出来，跟我走。”K 博士听到这里，脸上骤然严肃。我不能离开。少跟我废话，赶紧出来。谁派你来的？神明会。不可能。K 博士听后一脸不信。我小姨被你们的人抓了，他们要我把你带出去，换我小姨。K 博士听完我的话，思考片刻。你被骗了。你知道我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这个房间连通着机关，我在这里看管丧尸。我脚下有个超大地下室，锁着近万只丧尸。我一旦离开，丧尸立马出笼，我们没一个能活着离开。我说脚下怎么感觉有很多东西？年轻人，你快离开这里，别再进来了。跟我走，我一定活着带你离开，救我小姨。你确定吗？你个老贼，磨磨唧唧。我背上 K 博士就冲了出去。小卢，快跑！此时神学院，我就说这个实验者很有意思，我太期待后面发生的故事了。瞬移了半个小时，终于把丧尸甩得干干净净了。这年轻人速度简直恐怖如斯，怎么会这么快？老朽开眼了。这时上空忽然传来声音：“恭喜韩先生完成任务，现在请你停留原地，等待30分钟，将有直升机过来接你和 K 博士离开。”我小姨呢？请韩先生带着 K 博士上直升机。我上你他喵的！我小姨呢？请韩先生带着 K 博士上直升机，我们将保证你小姨的安全。你们说话不算话是吧？给我等着！荣英，你能预知又如何？我也能预知，也就是我们2人只能各凭实力，而你的实力在我面前不堪一击。
带着 K 博士回到基地外围，就看到秦雅跑了过来，眼中满是担忧。潘明，你没事吧？恭喜宿主，秦雅忠诚度提升100%，获得半丧尸之体。这么长时间的相处，终于获得了秦雅的半丧尸之体。奖励宿主特殊异能路人甲3天，路人甲异能会无限降低宿主存在感，除非宿主主动搭上暴露自身。任务：独自一人前往神学院解救欧阳兰，完成任务，奖励永久路人甲异能。路人甲异能是什么？我尝试着按照脑海中的提示释放异能。不对呀，韩明走了吗？我怎么没印象？我在这里啊，你没看到吗？可能这2天没睡好，发呆走神了。老头，我问你，你们神学院、神研院、生产公司、军团都在哪里？里面的高层又在哪里？我是不可能说的。现在呢？我说，其实4个部门都在神学院一个地方，只不过分工明确。你们背后老大是谁？背后老大我也没见过，我等级不够。秦雅把老头带回去看好，让陆婉晴、金虎等人守好基地，我去就回。欧阳兰，今天没有人救得了你，每次你都坏我的好事，每次科学研究你都得第一，连我喜欢的男人竟然也去追你，你凭什么？凭什么？董柔，就你这样心底黑暗龌龊之人，还问我凭什么？要嘎随你便。别以为我不敢动你，我当然不会让你嘎得太痛快。你世界上唯一的亲人韩明，现在为了救你，只能乖乖的听我们的话。我会让你亲眼看着我们慢慢把他折磨嘎。你卑鄙？我卑鄙吗？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袁安还记得吗？就是在国外追你的舔狗，他也在这。你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问问他想干什么。进来吧。小兰兰，今天我终于梦寐以求了，我终于要得到你了，非常感谢董小姐成全。你不要过来。你知道吗？反派永远答疑话多，你说对吗？董柔，你什么时候过来的？为什么我没察觉？你不知道的事多了。韩明，你不能嘎了我，嘎了我，你和欧阳兰谁都活不了。是吗？我脚上的力量逐渐增加，痛吗？我感觉快不能呼吸了，求求你饶了我吧，我错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求求你饶了我。求什么？饶了我。你说什么？大声点呀！此时我的脚足以有万斤重，真没意思，这就嘎了。小姨，你在此处等我，我这就去嘎光他们领导人。此时会议厅，荣音，这次干得不错，等到我们完成人类进化大业，少不了你的一份功劳。老大，韩明那个超级实验体就这样让他返回冥邦联盟吗？急什么？他小姨在我们这里，他会回来的。恭喜老大，等到我们全员进化为高等丧尸，这世界上将会实现丧尸文明，我们将创建丧尸国度。毕竟人类文明太落后了，限制太多，生命短暂，依赖又太多，需要食物，需要水，甚至需要空气。而我们的丧尸文明将破这些枷锁，让个体突破极限。到时我们所研发的丧尸病毒将是最伟大的发明。原来这群疯子不是为了人类的进化，而是一心在帮助丧尸进化。丧尸病毒也是这群疯子搞出来的，看我今天把你们全嘎了。这时荣英的预知异能预知到后3秒2人被嘎的场景。什么？韩明竟然在这？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是怎么回事？老大，小心他！荣英，你能预知又如何？我也能预知，也就是我们2人只能各凭实力，而你的实力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是啊，我预知到我对你放出我的最强异能，都被你轻松抵挡，我输了，输得很彻底。哦，是吗？我预知到后3秒你被我嘎了。韩明，感谢你曾经给我轻毒丹抑制我体内的痛苦，我坑你也是被逼无奈，不求你原谅。为了报答你，告诉你最后一件事，这个人不是幕后老大，幕后老大是 K 博士。还有，你预知错了，我没被你嘎。小姨，从此以后再无神明会。回到基地，老东西，还有什么是没交代的？你竟然活着回来了？怎么？你觉得我会被神明会灭了是吗？不好意思，神明会老大 K 博士，神明会已经消失了。看来游戏结束了。没错，我就是神明会的幕后老大。我一直在研究长生之术，直到我发现丧尸病毒这东西可以让我长生不老，但是却没有自主意识，所以我又投入大量金钱招募研究员，成立等级森严的神明会，研究丧尸进化业。如果丧尸能进化到拥有意识，那我便可以拥有一个丧尸国度。你简直就是个疯子！金狐，把这个老壁灯扔出去喂丧尸，记着，你要亲眼看到他被丧尸吞掉。丧尸病毒的制造者神明会已经被我们终结，我们冥邦联盟从明天起全球性的清理丧尸，
所有愿意加入民邦联盟的基地，不论大小，不论强弱，我们无条件欢迎，提供物资装备，夺回我们的家园，恢复世界和平。